他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强一些，这下麻烦了。要是我关键时刻破不了他的防，那可就太丢脸了吧！快走，灵力余波要来了！强道友，你道友小心！这就是。陆道友，我是赤修的神魂，异兽的神魂不是最为脆弱，为何还能有如此威势？不好，我修武道，对神魂无可奈何。心剑！道友，快抓住那东西！陆道友，你没事吧？刚才为何还要强行出手啊？若是他人，我自然不会出手，但是道友啊！陆道友，先找地方助你疗伤吧。这张皮纸识别不出来。陆道友，你要这个吗？它上面似乎有些秘密，我想研究研究。我看不穿，但是墨门里那个住在棺材里的小家伙一定行。那你收好它，此物对我无用。多谢。你我无需客气。我知道了。陆道友，此处到底发生了何事？另外，这道剑痕是何人所为？是我。这一剑，我也不一定接得住。我这一剑，第5境内确实没有几个人可以接住，但蒋道友，你一定可以。道友可是本命剑出鞘了。10年养一剑，为的便是今日。今日所诛杀的，便是害死我爹娘的仇家。至于赤霄，只是意外。原来他养剑10年，是为了报双亲之仇，可我却不知如何才能安慰他。道友，前方有一处山洞，就在那里为你疗伤，如何？随你。陆道友，你盘膝坐下，我来为你疗伤。那就有劳道友了。陆道友身上的伤，比想象的要严重。10年封剑，拔出那一刻虽然极强，但显然陆道友身体也承受了巨大的负荷。若是他能早一些呼唤我，就不会有这些事情。可他若是那样做，就不是陆朝歌了。系统，完成任务。完成任务，紫月聚会。任务完成度判定，完成度101%，触发特殊奖励。完成度101，真不愧是我陆朝歌呀！获得奖励1，经验值350万。350万经验值，击杀赤霄神魂也才给30万，加上零零散散的其他妖修异兽，这一趟除开花掉的经验值，还剩了500多万。我30级升31级也不过30万经验值，这一坨又可以浪很久了呀！特殊奖励紫月法坛。提示：建议玩家在50级后组团前往。特殊奖励，特殊奖励是个坐标，紫月法坛，又是个全新的据点吗？50级后还要组团前往，这个点子这么硬，那像我这样的天选之子，岂不是50级就能单刷？行了，本座决定了，50级后单刷。3境晋级任务已完成，成级，是否领取奖励？来了，我拼死也要砍那赤霄一剑的成级晋级任务。10级的时候给了启灵券，20级给了复制券，30级会给什么呢？建议升级券，只可在当下等级使用。果然是你，3境之后才应该出现的剑意。而我此刻已经是剑意3级，3级要升4级，那可是整整800万经验值！发了发了发了！这波是血赚呐！灵气运转正常，没有出问题啊。可惜我现在的剑道资质只有3点，剑意升不上去了。
等墨门变为8品宗门后，又有一点剑道资质，那时候就可以使用了。在此之前，只要压住这个等级就行了。糟糕，他怎么突然醒了？蒋道友，你这是在……我说我是见你抽搐，想查探一下你的心脉，你会信吗？那就有劳道友。陆道友竟然如此信任我，连心脉也对我毫不设防，好奇怪的感觉。即使在春秋山，也无人如此信任我。既如此，我更应当尽力治好朝歌的伤势。半步6境的大修行者给我当护士，这可是多少人做梦都求不来的福分。更何况，要是再配上这身打扮，那简直绝子呀！陆道友，药效已经全部化开，你的心脉也没有事，你可以睁开眼睛了。谢过道友了。血量恢复到了2/3，浑身的空虚感明显减弱了不少。这次真是欠了道友莫大的人情，又是救命之恩，又是疗伤之情。若是按照话本小说的套路，救命恩人实在难堪，那就只能下辈子做牛做马。而像道友这般，怕是要以身相许了。道友又开始胡言乱语了。他说话虽然古怪，但比起旁人却有趣许多。那是再看这个吗？多亏了道友相赠的玉牌，否则我都撑不到道友赶来。可惜阵法被催发后，玉牌算是彻底失效了，不止静心之效消失无踪，还出现了裂痕。他这么聪明的人，一定懂那个安字的意思。我怎会做出这般局促之事？既然他已经无用，道友不如还我。那可不行，哪有送人的东西还要要回去的道理？更何况我都带出感情了。还真是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不管怎么说，这波人气拔高，对墨门未来发展肯定有益。他天蒙蒙亮就出去买药了，那样子还真有点像忙前忙后的小媳妇儿。虽然这样双宿双飞的日子很好，但是我也得尽快回墨门了。找东篱去，告诉他我的安全。东篱，小飞剑来喽！算算时间，蒋道友差不多也该回来了吧？快，刚买的疗伤丹药，赶紧吃。多谢。蒋道友最近好像显得有点急躁，冰山美人不冰了。别谢了，快吃，对你恢复有益处。知道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也没必要过于介怀。蒋道友，我准备回宗了。他要走了。你跟我一起回去吧。好啊。说起来，这次与赤霄一战，道友应该有所突破吧？对，有所悟，一直停滞在第5境大圆满境界松动了，现在已经是半步6境。其实真正有所悟的，并不是与赤霄一战，其实是因为桃花印记，是因为你，让我明确了心意。那可要恭喜道友了。既然境界有所松动，我有个提议。什么提议？要不要在我墨门精修闭关？啊，这倒是个好建议。墨门安稳清静，确实是个闭关的好地方。他在邀请我去他家常住。你愿意的话，我也可以亲自下厨犒劳道友，答谢道友的救命之恩。那好，我就叨扰一阵了。不对，他昨日还说以身相许，可今天就只下厨报答我。不对，我怎么会有这些古怪的念头？道友可是在想什么？没什么。那可有想吃的菜肴？都可以的。当真？上次那家的桂鱼，吃了一口就吃不下去了。也可以是桂鱼。他在我面前有些不同了，多了几分烟火气。老铁们，今天是我第250次闯关必通过，我拿我的黄金切尔西保证，给我滚！
射不着我，射不着我，我好疼啊！这真的是人能过的关卡吗？哎呀，脑袋都要被锤爆了！道友，这些人都是来莫门求道的？都是些想要拜入莫门的人。这种状况已经持续有一段时间了。即使是4大圣地的春秋山，有这么多弟子来拜山门，都算得上盛况。可这些关卡怎么跟正常宗门考核弟子的关卡不太一样？寻常宗门对悟性根骨更为看重，而莫门却对反应力这些更看重。若是根骨不好，再强的反应力又有什么用？但是他肯定是对的。哥哥，蒋前辈，哥哥，他要暴露道友吗？无需担心，蒋道友及时赶到，助我击杀了那只赤枭，我并无大碍。好险，虽然知道是他妹妹，可要是抱上了，还是忍不住想要生气。好奇怪啊！生气？为什么要生气啊？多谢蒋姐姐出手相助，多谢蒋前辈出手相助。这场面让他有些不知所措了，毕竟他可能很少感受到别人的谢意。好了好了，都进大殿吧。哥哥，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你。掌门师伯我也。掌门师伯还能做饭吗？你们听说了吗？莫门路朝歌的剑出鞘了。听说他出鞘的瞬间，一剑劈开了整个山鬼谷，杀了不少的妖修。最近有许多人都在说这件事儿。要是真的，那可真给咱们剑修长脸了呀。区区2境修士的封剑出鞘，在青州来说算不得什么大事。可传闻他斩杀的妖修有4境以上的家伙。如果是真的，那这陆朝歌恐怕师从的就是那位4大神剑排名第3的老前辈了。确实很有可能，毕竟他们的经历传说实在是太像了。陈师弟，走吧，我们去山鬼谷。玉月师兄的手在发抖。终于出鞘了吗？10年，朝歌师兄封剑，已有整整10年。玉月师兄，陆掌门这本命剑出鞘，真有传闻中这么强？我不清楚，到了地方后自会见分晓。但我相信这一剑必然非同凡响。这一剑倒是锋锐，好强烈的杀意。师弟说，这个年轻人在第1境时就领悟了剑意，于第2境时，在他的指点下，更是达到了剑意第2层。果真如此，这一剑所蕴含的剑意，的确达到了第2层之境。怪不得师弟见猎欣喜，想过收他为徒，此子不凡。但也仅此而已。那里是剑意，这一缕，这一剑，没有那10年一剑之威，但这一剑，有一往无前、无视一切的决绝。心性不错。等等，这一剑里是第3层的剑意。第2境大圆满，离第3境还有1线之隔，可剑意却已经抵达了第3层。他若是早生100年，那该多好！雨月，你倒是幸运，有人作伴，有人砥砺，有人激发你的斗志，这样的剑道之路才走得畅快。可我就不如你幸运了。师兄，莫非是看不起我？我也有师弟，也还行，不过
若是师弟见到这幅景象，师兄又错了，师兄大错特错，师兄错到离谱，错到极致啊！说起师弟，他曾言，陆朝歌之所以不愿拜他为师，是因为他已有了师傅，而他斩尽妖修的10年一剑，有点洛前辈的味道。许久没有拜访洛前辈了，今日便去打扰一下他老人家吧。岳师兄，你快看，我已经看见了。这一剑，即使是大修行者，恐怕也难以斩出。好强！这一剑配得上名震天玄，可这一剑，我何时才能接得下？小鱼月，你还差得远呢。季师弟子陈潇见过副宗主。小鱼月，这一剑，初入第5境的你，也绝对接不住。哪怕入了第5境也不配吗？那儿有奇怪的感觉，老夫去看看。季师叔，您发现了什么？剑意第3层，剑意第3层啊！这小子竟临场突破，入了剑意第3层。师兄何在？师兄何在呀？岳师兄，副宗主的意思，该不会是陆掌门已经明悟剑意第3层？应该就是如此了。明明朝歌师兄只比我早几天剑意成型，如今我在剑意一道，竟连他的背影都看不到了。那神秘师兄的事情还要做隐瞒吗？瞒不住的。师叔回宗的那一刻，朝歌师兄的名字将会传遍整个剑宗。于月，你要练剑，练剑，练剑，去追逐朝歌师兄的步伐。师兄，给本师弟出来认错。啊，季师兄，发生什么事了？我的半个弟子以第2境圆满斩出了超越大修行者的一剑，而且他还达到了剑意第3层了。2境圆满，第2境圆满，第3层，斩出了超越大修行者的一剑。天赋，比起于岳师兄还……那位师侄是谁？可是我剑宗弟子。他不是剑宗弟子，而是墨门掌门陆朝歌。陆朝歌是下好像在哪儿听过这个名字，完全没有印象。朝歌啊，朝歌，你还真是时不时就要吓宁玉一次啊！你们在天有灵的话，也会很欣慰吧？这些年，真是苦了这2个孩子了。瞎说，你们家大山不也挺好吗？哎呦，我看呐，还是要长相好看，都一脸黑样啊，难看。此处就是洛前辈的隐居之所了，步行去他住所，显得尊重些。哦，哎呦，好有风度的小白脸呐！小白脸在哪儿？好一个老帅哥呀！帅哥，你从哪里来啊？今晚准备在哪儿过夜呀？哎，我家有空房子哟。我是来拜访人的，还请各位不要再跟着我了。没事儿，没事儿，我可以在这儿等你。是啊，是啊，我也可以。忘却吧。我们聚在这里干嘛？我们的衣服呢？哎呀，衣服还在河边呢。洛前辈，进来吧，自己找地方坐。我这儿没有茶，你自便。洛前辈，洛前辈，这位是？我是个残废，
总要有人帮我做点粗活累活。骆前辈还真是老样子，一如既往的热衷于化繁，不喜动用灵力。只是，怎么把人家少年的灵力也给封印了？这少年是出境大圆满，看样子应该被封去灵力1年之久了。傻站着干什么？又想偷懒？去把水倒进水缸，然后再去井里打1桶。骆前辈，这孩子的体质倒是有些特殊，机缘巧合间救下的。这孩子先天之气不足，体内还有阴寒之气遍布。你来找我所谓何事？是我多言了。最近青州出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年轻人，他于冬至之夜出了一剑，与骆前辈之剑有几分相像。哦，说来听听。10年一剑，心性倒是不错，不过他的剑与我的不同。听你之言，此剑杀意太重，不过他跟我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正是如此，所以晚辈才想知道，他到底是从何处学的剑法。你可以转告季长空那小子了，我不是那小子的神秘师傅。笨手笨脚的，没用的东西。其实听你所言，那个叫陆朝歌的小子，能在第2境就抵达剑意3层之境，又能做到藏剑10年，的确很适合我这一脉的传承。若是早些年，在他未破出境前遇到我，我必收他为徒。看这表现，这位少年应该就是骆前辈的弟子了。若真是骆前辈弟子，那封禁就说得通了。毕竟骆前辈本身就是伪境。洛河山位列青州4大神剑之3，高于剑宗宗主李随风，而4大神剑其余3位都是8境，唯独洛河山是6境大圆满。但若是这世间有谁的剑值得我忌惮，那就只剩下骆前辈一人。这位前辈若是拔出本命剑，那一剑之威能立刻跻身8境大圆满，而他每一剑都会强过一剑。而他此前已经出过9剑，终其他的一生，他也只能再出1剑，而这一剑也许能达到传说中的第9境，那即使是我也无法知晓的第9境。你刚才说，这个陆朝歌并非你剑宗弟子，而是年纪轻轻就成了一派掌门。他出自哪门哪派？我想想，是否与我这一脉有所渊源？位于青龙川区域，叫墨门。墨门？青龙川的墨门，就是你所处的那个墨门。所以，他就是那个你常在我耳边念叨的掌门师伯。好家伙，谁在想我？说起来，东篱其余的几名弟子在系统框里显示着明亮的名字，说明他们依然安然无恙。但这群小家伙怎么不回家呢？尤其是这个长相漂亮的小家伙，在外面没受欺负吧？陆朝歌确实是我的掌门师伯。杨树这孩子的师伯是陆朝歌，那他的师傅就是陆朝歌之妹陆东篱，而季长空又收了陆东篱做弟子。乱，这也太乱了。骆前辈，以后咱俩各论各的，你叫我季师尊，我叫你骆前辈，如何呀？要不，这第10剑就用在这个姓季的身上算了。骆前辈恐怕要针对师弟了。去，再去打2桶水来。是。这孩子太瘦弱，让我来帮他一下吧。是那位前辈在帮我。
他果然跟掌门师伯一样，是又厉害又善良的好人。掌门师伯竟然变得这么厉害了，不知道师傅和墨门变成了什么样子。哟，小姑娘，今儿要提几桶水啊？来，陪大爷一碗，这水我帮你提了。唇红齿白，做我媳妇儿好不好呀？果然，这个世界上只有掌门师伯不会侮辱我。此处是仙人居所，每3个月过来打扫一次。我老了以后，这里就交给你们了。那咱们3个人都会留下吗？只会留下一个人，那个人绝对是这里最厉害的男子汉。只要打扫屋子，也许就会被修行者大人们看中，到时候成为他们的弟子也很有可能啊！最厉害的男子汉，那一定不会是我了。我赞！修行者大人一定能看见我的努力。这里有只死老鼠，好臭啊，好像死了好多天了。2位哥哥平时最怕这些，以前都是娘亲做这些事，这次不会要轮到我了吧？没想到修行者大人家中也有这种东西。这么臭，肯定要我们收拾干净的。我才不要弄，你去。我也不要弄，这种脏东西我碰都不想碰。这毕竟是修行者大人的屋子，如果放任它继续发臭下去，修行者大人肯定也会难过的。我来吧。就你？你行吗？我行的。我行的。要是忍住不能哭，我可是男子汉。这院子里的活以后就交给你了，小男子汉。那是我第一次被人叫做男子汉。最后一道菜，掌门师伯的桂鱼。公子的手艺一如既往的迷人。哎呀，开吃！今天我要把盘子都舔干净。喂，师兄，这盘子你不许舔，今天这盘子是我的。都肃静，讲道友尝第一口，看看是否合你口味。好。这熟悉的味道，这熟悉的感觉，这熟悉的美妙，很好吃。小秋的肚子都饿扁了，掌门师伯，我也想尝尝它合不合我的口味。吃吧。红烧肉还是掌门师伯烧的香啊！这桂鱼的味道也太绝了吧！不行，我今天要吃10碗饭。哥哥，现在就开始吗？对，月黑风高，正是时候。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清点这次剿灭紫月会据点的战利品吧。这些全都是储物戒和储物袋，里面可都装着每个优秀收刮来的宝物。这一笔一捞，你就是名副其实的小富婆了。还差得远呢，哥哥现在收了那么多杂徒弟，指不定要花多少钱呢。这些事情还是你来吧，我最不喜欢的就是算账。即使是前世，我也不会去记自己的银行卡上到底有几位数，主要是太多了。这是……怎么了，哥哥？魂玉碎片，这么大一块，足够黑庭突破至第2境了。可这东西就这样让黑庭吸收，真的没关系吗？至少现在是安全的。他吸收时，我会替他护法，若有丝毫问题，我自会护他周全。黑庭身份成谜，不知道这一次吸收魂玉碎片，还能不能看见那片黑海。黑庭与冥王之间一定有着什么联系，希望这次让他突破，能有所收获。对了，黑庭呢？这小子太没存在感了，不知道他在哪。先用神识找找他吧。臭小子让为师这一顿好找。快打坐，为师给你寻来了魂玉。这臭小子存在感竟然稀薄到离谱，差点连我的神识都没发现他。师傅是特地为我寻来的。干嘛？你准备拿了这东西去找个地方躲着闭关？不必躲藏，今日依然由为师替你护法，就地打坐。
我是你师傅，跟我客气个鬼啊！打坐，静心。好小子，这转化率挺高啊！一境大圆满，也就是已经到了20级，要突破达成，需要某些特殊的丹药辅助才行。可玉的气息还没有被吸收干净，这架势，这是要依靠魂玉直接破关。这小子是要大力出奇迹，性子里又开始了。我在。您的宗门主线任务壮大末门第2阶段已完成，末门已符合晋级条件，是否晋级？终于来了。帮助黑庭破境的第2个原因，就是为了完成这个升级宗门的任务，必须有3个以上的2境修士。终于晋升了！天亮了！天亮了！这就是光终于晋级了！既然能升8品，以后就能升1品，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被人指着鼻子骂9品了。陆掌门加油啊！干上1品！嘿嘿，今天门派升级，这不干上一波大的师门任务？说干就干！不错，本座的建议终于又要升级了。完成主线任务，奖励剑道资质1点，经验值20万。您是否使用建议升级券？我若是现在就选择升级，恐怕会引起不小的波动。再忍忍，如果这时候被人察觉到黑庭的不寻常，不是好事。拽可以，但是得有脑子的拽。既然不能升级，那就再看看别的，比如末门还差多少能进阶为7品宗门？末门主线任务壮大末门，晋升7品宗门需满足以下4个条件。好家伙，直接完成了3项。最猛的是，咱们门内居然有4境以上的修行者。肯定是他，这丫头到底藏了多少？我现在是第2境大圆满，只要突破，条件2就能变成2/5。接下来就是要敦促弟子们了呀。还在攀升，这小子吸道具就能升级，分明拿了个爽文剧本吧？哼，也对，毕竟他师父是天选之子，天选之子的弟子可不就是爽文男主吗？这小子运气真好，人在家中坐，卦从天上来。有没有哪里不适？上次那个冰封下的声音，这次还有听到吗？啊？那便好，早点休息。为师还有事要忙。你想问你能不能帮上忙？这个忙可不用你帮。你这个弟子都突破到第2境了，为师自然也该破境了。啊！师父突破第3境了！还没完呢，在破境的同时，建议升级券我也用了。啊！师父他建议4层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啊？上面要下剑雨了吗？屁！这明明是异象，下什么剑雨？好家伙，不会又是陆掌门在搞波大的吧？此等特效大片得赶紧录下来，发到网上，我必火呀！哎，对，快录下来，100%是陆掌门引动的异象，嘿嘿，咱们末门又要大火一波了。哥哥又突破了吗？这不像破境产生的异象，我也没见过这样巨大的异象。他的实力越来越强了，可即使是我突破6境，也不可能引发如此巨大的异象。古树前辈的话，正在逐渐变为现实。陆道友，恭喜！第3境界达到剑意第4重，我也算是古往今来第1人了吧？你想出鞘？好啊，满足你，那就出鞘吧！快看末门那边，末门又出异象了！啊，一剑之位，恐怕咱们整个门派也接不下来，开派祖师复活才有可能。那岂不是只要咱们好好修炼，也能达到那种高度？
哇，开派祖师行，那我们肯定也行。我大庚金门果然是个隐世强大的宗门啊！这群傻小子，开派祖师可是天之骄子啊，而你们的资质不过是大门派淘汰掉的平庸货色，怎么可能达到开派祖师的高度啊？唉，就让他们活在幻想中吧。老夫年轻的时候，又何尝不是做过天下无敌的美梦呢？这墨门陆朝歌真是越来越强了，咱再不跟他们发展些交情，恐怕未来就攀不上了。现在不是已经高攀不上了吗？就咱这点姿色，别人完全不想跟咱发展成广报之交啊。最近不知为何，有些怕遇见陆道友的妹妹，真是奇怪。最近不知为何，看见蒋姐姐就有点讨厌。明明她救了哥哥，我应该喜欢她才对啊。来了。哥哥可是已达剑意4层。是，的确略有所感，便达到了第4层。陆道友，你到第3境了？顺便把境界也给一起突破了。略有所感，直接剑意第4层。顺便就破了一个大境。恭喜掌门师伯破境。今天高兴，给大家加2个菜。那我要吃4碗饭来庆祝掌门师伯破境。小秋真是言出必行，连饭他是真吃啊。我来了。来啦！我有些忙，现在才找到空来见你。喏，给你带回来的紫乐章。好多啊！1、2、3、4，给我这么多紫乐章，你要几部剑法和功法？啊？我要多少你就给多少。什么？你刚刚说什么？来了，经典间歇性马冬梅式失聪，你自己看着来吧。我需要一些比较基础的剑法，还有诸如防御类的、身法类的术法也都可以。现在墨门沙雕玩家那么多，对低阶技能书需求可是很大的。基础功法呀，那好啊。这么多，你把你的基础功法全拿出来了？很多吗？这种小玩意儿，我还有很多很多。好家伙，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古人真不起我。这些紫乐章换200本基础功法。耶，成交！这次发了。嘿嘿嘿，走啦走啦。哎，等等，我还有东西，你看你认不认得？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他死了。是不是废？我知道，沈卓，他的心性只是个孩子，他可能只是一个1万来岁的孩子。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但上面的东西好像是用异兽的精血绘制的，不过精血已经失效了，上面还残留着奇淡的神魂气息。再过几天也就彻底消散了。这个东西来自妖姨的背部，是谁用精血画了这么个玩意儿，再贴在她背上的？而且后续她变身成为了赤霄，那就不是贴上去，而是寄生了。这算什么？人造异兽，还是说给上古异兽起死回生？紫月会如果有了这种本事，那可真够逆天的，简直跟老子一样开挂。可惜紫乐章收集一大堆也没有新的提示诞生，系统估计也觉得我知道的太多了，不给提示了。哼，不过还好给了一个紫月法坛的坐标。法坛会不会与这皮质有关呢？系统提示要50级后组队前往，现在估计过去也是送。这个月是不是又该？哎呀，知道，每个月1次的掏空身体。惊喜！喂，注意点，你吸其他的血没用。辛苦你啦，我满足了。你快回去吧。你
现在的样子真的很像沉迷我身子的无情渣女呀！感觉身体被掏空，哎，终于回来了。我还以为得倒在半路上，被某个路过的女妖修捡尸。今天就这样睡吧。冲冲冲！再嗨一点儿，谁嗨得高兴，我就给谁小费最高。呜呼！阁主又在看墨门的讯息了。陆朝歌最近又做了不少大事，早知如此，当初去墨门就该更放荡一点。万一真能跟他发生点什么呢？突破引发天地共鸣，天地异象的覆盖范围高达方圆100里。我是天道之首，他是对弈者，故意引动这些异象，莫非是天帝在为其造势吗？不应该，不应该！我才是天道之首，他算什么东西？可墨门最近从10个人的小门派，变成了上千人的大门派。陆朝歌也接连突破领悟剑意，这都不是小门小派能做到的事情。陆朝歌，看来和你碰面这件事得提上日程了。在我完成这次天道授予我的提示之后，我会亲自来找你的。让我瞎掉一只眼睛的仇，我可没忘啊！据说陆朝歌的启灵还是水之力，水之力啊，那可是个好东西。玄机，在。阁主脸色如此难看，莫非他现在就要去找陆朝歌的麻烦？两虎相斗，必有一伤。那我岂不是可以趁陆小哥受伤之时，嘘寒问暖，投怀送抱？老夫要出去一趟，你继续把墨门与陆朝歌的情报搜集仔细，不要放过任何一点细节。啊！等到老头真跟陆朝歌起了冲突，我要是带着天机阁的信息与资源投奔陆朝歌。玄机，这次斩杀天机老人，你可是头功啊！他一定会报答我的吧？陆朝歌，你虽然拔掉了本座的棋子，但是你不可能拔得完。老夫已经在期待下一颗新的棋子了。传说万物生灵都有一道自己的龙门，越过之后便可化身为龙。有一种人，他们寻找化龙的规律，祝有几率化龙的生灵越过那一道龙门。这种人被称为木龙师。射得真响，都日上3竿了。好久没有窥屏了，不知道这群世界主角们又聊些什么呢？
人切磋的个性，恐怕也不是个善茬。这家伙不会是春秋山的那个小东西吧？蒋心元是师说，而春秋山的功法放大了那家伙的欲望，完全符合。老铁们仔细看，这个就是墨门陆掌门亲自离出来的大凤。这一剑据说有小型核武器的威力了，换咱普通人，直接一刀嘎嘎死一片哦！你个小黑子，说完没有？说好这里每个人播5分钟，你已经超时了。是，让开，3秒了，把那小子架走！不能光让他一个人蹭热度。别跑！老铁们听了，今天必须给你们直播个痛快！你们看这个山鬼谷，鼓鼓的、圆圆的，很丰满，然后中间则有一条缝隙，不愧是陆掌门这种实力的天选之子展出的痕迹啊！家人们，你们好吗？别忘了加关注啊！我是爱坤的小黑子，你们记得叫我黑子就行了。可以呀，这一剑猛的哟！这一剑，咱宗门里除了蒋师叔以外的所有5境修行者都接不住。那我去墨门找陆昭哥切磋的想法，会不会不太好啊？可是明天姚树林的胭脂、迪奥的香膏、香奈儿的橙汁，我都想要哦。但是，上次为了买世界锻造名店苹果的枪头保养蜡，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哎呀，看来这次墨门之行不去也得去了。女孩子要对自己好一点，想要的东西就一定要买到。穿起来，穿起来，让大家都知道我即将做的大事。呜呼，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撒，我继续撒。4大圣地之一的春秋山圣女约战墨门掌门陆昭哥，这真的吗？看样子是春秋山圣女要挑战咱们青州最强新星啊！一个是剑道新星，一个是枪道圣女，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既然不好说的话，那咱们开个盘口。你可真是个天才！老板，我买春秋山圣女。青州人挺青州人。嘿嘿，对不起啊，陆掌门，这次要你小小的配合一下我的计划，就当我欠你墨门一个人情，我会记在心里的。洛冰姑娘呀，出落的是越来越漂亮了。今天来买些什么呀？最近我好像感觉贴身衣物有些不合身，不知道老板娘你这里……那洛冰姑娘你可来对喽！来，咱们进去里间。二牛，你腿没事吧？哎，别管我，只是骨折罢了。快去赌房，帮我买上10吊钱的陆掌门胜。他们在提公子的名字啊！罗宾姑娘，你还没看呢。春秋山圣女与陆掌门切磋，我要买陆掌门赢。傻不傻？陆掌门虽然天纵奇才，但是她毕竟是春秋山的圣女啊，我买圣女赢。春秋山圣女找公子切磋，赌方甚至都开了盘口啊！这是怎么回事？得马上让公子知道。陆道友这几日可是遇上了什么好事？蒋道友为何这么说？陆道友平日忙碌，若不是遇上好事，为何会来找我饮酒？原来这小妮子在生我气呀！怪我许久没来陪她。不好了，公子不好了！公子，山下有人在发这种传单，在造您的谣，生您的事。蒋前辈也在啊！春秋山圣女赔钱钱，要我切磋？啊？就这，春秋山圣女要跟我切磋，这算什么大事儿？不只是如此，山下所有赌坊，包括4州县城的赌坊，都开了盘口。如果您输了，那岂不是在青州人尽皆知？你觉得本座会输？掌门师伯在洛宾心中是天下最厉害的修行者，即使对方是剑尊，我也认定您一定会赢。但是洛宾会不自觉地担心掌门师伯，对不起，是洛宾失礼了。陆道友的弟子们
倒是对她敬重有加，但为何我总觉得这位姑娘总是对朝歌有些异样的情愫？得注意一下她，不能让她跟朝歌走得太近。对于此事，你怎么看？胡闹！即使是圣师弟子，也不应该来墨门放肆。那他真来了呢？那我绝不轻饶。无妨，他若当真前来，本座自会指点他一二。何况赌坊开了盘口，不赚个盆满钵满，有点说不过去啊！哼，果然被我猜中了，他就是玄。或许他们4人之间早就猜出了各自的身份，他才敢如此大胆自爆吧。裴浅浅的小妮子，被功法放大的欲望太古怪了。表面是爱财，但实际上根本不是。她放大的是购买欲，这种欲望太奇怪了。这次压多少自己赢比较合适呢？哎呀，头疼！一会儿还得去找一趟小梨子，毕竟墨门的财政大权在他手里。虽然我也有私房钱，但这个时候明显可以用公款的嘛。看来我要发了！岳师兄，这里的桂鱼可是闻名青州啊！这次要不是师门任务，不知道何时才能吃到。兄弟，听说了吗？春秋山圣女裴浅浅约战墨门掌门陆朝歌的事情。陆师兄和裴浅浅约战？啊？陆掌门和春秋山圣女要打起来了？这事儿早就传开了呀！青州各大赌坊都开了盘口，我还押了20两银子赌陆掌门赢呢。师兄，你咋了？这鱼做的不好？裴浅浅挑战陆师兄，不行，不可以！陆师兄的挑战者只能有我一个。走，师兄，咱去哪儿？去墨门。现在鱼还没吃完呢。那你就待在这儿慢慢吃吧。师兄，小二，大王，岳师兄，我们可是有师门任务在身，这样改变路线恐怕……无妨，有任何处置，我于越一人承担。好吧，不过咱们现在去墨门做什么？去围观陆掌门和裴浅浅的约架吗？不是围观，不是围观。传闻裴浅浅在枪道方面极具天赋，乃是千年难遇的练枪奇才，其根骨悟性皆不在于岳师兄之下。这次的墨门约架要变得热闹了。这已经不是我能参与的战斗了，做个观众还是可以。这桂鱼可真香啊！发酵了好几天，这件事情已经成为天玄界里最大的热点事情了。整个论坛都在讨论这件事，青州玩家自不必说，许多北州玩家也纷纷加入了这场世纪之战中。身为天玄界当红主播兼墨门杂役弟子的我，如果放着这个热度不蹭的话，未免有点太说不过去了。一群舔狗，真以为一架飞机有什么了不起的吗？只有他配得上我。身为墨门弟子的我，一定目睹朝歌的光辉时刻。还是无法进入内门山峰吗？哎呀，我花重金买了系统里最好的录制道具，可这大门都不开，这可咋录啊？要是陆掌门和裴浅浅在里面打，我可就真的血本无归了。陆掌门是不是根本没拿我们当自己人呢？是啊，身为墨门弟子，连这场比武都看不见，那还算什么墨门弟子啊？唉，做了这么久的师门任务，我还连陆掌门的真人都没见过呢。不行，不能让他们这样士气沮丧下去。咱们可是墨门弟子，怎么可以去怀疑身为一门之主的朝歌呢？各位，陆掌门绝对不会辜负我们的。我们一定能看见这场世纪之战。你怎么证明？难道你能进退山？你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困在这外山里？我看你就是在自己脑补。我怎么办？这群人根本无法安抚下来。各位，你们看看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那是陆掌门的好感度，那小子竟然获得了陆掌门的好感度，我不是在做梦吗？你们没有看错。这就是陆掌门的好感度，整整5点。身为被墨门选中的弟子，你们竟然在这里质疑掌门大人，你们好意思吗？可是
我们只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信任陆掌门，他一定不会忘记咱们的。陆掌门万岁！需要有人推波助澜。这群家伙，气氛都烘托到这个点了，咋还不跟我一起喊呢？让我一个人这样尬住很好玩吗？陆掌门万岁！这场世纪之战，我们一定会亲眼看见的。陆掌门万岁！你这妹子不错啊，不会是缠我家掌门身子来的吧？哎呀，都这么久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啊？今早感知到他的境界有所松动，天地灵气都在向着他的房间涌来，可迟迟没有突破进入第6境。炼体流的战斗力夸张，越阶挑战非常常见，但对应的就是突破非常困难。前世的他一直未曾突破第5境，不知为何这一世竟然这么快就要突破了。莫非这也是我穿越进这个世界带来的蝴蝶效应？可如果他突破到了第6境，那我要破他的防，岂不是更加困难了？如果在某些关键时刻却破不了防，那玩笑可就开大了呀。要不我也升个级？升了！你们快看，墨门山顶被雷劈了！何方渣男在此发誓？呸，是何方道友在此渡劫？这么强烈的灵气漩涡，他身上的衣物应该承受不住。如果我现在推门进去的话，也许会在他羞愤之间损失一个复活币吧。那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真投币观看？出来了。道友，谢道友为我护法。前世都没有见过师父有如此打扮，果然他真的就刚好长在我所有的审美点上。我还存个屁的经验，经验就是拿来升级的。我要升级，我要破防。道友不必客气，是我自己愿意。自己愿意吗？那道友不如陪我喝点，不醉不休。乐意之至。以我的酒量，道友怕是要破费了。今天，我将做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铜钱啊铜钱，我的命运就绑在你的身上。道友，别客气，喝得快才能帅，这不是你说的吗？好，喝。今天的师父好奇怪，他仿佛是在故意要将自己喝醉。我们玩点有意思的，正面你喝，反面我喝，如何？可以。不过许多时候，我们喜欢抛掷铜钱做选择，但其实，在抛出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已经做出了选择。在抛出的时候，就已经做出选择了吗？有划痕的这一面朝上，那便经验就告诉他我的心意。如果没有，那就再等等。是正面还是反面呢？有划痕吗？该我喝，看来我的运气不佳呀。我真的要再等等才告诉他我的心意吗？他说，在铜钱抛掷出去的瞬间，就已经定下了心意。看来，天意也和我想的一样。大好的银月色，不喝点酒就可惜了。说得对。蒋道友怎么突然这样盯着我？道友可否为我解惑？情为何物？前世的师父也问过我一模一样的话，而今这一世，他也问出了同样的话。前世今生，在此刻仿佛重叠。我倒不知情为何物，我只知道，一个人心中没有喜欢的人的时候，就是他最酷的时候。这是我第2次对你说这样的话。原来
如此。可是，小心！可是道友，我现在一点也不酷了。道友其实也可以不用给我答复的，道友最好当做我没有说过。灵酒喝多了是胡言乱语，让道友看笑话了。真睡着了？告白完就秒躺，你好像在玩一种很新的告白方式。这么香艳的场面，换了别人可就真把持不住了。哼，聊是妙语连珠，喜欢是支支吾吾，咱们可真是应了这句话。晚安。没想到我竟然也会刻意去保护一个女生的名声，看来我自己也陷得深沉呀。我突然想起了一首老歌：风花雪月不肯等人，要现便现吻。天亮了。我昨晚做了什么？他都听见了，怎么办？要逃吗？离开墨门吗？即使要走，我也要听见他的答复。可如果他的回答不是我想听见的那一种，我又该怎么办？蒋心妍，你真的愿意就这样拖着吗？总要有个结果。朱雀果树，那果子是开了灵智的朱雀果树所结。他说春眠酒加朱雀果汁液会更好喝，原来他记得这是他送给我的吗？那昨晚喝了这么多酒，早上起来就喝点粥吧。我昨晚好几次想说话，可是有个人呐，总是打断我，自己稀里糊涂的把要说的都给说完后，居然就醉了。看见那颗朱雀灵果了吗？看见了。那果子是一棵开了灵芝的朱雀果树送我的，我看见它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你。想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意识到，糟了，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当真危险。危险吗？可我还是想明白了，看那儿，我心在树上，你摘便是。我心在树上，你摘便是。只要摘下他的心，从现在开始就属于我了。我摘下来了。那坐下来，喝粥吧。好。我很好奇。好奇什么？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了？你就那种。我知道了，那你想叫我什么呢？我不可以再叫你道友了吗？当然可以，你想叫什么都随你。干黄黄的糕点真的是太好吃了，香甜软糯，真的是好吃到我的心肝上了。就是不知道师叔去哪儿了，明明就在青州，怎么也不来找我呢？哎呀，算了，总是能找到师叔的。这次我的关键任务还是在跟陆掌门的切磋上，毕竟我可是全部身家都压进去了。我的可爱宝贝们，还等着我赢了切磋回去收他们呢。怎么有这么多人？ 1号摄影师已就位，
2号摄影师已就位。射个头啊！万一人家去单清风打，咱就都白等了。你们觉得陆朝歌会赢吗？陆掌门怎么可能会输？重点在于多久解决战斗罢了。好，好，不愧是林老大。一般一般。资料上说，墨门属于剑宗下属300宗门中的下百门末流，居然能有这般盛况，甚至还有人觉得他会胜我。哼，好，那本圣女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沟里的泥鳅赢不了海里的龙。有股跟你比较相似的气息进入丹青山了。是裴浅浅，道友，真不用让我赶走他吗？这死孩子，竟敢来打搅我的好事，得好好收拾他一顿才行。无妨，花不了多少时间。啊，他怎么也来了？在下剑宗雨月，想必姑娘便是春秋山圣女裴浅浅了吧？剑宗鱼月，要不是看你长得不错，敢拦本圣女，必须先跟你打一架了。初次见面，请多指教。玄，他的口型是玄，他知道我的身份，那他就应该是天。鱼月，剑尊剑士，这个世界唯一的无暇剑体。好家伙，我直接一个好家伙，他怎么也来了？要随我一起去吗？这臭小子，我可是押了不少钱，想坏我好事吗？想被打歪头了是吧？本座这就来成全你。鱼月师兄，浅浅此番前来是向墨门陆掌门讨教的，等我切磋结束再来找你。请让一下，鱼月师兄。巧了，在下此番前来，也是来寻陆掌门讨教的。你也是来切磋的？鱼月居然也来找陆掌门切磋，这是要争夺青州剑道第一新人的名头吗？这下更好看了呀！这可是大事件，不管了，我要发帖，我要缠死其他州的玩家。我要是打不起来，直接就倾家荡产了。不行，我还想买翡翠仙龙玉，还有暖血胭脂绒，还看中了琉璃避风珠。那好啊，那鱼月师兄拦在此处是想怎样？陆掌门毕竟是一门之主，想必定是宗门事务缠身，不如你我二人先决出胜负，胜者上门讨教，败者便不用浪费陆掌门的时间，如何？这意思是不过你这关我还见不着陆掌门啦？这人真是不讲情面，初次见面就搞事情啊！正是，于月这小子长大了，已经学会骗人了。我这种甩手掌柜哪里忙啊？但如果裴浅浅赢了还好，要是输了，赌方可是会判平局的。那时候我没法给东篱交代那些银钱零食的去向了。等我片刻。给我让开！我不是来找你的。赢了我自然就让开。都住手！陆氏，掌门。陆掌门。传闻陆掌门容貌甚美，犹如画中仙灵凡。这传闻竟然是真的！都是来求教的。于月喜欢装不熟是吧？我成全你。是。一个45，一个44，大差不差，再升个几级也不是不能打。不过，两个人都是世界主角，可能不会打得那么轻松。你们二人既来向本座讨教，将以何种形式？于月听闻，陆掌门剑意造诣非凡，特来讨教剑意，望能以同一境界进行比试，力求借此能有所悟。压制同一境界，那我靠境界压制的作战方法岂不是没法用了？那你呢？俺也一样。哼。
我也是春秋山圣女，压制境界也不一定会输。好，近期墨门事务繁忙，本座也没多少闲杂时间，不如你们2人一起上吧。你们听见了吗？陆掌门要以一敌2，真不愧是咱掌门。就算是剑尊剑士，春秋山圣女又如何？我陆掌门天下无敌。天下无敌吹过了呀，这种话过几年再吹。不过，本座的颜值确实是天下无敌的。陆掌门有这么大的自信？果然，这是只有陆师兄才说得出口的话。不过如果2个人一起跟陆掌门切磋，赢了的话，赌场会认吗？要是赌场不认的话，你们2打1，我们赌场不认。如果赌场不认的话，那我不还是破产了吗？哎呀，这打不打还有什么意义啊？陆师兄只能是我一个人憧憬的目标，如今多了一个裴浅浅，这算怎么回事？如果朝歌师兄赢了我俩，那还好说，但如果朝歌师兄输了，朝歌师兄的心气被打没了，那对他以后的修行可就是心魔了。不必多想，如果你们2人联手可以将本座击败，本座自会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给你们单独请教的机会。只要赢了他，就有和他单独切磋的机会。一定要赢了陆师兄，这样我就可以单独请教了。哼，一定要赢！只要赢了，我的赌盘就能重开了，那就得罪了。请陆掌门赐教。那么，开始吧。哇，掌门师伯要1打2耶！小师妹，你可知那女子是何身份？什么身份啊？春秋山圣女，和剑尊剑士齐名的存在哦。哦，春秋山圣女，剑尊剑士是什么？小师妹，在掌门师伯成名前，咱们青州年轻一辈中当属于越为第1人，而这个裴浅浅在北州的地位堪比于越。哦，那掌门师伯要是赢了他们，岂不是就成了2州第1？好像也没说错。我以后也要当2州第1。好像有种见到了小掌门师伯的感觉。他总是这样意气风发。蒋姐姐，他应该已经知道我和朝歌发生的事情了吧？蒋姐姐，你觉得哥哥能赢吗？他一定会赢的。明明他的境界比我要低，可此刻怎么有种被他压了一头的感觉？来了来了，开始了开始了！我一定要好好记录下来。话说回来，要是陆掌门赢了，是不是代表着我们青州的玩家比北州的玩家要强啊？哼，陆朝歌，他就是我心目中唯一那位驾着七彩祥云的男子。如果非要嫁人，我只会嫁给他。你们既要与本座同境而战，那么本座希望你们打起12分的精神，也不要羞于联手。若是单打独斗的话，10息之内，你们必败。哼，看招！接好了，普通攻击之简单一剑，加剑意4层加生生慢，这一剑叠了3层 buff， 看你们接不接得住。嗨！哼，这陆掌门也太瞧不起人了。为了我的身家，我也要赢！朝歌师兄，你到底成长到了何种地步？请让我看看。交手了！这种级别的战斗真是神仙打架呀！谁会赢呢？你们快看，有人飞出来了！这是怎么做到的？这不应该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剑意第4层，第3境1重天，竟然修成了剑意4层，太强了吧！
真的是下百门的掌门吗？跟盛世切磋都没有这么大的压迫感。哼，他这枪漏电呀！想当初我那游戏账号也是春秋山的一员，不过我是枪出如龙，枪枪出水，跟他大不相同。可惜啊，那已经是我回不去的青春了。你们听见了吗？剑意4层。听见了，怎么了？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打开你们的属性栏看看，升级到剑意第4层需要多少经验？我刚才已经算过了，1500万！如果陆掌门是玩家的话，他光是花在剑意上的经验值就高达1500万啊！1500万！我的天哪！我现在满打满算一天能赚2000点经验值，那么我需要7500天就可以攒到1500万经验值了。换算过来的话，仅仅只需要20年，20年后我也能剑意第4层啦。算得真好，下次别算了。你的数学真好。原来，那就是传说中的天之骄子啊！尔等小心，本座要认真了。啊！又来了，居然还出声提醒，咱们不是切磋吗？不要硬接，分散开来，让他无法集中攻击。好。联合起来了，哼，有趣，但也只是有趣罢了。是朝歌师兄的水之力，他想阻碍我的视线。怎么，他还能操纵云啊？给我破开，都给我退开！好快！我的头发！接好了，这一剑。星剑是直接对精神进行攻击的招式，两人都没有突破5境，无法抵挡瞬间失神。看来已经结束了。看来胜负已分。没到最后一刻，胜负都还未分。那两人可是青州与北州的第一新星。确实，我这是怎么了？怎么老觉得自己被他压制着？哦，那两人好像连还手之力都没有。这就是陆掌门的压迫感吗？胜负已分啦！哦，有意思，不愧是剑尊剑士和圣师弟子啊！朝歌师兄的心剑确实厉害，连我都心神恍惚。但咬破嘴唇脱离恍惚就没什么了不起的。好险，差一点身价都要赔光了。为了身价，我也要战斗到最后一刻。再不动用些底牌，这场比试在下一个照面时，我们就输定了。看来下一剑就是决胜负了。发生什么了？我没看清。啊！点到为止。若是刚才他是否微弱剑气，我就已经被割喉而亡了。原来他这么强呢！我的身价，那么多想买的东西，那么多钱，那么多零食，他这一指把我搞破产了。朝歌师兄也是修习的生生慢，我也是修习的生生慢，为什么我们俩完全不同？他的剑比我的要更加的霸道，莫非我与朝歌师兄对于这套剑法的领悟完全不在一个层面？那一指，那点到为止的一指，击中的哪里是他们的脖子，而是我的内心啊！赢了，朝歌赢了。江姐姐，你似乎对于哥哥赢了裴浅浅姑娘很是开心。
虽然我是春秋山执事，裴浅浅是春秋山圣女，但她赢了，我就是开心啊。到此为止了，得赶紧让他们去各大赌坊收菜了。哼，这一波就给小家伙们攒了大量的资源了。陆掌门，请等等。哦，陆掌门的生生慢，可是也领物资剑碑。一口一个陆掌门，这小子看上去似乎又想歪头了呀。真不把大哥当哥是吧？是。果然是这样，果然，朝歌师兄，他。你的剑不用出鞘吗？不必，本座无剑在手，这样你才能领悟到更多。是吗？我男人都不会拔剑，他会不会有危险啊？臭不要脸，他是我男人！都闭嘴，他是我男人！都闭嘴！我男人要动手了，谁再吵一句，我就跟他势不两立！陆掌门来了！你败了，我输了，就这样输了。就这，结束了？啊，好快啊！我都还没进入状态呢。以小鱼月的心性，这点挫折能击倒他吗？谢陆掌门指点。果然，这才是身为世界主角的愉悦。你们二人都随我来吧。是。陆掌门，我也在啊！是我呀，剑宗真传弟子陈潇啊！今天想必各位都看见了，初代剑尊的传承就在咱们掌门身上。没错，大家都看见了。那你们说，如果我们在末门一路进阶，从杂役弟子成为外门弟子，再从外门弟子成为内门弟子，有没有机会学习到初代剑尊的传承技能？兄弟，你可真是个天才！初代剑尊，我熟读过天玄的介绍资料，对他还是有一定熟悉度的。传说他是天玄界最后一位第9境的修行者，在他之后，天玄再无9境，是真正的天之骄子。第9境最后一位，那他的传承还不得直接起飞啊！没想到我小小8品末门，竟然水深似海。如果能学习到他的话，日积月累，等到级别变高，我就会跟这些家伙拉开天大的差距。那以后的天玄就是我莫不秀的天下了。我现在是唯一拥有陆掌门好感度的男人，那习得此传承的必然是我。陆掌门看我的眼神明显和其他女玩家不同，我绝对是最特殊的那一个，那传承一定是我的。蒋师叔，你怎么在这里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完了，这眼神怎么这么熟悉啊？这是在说私底下我在收拾你啊！这次钱输光就算了，还要被师叔教育，真是人财两空啊！算了，就这样吧，我就这样当一具活着的尸体吧。
人间不值得。朝歌师兄，多日未见，别来无恙。叫本座陆掌门。朝歌师兄说的哪里话？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怎可如此生分啊？你过来。哦，朝歌师兄怎么？朝歌师兄，刚才不还在喊陆掌门吗？这两人的关系……人前陆掌门，人后叫师兄，可以啊你，头给你打歪。他居然伸手打了剑尊剑士，被打了居然还在笑，他还在笑啊！这个男人身上究竟是具备着什么，能让剑尊剑士都对他这般心服口服？这感觉就像他是愉悦的长辈一般。回去。是。不好，他看我了。他怎么一直看我啊？是在等我说话吗？好强的压迫感啊！明明境界比我低。陆掌门，可是有话要与我说？只是想告诉你，无需拘谨与见外，也不用叫我陆掌门。按道理来说，你其实该叫我一声陆师叔。拿手指戳破我就算了，破产也就算了，比试2打1都输了，很丢人也就算了，怎么平白无故还成了我师叔了？蒋师叔，身为春山执事的你，不觉得这事儿很奇怪吗？快表个态呀！点头。蒋师叔竟然在点头！蒋师叔，你点的什么劲的头啊？这陆朝歌究竟是何方神圣啊？我叫裴浅浅，春秋山圣女，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但是最近我破产了，同时我还发现了一个特别复杂且看不透的男人。没错，就是他，洛门掌门陆朝歌。这个人自称是我的师叔，而且蒋师叔还没有任何反驳的意思。种种异常让我从中嗅到了一股神秘的味道。蒋师叔跟着陆朝歌一定有猫腻，不然他为什么会在墨门？不然他为什么身为春秋山执事却不反驳？哼！区一个剑宗下属宗门的掌门，凭什么做我的师叔？我去，这根本不是猫腻，这是奸情啊！在门内以高冷出尘著称的蒋师叔，竟然跟墨门掌门陆朝歌有一腿。要不是亲眼所见，我根本不可能相信。哎呦，可看蒋师叔的表情，他似乎还很享受的样子。哎呦，这可就没办法规劝蒋师叔了。要是我去劝说的话，说不定不会成功，还会被蒋师叔一顿暴打。哎呦，得不偿失，得不偿失。但就这样让蒋师叔被那家伙骗走吗？难道身为春秋山圣女的我，就不能做出丝毫的反抗吗？有了，从今天起，我要在墨门白吃白喝白住，把逝去的蒋师叔狠狠的给吃回来。区剑宗下属8品宗门，哼，能有什么好吃的？哎呀，我还是太天真了，竟然想靠着吃点东西。姐姐，你不饿的话，能把你面碗给我吗？哼，谁说我不饿？我只是觉得这些东西跟我春秋山圣女的身份不
不匹配罢了。这也太好吃了吧！我的天哪！小秋也要吃饱，我要吃垮我们。浅浅真是个有趣的后辈。让你见笑了。原来是这样，我终于搞清楚为什么蒋师叔会喜欢上他了。蒋师叔放大的可是口腹之欲，这陆朝歌对他而言分明就是知己啊！哎呀，不过这陆师叔人也不赖嘛，尤其是……来，拿着，这是师叔的见面礼。尤其是陆师叔递出大红包的时候，哎呦，那一刻他真是好看的逆天了。陆师叔啊，陆师叔，你可知不知道，蒋师叔当初可是咱们宗主都没有拿下的女人，现在被你拿下喽，你可真厉害！如果让蒋师叔带陆师叔回宗门的话，那时候宗主脸上的表情一定会非常的有趣吧？不可思议，不敢想象，朝歌师兄和蒋道友竟然……蒋道友可是我师叔辈分，那以后我以后该怎么称呼朝歌师兄呢？小鱼月，从今天开始要叫我师叔了哟。掌门师伯，山下各大赌场所赢的赌注全部在此了，合计一共赢了20多万枚灵石，与大量不可计数的金银。很好，本座心情不错。东篱长老尽管支取一笔，去购买灵药、药液等有助于修行的东西，每人再去置办一身奢华衣物。除了这些所得，我的声望值也在疯狂上涨。这裴浅浅可是帮了大忙了，接下来该发挥一下愉悦的作用了。冥王之剑的事情也该推进推进了。他身为青州世界主角，应该多少知道点什么。朝歌师兄，我师门任务在身，已经逗留了2日，不能再拖延了。还有人记得我已经在外面等了2天了吗？等等，跟我过来。朝歌师兄，是有什么事情要交代吗？你对冥王可有耳闻？冥王，似乎曾在何处见过这个名字。果然跟我想的一样，身为青州世界主角的他，肯定会有一定的线索。要是按照设定来看，甚至应该由他带领玩家们攻克主线剧情。我记得之前刚开启的时候，这个进度是6.7%。好家伙，在这么多玩家的努力下，竟然进度暴涨了0.2%。这群玩家可真给力呀！朝歌师兄，我在宗内的确有看到过与冥王相关的典籍。朝歌师兄应该知晓，万物在死后并非彻底的湮灭，而是会有气息残留于天地之中。这个自然，万物死后的气息，如果受到某种牵引，还会生出鬼怪，吞噬周边死气，壮大自身。如果放任不管，就会形成鬼王，为祸一方。正是如此，典籍记载的冥王，便是史上最强大的鬼物，它曾是上古浩劫时最大的灾难之一。冥王曾是上古浩劫时的灾难，也是史上最强大的鬼物。这种解释倒是合理，不知典籍里有没有记载更多，比如攻略方法之类。典籍里还说，他实力已达第9境，可操控死气，制造鬼怪。操控死气，制造鬼怪，还有其他的吗？这能力简直就跟末世小说里的本源丧尸一样，不断下载生小鬼。典籍只记载了这些，只说冥王最后被青帝所杀。又是青帝，最近有关青帝的传说似乎很多，那小供奉似乎也跟青帝有几分关系。
对了，朝歌师兄，虽然我对冥王的了解不多，但我在2个月前于一处秘境内得到了这个东西。这是魂玉，这么完整，这么大。这是你在秘境里随意发现的？对，只是路过秘境觉得好奇，随意探索，只发现了这个。呵呵，好家伙，原来世界主角是这个意思。跳崖得秘籍，随意探索就搞出半颗魂玉，你们这哪里是老天爷赏饭吃？你们这根本就是老天爷在喂饭。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不是很清楚，只是感觉这东西死气充沛且格外邪异，想来或许与冥王有关。孤陋寡闻了吧？这东西叫魂玉。朝歌师兄对这东西很了解。不出意外的话，这魂玉便是冥王死后的残留之物，但它们大多是破碎的，以碎片形式存在。像你这颗半球状的，倒是少见。朝歌师兄，那它究竟有何用？若被鬼怪邪祟吸收，可使它们壮大自身；若活人吸收，也有可能会从中获得可怕的力量。但是，这股力量是不可控的，会使人堕入鬼道、邪道。啊，那必须将其摧毁！这等至邪之物，就不该留存于世，该永绝后患。哼，粗鄙！你以为这样就能摧毁它？啊，不是破坏它即可吗？你若是一剑斩碎，死气外泄，到时必然为祸一方。更何况，用你最强一击斩向它试试。可那样不会导致死气外泄吗？你尽管尝试。怎么会这样？此物摧毁极难，外力根本无法轻易摧毁。但我墨门正好有秘法可以将其毁去。朝歌师兄，你摧毁它时，可会负担太大？无妨，你别忘了，此物至邪，会为祸人间，一切都是为了天下苍生。朝歌师兄大义，日后如果我再获此物，也都拜托朝歌师兄了。你且去吧。是。朝歌师兄深明大义，乃是我辈修行者的楷模，我定要找到所有魂玉，不让他们流毒世间。这么大一颗，会不会把黑鼎给塞爆？也许以后这么大一颗的还不少。拿世界主角当工具人，我应该是唯一一个了吧？吞下我，吞下我，吞下我，吞下我。此物惑人心神之力，确实厉害。这世间恐怕只有黑庭一人有吸收它的能力。虽说于越心性不错，但黑庭的事情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我相信于越，但我不相信这个世界。对了，要拿世界主角当工具人搜集魂玉，似乎我那个木牌里的引路人身份也还可以使用。毕竟天玄四周里主线剧情都与魂玉有关，也许到时候于越还能给我当托。世界主角又当工具人又当托，不愧是我。黑庭吸收了这半颗魂玉，突破3境估计轻轻松松。那时候距离晋升7品宗门就只差2位了。洛冰和莫东方现在是最佳人选。他去山下采购灵丹药液，此时应该回来了才对，怎么没见他来跟我汇报？且用神识看看他到了何处。那是他给我采购的新衣吗？他怎么在我的屋子里？公子穿上这件衣服一定会很好看吧？如今公子已经和蒋姑娘有名分，门当户对，我出身卑微，郎才女貌，神仙眷侣。公子，少女情怀总是诗啊。我本就配不上公子的，我出身卑贱，蒋前辈比我更适合公子，这样的我，只要能
远远看着公子就足够了。出身于酒楼的他，比常人都要敏感一些。毕竟他从小就要学会察言观色。我好像并没有为他特意做过什么吧？还真没有。所以，他到底喜欢我什么呢？是公子的气息。哎呀，今天可真累啊！还刻意散发气息，重新走一次回来的路，我可真体贴呀。公子，哦，你怎么在这里？衣袍做好了，刚给公子挂上。公子可进屋看看合不合心意。好，我不仅看见了，我还看见了别的。很好看嘛。公子，我给您沏茶。又来了，纯欲风引人犯罪的一颦一笑，泡得不错。公子若是喜欢，我天天过来给您泡。好家伙，说的是泡茶吗？下次可别狡猾了。星岩可是6境大修行者，以他的神识覆盖我这小小的丹青山，恐怕不难。要是真被他看见点什么，丹青山的山头恐怕都得被磨没了，我的小山头恐怕也是保不住的。公子可要试试衣衫合不合身？这次失败了，下次还有机会，迟早有一天我能一亲公子芳泽。不用了，你办事我放心。试试也可以。如何？哇！别看了，去把静修室整理一下，然后帮我点一炷定心香。公子可是要闭关突破？非也，是你大师兄该闭关了。这么大一坨魂玉，可是嗷嗷叫着在等他。是，我马上去准备。那么，毫无存在感的黑庭现在在哪儿呢？有时候弟子太没存在感，挺麻烦的。你这臭小子还挺能藏，我用神识扫了丹青山整整3遍才找到你。用神识大范围覆盖群人是很累的，这小子也太没存在感了吧！我明明什么也没有做，但是师傅要拧就拧吧。来，这半颗球状的玩意儿给你的。这么大，师傅手段果然通天。没错，这东西确实很大。保险起见，先丢个侦测。建议配合调养与治疗的灵丹药液使用。这句话的含义不简单呀。系统的意思是，这半球能给他用，但是估计他的身体会不堪重负，要受一些轻伤。但撑死是不可能撑死的，不然系统的提示会变成红色。黑庭，为师问你，你近期修为可有长进？再保荐一手，如果这小子有所境界突破，对于此次吸收有大帮助。所以，是一点儿也没突破是吧？别动，我查探一下你的状态。臭小子，你虽然不是什么天才，但也不应该毫无寸进才对。我也不知怎么回事，自从吸收过那些碎片之后，不管我怎么吸收灵气，它们都无法在我身体里留存，就好像那些天地灵气是来我身体里游玩的一般，游玩结束就回去了。难不成是因为我超了捷径，所以陷入了某种瓶颈吗？这小子身体好像很难吸收天地灵气了，难不成以后就只能靠吞噬魂玉来突破了？虽然只能靠着魂玉突破，要是我是个垃圾，那他这辈子估计就完蛋了。师父怎么一言不发？是对我最近的修行不满吗？还好，他师父是天选之子啊！师父怎么突然又笑起来了？闭眼，静心，可能不会像前2次那么轻松，你自己做好心理准备。我完全信任师父。黑庭的吞噬跟妖修的吞噬听上去相似，但其实完全不相同。妖修
是不断吃掉其他人，吞噬别人的东西，而黑庭是净化这些会带歪别人的邪物。吵死了！他身后的影子又在变化了，这影子怎么这么诡异？他在向我行礼，影子复活向人跪拜，换做常人估计得吓死。这道黑影能成今天这副模样，可都是因为我找来的魂玉。受这一拜也没什么不合理的。这些被灼烧的黑影都是这片天地的邪祟之物，若是无人净化，迟早要生乱子。毕竟这些邪物是该下地狱的，但此刻黑庭就是那座消除他们罪孽的地狱，真正的他人即地狱。这么快？好家伙，这比我辛辛苦苦攒经验还要爽啊！这家伙什么都没做，甚至连魂玉都是白嫖我。这就是做师傅的感觉吗？师徒经验获得15万。我可以，不愧是我的好徒儿，快升级，继续升，拼命突破！看来当这小子的师傅还没那么容易。就这，大魔王，这明摆着就是人间活地藏，好吧？净化邪恶还是用自身身体为代价，去哪儿找这样的魔王？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见这个半瞎的老东西。要是见到，一定要把他的嘴给打烂。应该就是这里了。没错，天机散人，我要的东西你可带来了？我要的东西呢？哼，自然不会少你。货物完整，那此物就给你了。堂堂天机塔塔主，号称窥探天界的天机散人，居然会为了魂玉与我紫月会的妖修进行交易。哼，老头，你要这魂玉有何用？你我不是说好这次给老夫一块完整的魂玉？老头，看来你对魂玉一无所知啊。我给你这样的魂玉，才叫有用的完整魂玉。有用的是什么意思？魂玉是被分散封印着的冥王之力呀，老头，他们本该完整，但若是完好的魂玉，里头的力量是无法汲取的，必须要使其破损，完整便等同于封印。那你也可给老夫完整的魂玉珠子，老夫自会想办法破开封印。魂玉的封印需要第9境的力量才可破开，就凭你，你是9境？这魂玉的裂痕是早年所破，那时已经不存在第9境的强者了。这些魂玉到底是何人所破的？你想知道？你可告知于我。我倒是知道答案，但我不想告诉你。你不是很会算吗？你算呀。那老夫便看看你这混账的结局如何。那老夫便看看你这混账的结局如何。这是什么东西？竟然能阻碍我的行动！消失了。我已经看见了你的结局。吓唬我？你叫重辉，对吧？你装神弄鬼，你是靠着天机塔的情报知道我的名字的，对吧？你说是，那就是呗。他将死于一柄黑色的剑，将死之人无需跟他废话。等等，黑色的剑，
那个家伙的剑就是黑色的，不会这么巧吧？老夫听闻，你们紫月会于青龙川的某处据点，被一位修为仅第2境的年轻剑修给一锅端了。哼，老头，不该问的别问。妖医都死在了那里，但他的职务虽然是7月，实力却并不比我强。他之所以是7月，是因为他的特殊，他与赤霄融为一体，便是在这处法坛之上。赤霄的血液、神魂涌入到他的体内，可惜了。若是妖仪被斩，赤霄很可能便会复苏。这个名为陆朝歌的弱小剑修，是如何把赤霄都给斩杀的？至今在紫月会内部都是个未解之谜。青龙川据点被毁，你们紫月会就没打算对那小小的墨门做些什么？哼，不该问的别问，请离开吧。紫月会就这么经不起揭露伤疤吗？老夫也该去下第16个棋子了。老帅哥，晚上好呀！要不要来我们家吃饭呀？哎呀，走开！要来也是来我家。我家饭香，来我家。最近这些大姨往这巷子里来的越来越勤，有时候甚至要冲进屋里来。最近还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从今天起，别叫我师傅了，叫我爷爷。我原本是叫他爷爷，后来叫了师傅，现在不知为何又叫回爷爷了。季长空收陆东篱做弟子，我收陆东篱的弟子做弟子，那我岂不是季长空的弟子？那不行，我直接认了这个孙子，我是以爷爷的身份在教这个孙子。洛前辈，晚辈在此叨扰半月，也该离开了。只是在走之前，晚辈想去混沌之眼看一眼，不知可否？剑尊大人要走了吗？混沌之眼也是一口井吗？你真的想看？想看，那带上他一起吧。什么啊？你既已接受老夫的传承，便也是时候知道自己的职责了。走吧。人呢？怎么突然不见了？啊，爷爷，混沌之眼在这里，原来不是井，是海啊！小子，混沌之眼就在无尽之海的最深处，以你的修为，现在还看不见。爷爷，什么是混沌之眼啊？混沌之眼便是异兽出现之地。异兽？最早出现于天玄界的异兽，便是来自海底深处的混沌之眼。那咱们快去把它堵上吧。你以后长大了，要是有本事，你能毁去它，就是天大的功德。混沌之眼这么厉害？洛前辈之所以常年驻守在小小渔村，就是为了应对混沌之眼出现的异兽。洛前辈便是青州设在混沌之眼外的第一道防线。爷爷，原来是这样伟大的人，一人一剑，息事海边高墙。如果老夫死了，这个活儿便要交给你了。我能挑得起这副担子吗？这可太重了。如果我做不到的话，岂不是？老夫这不还没死吗？你想挑担子，还轮不到你呢。再说了，近万年来，混沌之眼都无异况。这生得漂亮、怯懦的孩子，能得洛前辈赏识。前辈，你真的选中了那个孩子吗？这小子有小气，却有大勇。如果洛前辈没有看走眼，这个孩子或许在某日会挥出当世最爷们儿的一剑。既然混沌之眼无恙，晚辈就先行告辞了。去吧。爷爷，我现在能看一眼那个混沌之眼吗？傻小子，就你现在这点修为，看一眼都要神魂俱灭。这么厉害啊！杨树，
老夫封印你修为多久了？爷爷，到今天为止，差不多有1年半了。1年半的时间，基础也足够扎实了，对你的打磨也足够了。爷爷这意思是要给我解开封印吗？我们这一脉是需要代代相传的，等你消化掉我手中这一缕真气，方可修炼真正的藏剑与养剑之术。啊！封印解开了！怎么还没结束？这样下去，恐怕要突破第4境了。半颗魂玉的效果是真强。系统提示：恭喜，墨门第3境修行者+1。又加1个人，谁啊？是洛冰还是莫东方？我看看，他身上的气息还是那么点，不是他突破了，莫非是洛冰？今夜还是要再努力呢。这妮子根本没在修行，莫非是小秋？不可能啊！难不成机缘久的他又有什么机遇？看看再说。这鸟手找起来怎么这么费劲儿呢？既然不是山中弟子，那就只有外出游历的弟子了。好小子们，知道给我墨门争气了啊！虽然个个都是我精挑细选，但突然破3境，恐怕也是有了什么大机缘吧。大部分真传弟子都出自枣离县，哎呀，我枣离县当真是人才辈出啊！也许跟我这个天选之子的独特机缘也有关系。天亮了，好小子，居然高出为师1个大段了。不过也没什么特别的，毕竟刚刚才打了2个40多级世界主角的脸。恭喜您获得师徒奖励。啊！我去，几百万经验值！我收回我的话，弟子升级真是太爽了！我第4境了，都是师傅的功劳，他还在这里守了我1整夜，师恩深重如山。起来吧，你知道我不喜欢这套。你不要动，为师查看一下你的状况。黑庭人不见了，人呢？哎，这小子人呢？怪了，刚刚明明还在这儿呢。哦，等等，这小子的天赋技能就是，即使我在你面前，你也无法感知到我的超绝无存在感之术。莫非？我去，真的跟我想的一样。再试一次。是真的，这小子简直就是天生的刺客，无声无息，杀人无形。而且，这小子还有一个比他实力恐怕要更强的影子。生死关头，他将是2个4境，半颗魂玉便有这等奇效。也不知世上究竟有多少颗魂玉。根据于月所说，魂玉乃是冥王被青帝所杀后残余于世的力量。那我要是努力，把魂玉全部集齐，造出个第9境的弟子，或者折损一些出个第8境，岂不是起飞？不错，不愧是我。接下来，为师准备传授你一套绝密传承，极有可能来自初代剑尊。来自初代剑尊的传承？仔细看为师的灵气运程，这一套剑法平平无奇。但是会让你的每一剑都呈现出成倍的效果。没错，我要传给黑庭的正是普通攻击，刀刀暴击，最适合隐匿在暗处的刺客。都记住了吗？那你试试。这么快都记住了？我学这玩意儿要靠的是系统，所以我刚才其实只是瞎比划了几下。他要是这都学会了，我那只能说明我是真的牛。
臭小子原来悟性这么高，这才第一次演练，竟然就这般熟悉了。这臭小子原来悟性这么高，这才第一次演练，竟然就这般熟悉了。不错，真的演练完了一整套剑法秘诀，但很反常啊。黑婷并不是根骨奇家的天赋型，怎么会学得如此之快？事出反常必有妖，身体可有不适感？对于口诀与心法可有困惑之处？什么都没有，难不成我这没有什么存在感的弟子也是世界主角之一？不对，要真是的话，性别平衡就要被打破了。看来他之所以有这番悟性，全靠的是他有一个天选之子的师傅啊！走吧，出去晒晒太阳。黑婷，下一次3年1度的问剑日，为师便不打算出手了。你是为师唯一的弟子，墨门的当代大师兄，于情于理，都该由你独当一面了。墨门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强，得让所有人知道，我教授的弟子也是非凡。嘿嘿，到时候墨门的声望值就涨得更快了，宗门升迁任务什么的洒水啦。但现在我需要搞点机会让世人知道我这徒弟的厉害，得找个合适的人来帮他扬名。现在家里不就有个最好的工具人吗？你呢，与同辈切磋的太少了，导致你对自己当前的综合实力一无所知。为师要帮你找个对练，你可要好好珍惜机会。对练的对手，春秋山圣女又怎么了？该打工时还是得打工，我墨门不留闲人。对练对手是他啊？我怎么就要跟他干架了？这个人不是陆师叔的弟子吗？区区2境，跟我比划个什么呀？等等，这小子好像第4境了。哥哥，黑婷的境界是不是跟昨天不一样了？而且高得有点离谱，昨日好像还是2境。用了点小手段。果然是因为道友。是因为哥哥。小手段？什么小手段能一夜破2境？这种小手段也给我试试呗。哎呀，要来是吧？行，让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本事。我堂堂春秋山圣女，如今沦为墨门陪练，那也要陪出风采，陪出水平。哎，这话怎么有点不对味儿？用神识锁定你这小子，看你怎么躲。人呢？他还在这里，竟然无法用神识捕捉到他，这便是陆师叔唯一的弟子吗？招式也与陆师叔很像，但他还差得远呢。夸我，快夸我！我可是击败了陆师叔的大弟子。哥哥，其实黑婷不适合这种擂台战。正是，道友，不如不要局限于擂台，让黑婷放开手脚。不是我这个胜者就算了，还要再赔偿？我就是想让他多输几次，然后了解到自己的优缺点，再比一场。可恶啊！要不是看在墨门食物好吃的份上，现在就想扭头就跑啊！连肉身都消失了，刚才竟然不是他的全部实力吗？嘿，又消失了，真是如同鬼魅一般。哼，我可是春秋山圣女，别太小看我。你输了，哼！神出鬼没的能力确实难缠，但毕竟刚入4境，还是我赔钱钱更强啊！嘿嘿，这次师叔总该夸夸我了吧？有所进步，可惜他对于这种能力的掌握还是太浅。正是，要是再收敛一些就更好了。看都不看我一眼的吗？喂！
继续跟他对练，这一次以隐匿气息为主，出招为辅。来了！你们再这样，我要加钱！可恶，我都没答应他，你行什么礼啊？春秋山圣女似乎有些小脾气了，得激一激她，让她心安理得地做工具人。春秋山圣女似乎有些小脾气了，得激一激她，让她心安理得地做工具人。黑婷，你这次切记收敛好气息，只要做好这一点，击败春秋山圣女也有70%把握。什么？击败我？来啊，用上你的全力，就看你能不能击败我呀！走吧，去那儿一边喝茶一边看。他肯定想不到，他的热血之魂其实是打工魂吧？黑婷掌握的越发熟练了，但要击败裴浅浅，确实不太可能。这家伙越来越熟练了，我竟然连一丝声音都无法听见，只能靠本能感觉对敌。要我一直陪着他对练，原来陆师叔是这样想的，这家伙进步也太快了。但要我说，怎么可能？想走，来不及了，快上！被困住了。你的能力虽然离谱，但要是碰上拥有天地启灵的对手，很难取胜。原因就是你的根基不稳，除了境界到了4境和那强力的剑招以外，毫无亮点。我怎么对他这么凶啊？以后还怎么在墨门骗吃骗喝呀？他毕竟是陆师叔的大弟子啊！我这样做，岂不是打了陆师叔的脸？不愧是春秋山圣女，黑婷，你可要多学点。浅浅，你随本座来一下。完了，我果然得罪陆师叔了。啊！师叔救我！完了！江师叔要无视我了。春秋山的天才少女，难道就要陨落在此了吗？我叫裴浅浅，就在刚才，我打了青州第1青年才俊的脸。他现在要带我去不为人知的地方，恐怕是要杀人灭口。很急，有没有人知道有什么办法脱身？到了。到了，到刑场了。完了，我的胭脂香露唇脂再见了。哦对，还有师尊，再见了。浅浅，师叔想问你。问就是小虎。师叔想问你，北周也出现魂玉了吧？什么？魂玉？对，魂玉。陆师叔竟知道此事啊！哎呀，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啥呢？就这呀？那玩意儿又不值钱。魂玉此事影响重大，切记不可外扬，此乃春秋山机密。不要引发人们的恐慌，收集到魂玉，第一时间上交宗门。不过，春秋山对魂玉的秘密倒是管理得很严格，不允许外传的样子。青州剑宗应该也是一样的处置吧？那陆师叔是怎么知道的？本座不仅知道此事，还处理掉过几枚魂玉碎片。什么？陆师叔，你说的处理是封印还是销毁？处理？那玩意儿能处理得掉？自然是后者。销毁？哪怕是师尊也说自己无法彻底销毁魂玉，只能将其封印呢。圣师的确是此界最强者之一，神通广大。但是浅浅，你觉得圣师前辈便是无所不能的吗？那自然不是。你也无需太过惊讶，就好像鸟儿可以飞行，
鱼儿可以畅游。天地之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擅长之事，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我当然知道这个道理啊，但问题是春秋山上下那么多人，没有一个能销毁魂玉的呀。于越此次来墨门，便特地送来了半块魂玉，让本座帮忙处理。很好，这表情显示他已经上钩了。就这样保持住，沦为本座的新1号打工人吧。于越居然比我先一步知道这个秘密，难怪他会来这里，我还以为他是专门来找我茬的。于越是剑尊剑士，莫非剑宗早就知道了陆师叔的这个能力？魂玉这种脏东西，封印它要浪费师尊不少灵力。同理可知，剑尊要封印魂玉，也要浪费不少灵力。而使用陆师叔的能力，剑尊就不需要浪费灵力。日积月累的话，那剑尊就要强于盛世啊！青州就要强于北州了。陆师叔，那我若是有魂玉的话，可否也能像于越一样拿来墨门请陆师叔帮忙处理？糟糕，陆师叔这表情很为难啊。莫非他跟剑宗还达成了什么隐秘的交易，所以才愿意帮忙处理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再拖菜就要糊了。罢了，你是星岩最疼爱的晚辈，我在未见你时，便时常听他提起你。真的吗？师叔心里有我。本座可以为你销毁魂玉，但你得答应本座一点。当然是假的，一次也没提过。哪一点啊？如果是钱的话就不太行，毕竟我现在也没……师尊应该也不会给经费。此事在未得本座允许的情况下，不可告诉任何人。没问题，就这种条件，我能再答应10个。不过，对于陆师叔来说，处理魂玉恐怕也会很麻烦吧？我还是要保密，只有自己收集到的魂玉再交给陆师叔。毕竟他可是蒋师叔的男人。再说了，我总不可能出门一次就遇上一次魂玉吧？除了让春秋山圣女做我的打工人之外，还有另外一件要紧的事情，那就是我要在这里站着，把北周的主线任务也给蹭了。众所周知，不同大洲是拥有不同的主线任务的。青州的主线任务名为冥王之剑，它的终极 BOSS 是一位死而复生的剑修。北周主线任务则名为邪魂涅槃，它的终极 BOSS 是死而复生的可怕异兽。前世我身为北周玩家，对于北周的主线剧情比起青州的要熟悉很多。如果我能蹭到北周的主线任务，那简直就跟开了导航外挂一样。而现在的重点就在于能不能蹭到这个小姑娘了。浅浅呀，谋划开始。怎么啦，陆师叔？不会是想反悔吧？青州最近不怎么太平，北周可有大祸的端倪？确实出了些怪事儿，具体的我也不清楚，但好像师尊为此下山了一趟。原来不是反悔啊，但这种事儿我知道的也不多。圣师下山后，可有发现什么异况？师尊什么也没跟我说，师尊很少跟我说这些事情，他拿我当3岁小孩看。你倒是自我认知很清醒。陆师叔，你是知道些什么吗？好小子，还想套我话是吧？浅浅，因为星岩的关系，我是把你当晚辈看待的。如果接下来真的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你可以尽管提，不必拘谨。真的什么都可以提？自然，比如
邀请我帮助你探查北周的怪事。啊，那借钱也可以吗？可恶，事到临头居然还想反向白嫖。也罢，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成年人的话术。你讲师叔没意见的话，我自然没意见。啊，如果你讲师叔不同意，我私底下也可以稍微资助你一点点。陆师叔最棒了！哼，一点点小钱就这么开心，你可真是个最棒的打工人呢。言归正传，荆州最近不太平，我想北周发生的怪事也不会那么简单，你可以在这方面多留意一下。没问题，如果真有棘手的事情，钱肯定会向陆师叔请教的。是否加入北周主线任务邪魂涅槃第1环 ？OK， 终于出发了。从今天起，我就是2大世界主线的核心战力了，准备好奖励吧。哥哥和裴浅浅已经进去多时了，怎么还没出来？要用神识探查一番呢。再等等，他一定有要紧的事。真是的，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嫂子这种生物？关键他就活生生在我面前，打也打不过，说也说不得。明明有妹妹就好了，为什么要有嫂子呢？啊，哥哥出来了！你和浅浅讲了什么？聊了这么久。晚上跟你说，天黑了，来我那儿小酌如何？你脑子里是不是在想什么坏东西啊？我脑子里想的比你猜的还要坏100倍。有钱了，有钱了！我该怎么办？跟着东篱师叔走，还是听师傅发落？毕竟我几场都输了，师傅肯定很生气吧？你来。与裴浅浅连续切磋了3场，可想明白了自己的优势与劣势？大致上知道，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跟师傅想的一样。别一天到晚知道受气模样，看着就来气。为师看得出来，你在后2次切磋中掌握了自己的优势。扬长避短，迟早有一日你不会输给圣女或者剑士。你毕竟是我陆朝歌的弟子。今晚的月色依然如此美妙。现在可以说了吧？你与浅浅都聊了些什么？一些关于魂域的事，而且我的直觉告诉我，近期可能会不太平。不平？那就铲平便是。说得真好，直来直去的个性，还是这么吸引我。对了，浅浅给我提了个建议。什么建议？让我抽空随你回一趟春秋山，说是见见人，顺便还说了一点别的。我可提前跟你讲哦，我们春秋山的宗主之前可是传闻追求过蒋师叔的，一旦回去春秋山，可是会惹得宗主不高兴的哦。这种涉及宗主的传闻又没有出来辟谣，那8成是真的了。没想到我摘到的鲜花，竟是刺到过春秋山宗主的一朵。我怕这会给你添麻烦。无妨，反正迟早都是要陪你去一趟的，大不了就是会有人看我不顺眼，刁难1、2罢了，总不至于会是春秋山的宗主亲自下场吧？那都是早年间的事了，我都记不清过去多少年了，是不是浅浅跟你说的？那是春秋山宗主输了，春秋山得去，哪怕前方是刀山火海，有10个第9境的大能说要收拾我，我也要去。也是，他什么也不怕。那你想什么时候随我回宗？就这几日。这么快？总之，我是不会松手的，还要给你做一辈子的饭呢。你说的做一辈子饭，可当真？这个自然。他怎么突然一下这么认真起来了？那
那我可要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别报了，你这都是跟谁学的？那天在丹青山下散步，听见有个墨门杂役弟子在念叨，我听着有趣，多听了一下，没想到居然都是听上去就很好吃的菜名。好家伙，这属于文化反向异世界输出了。我知道那些菜有许多是常人没有听过的名字，对你来说也很难的话，我可以不吃的。毕竟只要是你做的菜，我都爱吃。他被放大的是口腹之欲，但却仍旧能压制自己的欲望，替我考虑。放纵最是简单，克制却是极难。只要是你想吃的，对我来说就没有难的。如果你不信，我们可以签字画押。这可是你说的。即使是再杀伐果断的女人，也会沉溺在这种小小的仪式感中，这正是女孩子最可爱的地方。我写好了，你看看。陆朝歌承诺给蒋心妍做一辈子好吃的，如果做不到，就罚他出门丢钱、被狗咬，一辈子喝假酒。你这个惩罚还挺具体的。这些惩罚，我觉得既能气你，又不会伤害你。即使是在写字据，都还在为我考虑。这份契约我签了，接下来该盖章了。盖章？你要盖？盖章完毕，契约生效。哪有你这样盖章的？要盖就要盖个彻底啊！那，师姐让我给你端的果汁，谢谢啦，小秋。山下杂役弟子们提出的日光浴，真舒服。哼，就是能在这里陪着师兄师姐对练嘛，不然早把你赶走了。而且因为你这家伙在这里，小秋都好久没吃饱过了。明明那么瘦，居然吃那么多。公子，咱们的杂役弟子目前大部分已达出境巅峰，少部分虽未至巅峰，但也有7、8层的样子。关于杂役弟子，还有别的事情吗？这群玩家们的等级已经逐渐达到10级这个节点了，跟我预计的一样。有，但是不好说。说，这群大聪明玩家有什么是我不能接受的？杂役弟子们的生活作风有些奇怪，有的人好像整天都在研究一些奇怪的东西，有的则追逐着女性杂役弟子，嘴里说着让我做您的狗吧这类的怪话，还有的成天都趴在树上说自己是天玄界的树懒。心妍好像都有些受他们影响了，时间长了，天玄界怕是要更魔幻了。下去吧，继续盯紧他们的一举一动，在合适的时候可以出手引导一下。是。既然玩家们的等级逐渐到达10级，那世界主线任务也应该有所进展。调出来看看，又上升了一点。主线剧情进度每增加10%，系统便会分配一次任务奖池。数百万人的努力，让它又增长了几个1000分点。看来要推动这青州主线任务的第一个大波，还是得身为天选之子的本座呀。得选一个良辰吉日，下山推波。毕竟我现在可挪用的经验值有师徒奖励、玩家们的奖励，再加上自己的任务奖励，已经快要积累到1000万了。这还不算我花20年攒的不可挪用的经验值。只要在冥王之剑的第一个剧情爆点推波推得好，本座自当得到最高的奖励。不知道系统会发些什么好东西呢？世界主角们的网聊又开始了，那就来窥个屏。毕竟世界主角们的信息往往是走在这个世界最前列的，毕竟
他们可是老天爷喂饭吃的那一批人呢。哈哈，不愧是我，无形打脸打到世界主角的群聊中了。贫僧，你小子也暴露身份了。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光头在现实中修的是闭口禅，但是在群里聊却还是会发言。也就是说，闭口禅只是闭嘴，但是网聊还是可以的。好家伙，闭口禅的新型 bug， 让他们一直这样网聊下去也没意义，不如先在此种下一颗种子，顺便看看这些世界主角们有些什么信息。引路人发言了。来者何人？亮出总令。在下韩觉，是一介散修，炼气境9层，想要拜入玉清宗，不知可有门路？三灵根。引路人，引路人已经数年未曾发言，今日突然出现，恐怕要有大事发生了。危机降世，莫非跟陆师叔提的那个有关？得确认一下，危机降世，莫非？好小子，挺上道。本座等的就是你问的这句话。魂玉，果然是他。魂玉里面蕴含巨大的邪恶气息，而且即使是圣师师傅都摧毁不了它。这种东西一旦蔓延，很有可能会诞生无数追求力量的邪修，还有原本就是追求邪恶气息的妖修也会变得更加强大。这确实是一场灾难，但是世界主角捡到魂玉碎片这种事情，本座已经见怪不怪了。你们捡到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得想办法捞到我手里来。毕竟我的小黑弟子可是嗷嗷待哺呢。这光头上道啊！你的师傅就是那个佛门的圣僧吧？既然如此，就让我再添油加醋一番。主打的就是一手现编，这时候应当有工具人跳出来说：“有人知道那方法。”连引路人都会觉得魂玉棘手，这世间恐怕只有朝歌师兄才有销毁魂玉的办法。可如果我将此消息公布出去，会不会因为魂玉太多而成为朝歌师兄的负担？可若是不说，这世间被魂玉所乱，又当如何？若是朝歌师兄知晓，他也一定会深明大义的。小愉悦，你可真棒啊！嘿嘿嘿，奇人异事竟是我自己。愉悦不愧是我的头号马仔，越隐蔽越能激发所有人的好奇心。既然如此，就让这隐匿的火焰烧得更旺吧。难度极高，难度极高。引路人前辈，这明显是不信啊！可是陆师叔这样的天之骄子，掌握点摧毁魂玉的方法，也不是什么不可置信的事情啊！我要为陆师叔证明。浅浅，师叔我可真没白疼你。我的推播工作到此结束了，接下来又到了窥屏时间，来这一句收尾吧。我宣布退出群聊了，你们可以开始了，不要让我失望哟。光头和那位妖族的……哦，开始了，开始了。这不就来了吗？没想到大家竟然都碰上了魂玉邪物，若是放任自流，必然贻害整个世界。可若是被一些有心人士得知朝歌师兄有销毁魂玉之法，那万一做出牺牲朝歌师兄来保全世界的办法，我该如何？忠义难两全，若有人要如此坑害朝歌师兄，我愉悦自当与其拼死，要守卫正道，但也要护住朝歌师兄的安全。
臭小子终于开窍了，这才是个合格的工具人嘛。事情又按照我预想的方向进展了，真是令人舒心。不如去找星岩盖盖章。至于下山推进主线任务的事情，就定在3日之后吧。东篱长老，当真不跟我一起下山？最近运势不好，不便下山。公子真的不带上我吗？掌门师伯，小丘也要下山去去修行。这次可不是小丘能应付的，等你再大些吧，那时候你就能独当一面了。那我呢？墨门现在多了这么多杂役弟子，你师父还需要你的帮助，你应该会照顾好咱们墨门的吧？公子这是在拜托我吗？我骆冰何德何能得到公子的请求？骆冰定不负公子所望。本座数日便回。小丘一定要快快长大，掌门师伯以后要带我一起去。你们快看天上，那是陆掌门的飞行法器。没错，就是陆掌门，我已经反复观看了他所有的视频，那绝对是他的。陆掌门这么久以来从未下过山，这次是为了啥事儿啊？不会是天玄界要出什么大事了吧？看来咱们青州又要风起云涌了呀。而且还是被咱们墨门掌门亲自搅动的。如果可以，我也想跟陆掌门一同下山。可恶，这水比往年要热一些啊！算了，就先选这儿吧，毕竟来都来了。文清，随老夫去河底。是，阁主。传说天机阁12位塔主，个个都是顶级美人，虽然不算绝色，但各有风情。就是这里了。天道给本塔主的指引，就是要让他在这里复苏。青铜棺材。文清，你可知这棺内乃是何人？晴儿自然不知，还望阁主相告。你可知剑宗于越？自是知晓的，无暇剑体，剑尊剑士，曾被誉为青州年轻一辈中的剑道第一人。但据我所知，于越还活着。你想想，剑宗可不止一个于越，还有一个人，一个能与他齐名，却夭折了的人。莫非是剑宗宗主李随风的弟子？曾经被当作剑宗下一任宗主培养的陈气。没错，这李随风的爱徒陈气，在于越出现之前，乃是剑宗年轻一代风头最劲之人，甚至曾一度传言，他是被当作下一任剑宗宗主培养的。堂堂剑宗宗主爱徒的尸体，为何会在阁主手中？当年青州出现祸乱，陈气奉命带领诸多弟子前往平乱。陈气一路斩杀妖修祸乱，风头一时无两。但那一战最终的结局，却是陈气一行全军覆没。当初剑宗宗主李随风震怒，可陈气命中熄灭，圣王已成定局。几乎整个青州震动，只为寻回陈气的尸体。可剑宗毫无所获，陈气的尸体如同人间蒸发。如今看来，全都是阁主的手笔了。阁主好厉害的手段，就能瞒过整个剑宗，瞒过4大神剑的法眼，不愧是咱们天机阁的阁主。棺材怎么会变得如此赤火？哼，你等不知也情有可原。在于越的无暇剑体之下，有6种资质并驾齐驱，而陈气便是其中之一。陈气的资质，世人称之为火神剑体，他的资质与火形最为合适，相辅相成，威力远超寻常。
时候到了，代天行气第25步即将落子。好强大的威势，这股力量让我好似置身在地狱之中那般难受，黏腻、阴冷。那些鬼气和死气在往那棺材里钻。成了，代天之气的第25手，成了。师兄，时辰已到，要例行巡视一下命灯吗？每天都要巡视，今日怎么就能例外了？那就还是巡视一圈吧。虽然命灯只能判断生死，不会对人有影响，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没有异常，走吧，师兄。好。一路慢悠悠的飞，差不多也要到温河了。哇，下面有河呀！陆师叔啊，现在到饭点了，要不咱们下去吃条鱼再走？蒋师叔好像也有点饿了，吃吧。虽然不是太饿，但是如果能尝尝朝哥的手艺，也是不错的。那就下去抓条鱼吧。哇，陆师叔，我抓到了一条好大的青鳞鱼，嘿嘿，这下有口福啦。裴浅浅这身段和气质，要是穿上 JK 富家小姐打扮，不知道多少人会成为她的脑残粉呢。做鱼啊，最讲究的其实是火候，少一分则生，多一分变老。好香啊！可以吃了。闻起来都已经这么香啦，吃起来该是什么感觉？哦，我已经等不及了。哇，这也太香了吧！陆师叔，你做菜真的好厉害啊！想学吗？说实话，不想的。我只爱吃饭，不爱做饭。倒是蒋师叔该学学呢。到时候若是回宗了，想念陆师叔的饭菜，也可以自己试着做一做。他不用，我们有约定的嘛。盖过章的。盖章？什么盖章？什么章能吃一辈子呀？不理解，完全不理解。等把这边的情况探查完，若是没什么隐患，我随你们一同去一次春秋山便是。当真？那岂不是在春秋山也能吃到陆师叔做的美食啦？当真。呜呼，有好戏看啦！不过这次来温和，可不是来玩的。根据我前世逛论坛查攻略所得知的信息，青州主线冥王之剑第1环的 BOSS， 便是初登场于这温和。7、80个人，居然连个 BOSS 都打不过。探测出来才第5境，你们可真够拉的。初登场时，那 BOSS 只有5境初期，但他被真正击败之时，却已经是7境了。也就是说，如果放任不管，以后他会变得更加强大。而我，天选之子，最爱做的便是趁他病，要他命。可话虽如此，之所以要第一时间赶到此地，其实还是因为这 BOSS 与墨门有旧。这 BOSS 名为陈气，是剑宗弟子，逾越之前的剑宗第1人。当年他被派下山剿灭祸乱，曾经大量征召4周依附门派中人跟随，而我墨门则是被征召的名单之一。当时墨门除了还年轻的父亲母亲和一位极至暮年的太上长老，所有人全部倾巢而动。但那一次，墨门全军覆没，那是30年前的事情。
父亲母亲曾不断在我耳边提起，那是他们终生的遗憾。而陈气也在那次事件中身死，所以此事也成定局。但陈气为何能复活？当初剑宗闹得沸沸扬扬，也未曾找到他的尸身。种种迹象，30年前的事情一定另有隐情。等我见到那陈气，也许就能真相大白了。好家伙，这次的任务是抓3条青鳞鱼是吧？看我怎么给你嘎嘎完成！哎呦，水还挺温的。抓青鳞鱼，看来要下河了。整的还不错啊，可惜遮得太严实了。既然要抓鱼的话，就不能把衣裳打湿了。完了！哎呀，我现在满腿都是他脑子。好难抓！看来今儿不下水，你们这些小鱼是不知道我的厉害了。这是我不花钱就能看的吗？这套泳衣装备是我最喜欢的，这可是充了好几千才买到的。既然他要抓鱼，那我把鱼抓给他，然后我们就结识了，再然后……啊，这样的人生真是太美好了。努力从现在开始，先抓到鱼，和他结识。青鳞鱼你在哪儿啊？快给我出来！好变态呀，这家伙！得赶紧离开这个变态。他看我了，他居然看我了，好甜蜜呀！什么情况？什么东西飞过去了？从下面来的，侦测看看。危险程度致命。极度致命的危险东西，看隐隐形状似乎很不简单。要逃吗？上次就是因为录到了陆掌门，我瞬间在网络爆火。这一次恐怕又是我即将大火的机缘啊！区寿命哪有大火来的重要？死就死啦！哎，我老婆真棒，抓到鱼了呢！哎，我老婆又在看我了。哎，等等，我不是要拍那水底的黑影吗？那是，是个人。红名 BOSS， 居然是 BOSS 级，又要被杀了。熟悉的感觉，可恶，老子又被俘虏了。不好，他发现我老婆了！老婆，快跑！这里是哪里？现在是哪一年？你杀了我老婆，我跟你拼了！我跟你不共戴天！阁主，您既使他重生，为何又要避开他？你不明白，真是完美的一盘棋呀！这一次，怎么了？退！那是污言秽语，死。他只不过是个初境修行者，不懂事的。你有问题，不如问我。这声音是……棺材里躺了这么久，躺落枕吧。你是谁？墨门陆朝歌。墨门。陆掌门，是我呀！钱不够，上次也是你救的我，还记得吗？哼，这小子，原来是他，我的人形摄影机。一定是特别的缘分。哼，不错，人形摄影机已就位。阁主刚才还能随手塞颗珠子，便能复活死人，宛如神明。可为何突然就如此恐慌？一口气远遁了数百里。
我们复活了剑宗宗主之徒，莫非刚才来的就是剑宗宗主？陆朝歌，天道的对弈者，上一次看他一眼，便瞎了我一只眼眸。老夫并非怕你，只是与你相遇的时候未到，而且，就算是在数百里外的这里，老夫亦能观察到你。哼，找到了。他怎么还活着？师叔，你认识他？但是他在数十年前已经死了。啊？死了？那他怎么？这不是还好好的站着？难不成他是鬼物？他身上的气息分明就不是灵气，一定有别的原因。您已接触到关键剧情人物，是否接受任务？哼，我就说嘛，主线 BOSS 怎么会不触发任务？当然是接受。有点意思，居然是分级任务，那就先看看这小子是个什么实力吧。虚弱状态吗？那可真是太好了。你是何人？墨门掌门，陆朝歌。墨门，那个男子不过区区3境不足为惧，但是他身后2个女人却修为惊人。而墨门究竟是哪个门派？没什么印象。我墨门因你而近乎灭门，你竟然没什么印象？剑意第4层，但你依旧不是我的对手，是吗？多谢2位大美女的救命之恩。但我现在可没时间欣赏美女啊，直播陆掌门的身姿才是我的任务。这是水之力。哼，没印象也没关系，本座会让你记起来的。无知小儿，区3境，也敢在我面前自称本座，狂妄自大，可是要招来杀身之祸的。是吗？师叔，他身上居然有着火之力，我都没有听过这号人物，他到底是什么人啊？或者是什么鬼？他死得太早，你自然不知，但他的名字你一定听过。他是剑宗的陈气。陈气！我出生之前，他就以火神剑体启灵者剑宗宗主之徒的身份名扬整个天玄的那个陈气。没错。朝歌毕竟才3境，应对5境的对手还是太难了。而且此人已经察觉到我6境的修为，却仍然不逃。虽然不知他的依仗是什么，但若敢伤我朝歌，我必杀之。师叔，这是要动手了吗？好家伙，果然谁都动不得朝歌师叔啊！就这种水准，也敢自称本座吗？果然，哪怕是虚弱状态的第5境，也是强的可怕。要速战速决，否则他的状态只会越来越好。既然31级的我不是你对手，那么只有临阵突破。此子竟然如此手段！上一个在极短时间破境的，我只知道剑尊大人。朝歌他在临阵突破。陆师叔瞬息之间竟然抵达了3境大圆满。这就是3境大圆满。既然要升级，那就直接升满。毕竟我可是有近1000万的可挪用经验值。另外还有一个点，要破大境界的时候，
会附送一个晋级任务。这次的沉气，应该会是系统给我选定的任务目标吧。来了，主线任务跟晋级任务一起做，1份活儿赚2份钱。哼，资本家见了我都得跑路。当然是橙色，击杀沉气。找出暗中隐藏的紫月会妖修，并将其击杀。没想到这里暗处竟然还隐藏了妖修。可你突破了又如何？你还只是3境罢了。虽然暗处有妖修隐藏，但此刻当务之急还是斩杀沉气。凭这就想阻拦我吗？你确实天赋异禀，甚至与当年的剑尊有几分相似。同样的破戒，同样的年轻，但若是原来的我，10息之内也可杀你。我算是看出来了，你的脸上写满了嫉妒。你胡说！曾也被称为天才的你，却未成剑尊剑士，怕是这事儿成了你的心魔吧？我有心魔？果然被猜中了。你放屁！1息破9境，的确神妙，但现在的我是不死之身。等你到了第7境时，确实算是不死之身。可现在嘛，你算个屁的不死之身呢！果然，他很强，但我现在还未完全消化魂玉，我还有更要紧的事情，没必要在这里跟这种货色纠缠。我乃不死之身，只要我想走，没人能拦得住我，哪怕是那个6境的。想跑？多挨你一掌又如何？反正我的身体会恢复。不死之身，你怎么可能看准他的位置？1步破9境，1步破9境啊！1步破9境，剑尊已经不可能再破境了。那来的就不是剑尊，那来的会是谁？竟然让阁主如此害怕！不，他为何能锁定魂玉的位置？难不成他也收到了什么启示？不知道这个破了9境，又识破了魂玉的人会是什么样子？忽然有些好奇。我还没有输，我还有后手。对，我还有后手棋，不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你的不死之力都来自这块魂玉，本座一眼便已看透。一切的鬼气与死气，还有你体内魂玉所在的位置，都逃不过我的眼睛。你没有什么不死之身，你这个本该在数十年前就跟着我墨门前辈一同死去的混蛋，你能活1次，我就能再杀你1次。朝歌，把魂玉还给我！失去了魂玉支撑的你，真的很丑陋。鱼饵已经布好，隐藏在暗处的家伙，哼，你该上钩了。魂玉，我要魂玉，有魂玉我就不会死。失去魂玉之后，你的动作可真丑陋，活像一个瘾君子啊！哼，终于咬钩了，本座等你半天了。妖修正在远离，任务即将失败。怎么可能让你逃？去！而我还有隐藏的大招，召唤兽，召唤老婆。道友，没事吧？41级的 BOSS 级异兽一枪秒杀！蒋师叔也太夸张了，这一枪打在我身上，怕是也要4分5裂。这冰山玉洁也太猛了吧！这姐姐谁啊？我很急，这种颜值又强大的老婆去哪儿找啊？我胃不好，想吃点软的。这异兽是影蝶，哼，
怪不得这妖修能藏得这么深。能力也不过是个削弱过的黑庭罢了。黑庭隐匿气息的能力是天生的。啊，道友说的也对，影蝶确实是拥有隐匿气息的能力，但和黑庭完全没得比。我既然没事，那就该看看他了。道友你别出手，让我来。他到底是怎么发现我的？当初哥哥与那天机塔主交易，我也在场。哥哥让我跟随天机老头，想看看他到底要用魂玉做什么，然后寻找机会夺走魂玉。可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能发现我。那个人能被魂玉复活，他对组织肯定有大用。我们手里的魂玉能造出许多个他。这个秘密对我们紫月会可是有大用处，但现在只能先脱身了。黑尾，那黑衣男人不足为惧，但是那个六境的女人非常恐怖。脱身之后再找机会来抢回魂玉。水之力。好重，身体里的血液在被那家伙操控。可恶！哼！4境妖修还有什么手段？区区3境圆满，你还没资格留下我。黑尾兽乃是4境异兽，以你3境肉身，绝不可能扛下他的黑炎。大河之水。寻常3境修行者确实不可能是4境妖修的对手，甚至4境都不可能是。但本座一点也不寻常。这家伙太难缠了！结束了。别恋战，快走！那个6境的女人还在。如果不是那个6境女人，我早就杀了这个黑衣混账了。区区3境也敢在本座面前耀武扬威？这妖修实力真强劲，竟然有4境实力。即使是我全力出手，也不可能轻易将其拿下。陆师叔，你要怎么办呢？原来这家伙的招数是用血液作为媒介，那就好办多了。毕竟，你要是真有什么大招跑路，我的竞技任务可就完成不了了。混账！这卑微的3境修士竟然对本座紧追不舍，当真不怕本座杀了你吗？你要真有本事，就赶紧把我杀了跑路多好。可恶！不逃了！我要杀了你这个苍蝇！就让你见识一下你跟本座之间的差距吧！此处距离那6境有段距离，一击宰了这小子，再抛下黑尾兽脱身也来得及。烦人的苍蝇，去死吧！哦，是吗？你还敢现身？湮灭在本座的血豹之术下吧！血豹之术，哼，你的血离了体，可不归你管呀！这就是水之力，你体内的血液也是水，也归我管。任务完成。重言，我的弟弟死了，是那把黑剑杀了他，是杀死妖影的那把黑剑，是将赤桥斩首的那把黑剑。到底发生了什么？不是让你去跟踪天机散人吗？为何会跟他交手？到底发生了什么？天机散人，我们陆朝歌，我要你们血债血偿！呀！死了，老夫的后手竟然死了！那个陆朝歌，他到底是怎样的存在？那来的人是名震青州的末门陆朝歌，我曾见过他的画像，那是一见无中生的面容。
文清啊，文清，你怎么能被这种好看的皮囊所迷惑呢？可那陆朝歌根据情报所知，也不过才3境，一个区区3境的修士，阁主有必要远遁数百里吗？莫非这其中有什么隐情？而且看阁主的样子，似乎那陈气已经被陆朝歌杀了。走。是。这家伙还在，失去了主人，他会变得更加狂躁，而且他会立刻选择吞噬他主人的肉身。反之，他死了也会被主人所吞噬，还是得趁热的那种。重岩的储物戒指内肯定藏有不少宝贝，我可不能让他被吞了。刚才那一剑让我掏空了灵力，现在虚弱得很，可都是我装的。晋级任务已完成，是否领取奖励？领取，升级。或是异兽，吾当一剑斩之。不愧是我的4境，刚才还有一点麻烦的异兽，现在一剑即可秒之。下一步，毁尸灭迹，免得被某些老怪物寻到踪迹，来我墨门报复。东篱这个小管家婆要是看见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吧？那么，接下来该解决那个死而复生的陈气了。把魂玉给我，魂玉给我！他已经疯了，他只会说这一句，什么也问不出来。哼，动静闹得有点大，很多人聚拢过来了。不过正合我意。我用灵力阻挡了他们，他们无法靠近。你放心，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多谢道友。跟我还说谢？辛苦了。想要魂玉，那本座且问你，可曾记起墨门了？墨门？什么墨门？说，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你猜呀，你猜呀！你真以为我不知道？这些无足轻重的弱小门派，即使死光了，也不会有人在意。当初你的死，从一开始就是一出大戏。你要用你眼中无足轻重的小门小派，无数人的生命，去完成你的秘法，去成就你的假死，而他们所有人，都是你杀的。不是，不对，你不可能知道，你不应该知道的，谁都不会知道才对。我不仅知道，我还知道你为什么要假死。你是为了完成你背后那个剑宗内鬼的某种目的，而假死转入地下，成为暗棋。有这种事？剑宗高层有内鬼？不仅有，而且很可能不止一人。数10年前就开始谋划，他们到底想做什么？根据我目前所掌握的信息，我也不知道。我之所以知晓这些，也都是机缘巧合。北周枪修原来要这样连招才能强啊！哎，青州主线机密大揭秘。青州主线机密，虽然我自己不是青州玩家，但看看也许能蹭蹭他们的主线任务也不错。陈气第1阶段 BOSS， 因为没有及时杀掉，竟然成长到了70多级。好家伙，这群青州耍剑的玩家不太行啊！哦，好家伙，还有这种剧情，这青州可真有意思。来了，今天还挺快。在干嘛呢？哎，可惜当时被林阿里打断了，不然能获知更多讯息。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你看那里，你敢当着剑宗弟子的面杀我这个剑宗真传宗主之徒吗？那人好像是陈气师兄，他还活着。陆掌门，请把那人交给我们，由我们剑宗处理。看见了吗？他们已经发现了我，要是你敢乱来，陆
昭哥，你好大的胆子！你当真敢杀我？你猜呀？陆掌门要做什么？竟然对宗主之徒出手，他怎么敢这样做的？陆掌门，陆掌门，住手！快住手！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现在你应该明白我的决心了吧？装腔作势，你有本事就真杀了我！不惜生死，不惧明毁，看来是有人在你神魂上下了禁制吧？不好，他察觉了。就让我看看，到底是谁在你的神魂上刻下让你如此忌惮的禁制。不要，不要，不要！昭哥，有人来了，是大剑修。陆昭哥，你不敢杀我了，你也不敢看，否则墨门将被除名天选。敢对我动手，灭门就是你们的下场。没有炸出来，星剑其实并没有观测神魂的能力，只有斩杀神魂的能力。昭哥，我明白了，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站在你身边。你知道吗？因为你们的布局，我墨门死了多少人？这些人啊，严格意义上来看，有的是我师叔师伯，有的我还要唤一声师祖。也正是因为你，导致我墨门当年元气大伤。这些废话我不想听，蝼蚁罢了，他们死便死了。最主要的是，我那爹呀，是个活得很累的人。这世上有的人想得开，不会什么事情都一个劲儿地往自己身上揽，但我爹不这样。墨门越是衰败，他就觉得身上的担子越重。每一年去祖师祠堂祭拜，我们在磕完头后，娘都会带着我和小梨子离开祖师祠堂，把我爹一个人留在里头。他这人吧，很啰嗦，在祖师祠堂里也有讲不完的话，可能是自责吧，觉得愧对师恩吧。别说这些废话，你快放了我，否则剑宗前辈到此，你想逃都来不及。所以，我才懒得管你是什么身份。你真敢杀我！住手！第六境五重天，我只不过是个替父亲出气的儿子罢了。陆掌门太帅了！帅啊，这才是爷们儿！剑宗宗主之徒赵杀不误，他竟然杀了剑宗宗主之徒！那陆掌门竟然真的出手了！原来那年陈气的邀约竟然是密谋！我们梅花派当初还缺了3位师叔呢，刚刚还出现了妖修，指不定陈气与妖修都有勾结。陆师叔当真是胆大包天啊！不过我真的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师叔了。等到了北周，陆师叔也会给我更大的惊喜的。放肆！老夫叫你住手，竟敢如此！好磅礴的气息，这就是大修行者吗？星岩，初入第6境，连境界都仍未完全稳固，也敢？哼！竟然是炼体流强修，即使我的境界高出他，也绝不可能是他的对手。你是何人？墨门乃我剑宗下属宗门，你为何要管我剑宗之事？春秋山，蒋心妍。秦太执事竟然被1级击退了，那个符师好像是剑宗执事吧？1级让剑宗执事闭嘴，那个美女前辈好强啊！春秋山蒋心妍，我记得传闻里他明明才5境，为何现在已经突破至第6境了？若是此事有春秋山插手，就更加麻烦了。这是我剑宗与下属宗门墨门之事，与你春秋山无关。我与朝歌乃是道侣，他的事，墨门的事，便是我的事。道侣？为何一个6境的炼体流大修行者，会是那区4境的陆朝歌的道侣？骗人的吧！那么漂亮又强悍的女子，竟然会是陆掌门的道侣？陈气乃我剑宗真传弟子，乃是宗主之徒，他既已受俘，为何不将他交给我剑宗处置？你会怎么处置？老夫带他回宗，
自会有宗法伺候。宗法伺候？哼！我墨门众多长辈丧生在他手中，宗法伺候就能还这笔血债了？现在的年轻人，就只知道躲在女人身后吗？星妍，你站旁边去一点，这样我就不算躲在你身后了。好。你说你要带陈气回去宗法伺候，我便与你聊聊剑宗宗规，邪虫尸鬼之道，当杀。献祭青州剑修，为自己死而复生施展秘法，当杀。温河河底还有着他所斩杀之人的尸骸，邪魔外道为祸四方，即被吾辈剑修所见，当杀。与紫月会妖修勾结，试图里应外合对我等正道出手，当杀。还请阁下告诉我，哪条规矩规定我不可杀他？我既问心无愧，为何不可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他就地格杀？本座问心无愧，杀便杀了。留他一把本命剑，剑归剑主，便是我身为墨门掌门对剑宗的敬重。如果他配入剑种的话，听闻剑宗弟子的飞剑上都刻有剑归剑种的术法，生死道消瞬间，本命飞剑会自动回归剑宗剑种。那陈气的飞剑却没有飞回剑宗剑种去，这说明他已经将那术法给抹去了。原来那陈气早就不拿自己当剑宗的弟子了，他只不过是在借着剑宗名头方便行事啊。那陈气背信弃义，屠杀同道，哪有什么资格回归剑种啊？甚至他还与妖修勾结，妖修杀了我们多少同道，当真恶心！居然还会有人替陈气这种货色说话。陆掌门说得好，这种渣子杀便杀了。哼，想站在道德的层面迫使我家心妍不能出手，那我就让你在道德层面一败涂地，用魔法击败魔法。好，好，很好。我身为剑宗执事，可曾在青州受过如此羞辱？此子当真无法无天。陆掌门，那你便随我一同回一趟剑宗吧。陈气死于你手，当由你亲自给宗主一个交代。我看没这必要。你啊，不好了，我再不下去，蒋师叔怕是要把那个糟老头子给打死了。到时候剑宗和春秋山开战，可就不好了。春秋山圣女裴浅浅见过这位剑宗前辈。晚辈正与陆师叔同行，前辈可不能带走陆师叔，因为圣师师尊与我传了书信，师尊想见见陆师叔。圣师与剑尊齐名的圣师，比宗主地位还要高出一筹的圣师，竟然要见这小子！有这事儿？好姑娘，跟着我这么快就学会了撒谎了呢，真好学。可恨，圣师弟子怎么会在这里？我又没法搬出剑尊的名号。我会将此事如实汇报宗门，由宗主大人定夺。如果宗主大人点名要见你，你无论如何都无法再推脱了。可这温河四周这么多人看着，我这张老脸算是彻底在青州丢尽了。虽然杀的是我们自家人，但我还是觉得刚才好帅好燃啊！咱们掌门真的是帅爆了！咱们掌门不是一直都这么帅的吗？蒋仙和陆朝歌居然成道侣了，这门亲事我同意了。磕到了，磕到了！这对 CP 我锁了，钥匙我吞了，终于又能拍陆朝歌的近景了。我怎么到这里了？你就是刚才在上面直播的那个？快说说，在陆朝歌的飞行法器上直播是什么体验？哇，这就是火的感觉吗？好爽啊！先离开此处，我需要找个地方调息一下，稳固自己的境界。陆师叔终于像个人了，一口气破10境，这要是不闭关，跟怪物有什么区别啊？闭关？我哪里需要闭关呀？只不过因为我的系统奖励太多，
我得找个地方好好领完罢了。让春秋山圣女和执事护法的第4境修士，这世上应该找不出第2个了吧？无所谓啦，反正能吃到陆师叔亲手做的美食，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不知朝歌会不会因为破境过快，根基不稳，那样可就得不偿失了。蒋师叔是在担心陆师叔吗？以前可从未听闻蒋师叔对谁有过担忧之心呢。关心则乱，以前我心中没有这般一个人罢了。那蒋师叔，你大可放心好啦，陆师叔绝非常人，这点点小破境对他而言肯定也只是芝麻大点的小事。谢谢。谢谢。那个高冷的仿佛天上仙子的蒋师叔在对我说谢谢这就是爱的力量吗？真强大呀，爱情的力量。剑级任务已完成，是否结算奖励？青州主线任务冥王之剑击杀 BOSS 陈气已达成10%的进度，是否提交？好家伙，光是斩杀这些 BOSS， 系统就给了270万的经验值。这波只能说是血赚，一口气升10级，经验值还变多了。先提交主线任务，这东西似乎是要结算等待时间的。青州主线任务冥王之剑完成度已超过10%，恭喜诸位玩家已完成第1阶段，奖励将在48小时后发放。48小时，哼，果然跟前世一样。主线任务结算涉及人物众多，分配比例，需要的读取时间也会变多。青州主线任务冥王之剑完成度已超过10%，恭喜诸位玩家已完成第1阶段，奖励将在48小时后发放。主线任务完成了10%，这么快？怎么会啊？昨天看都还没什么进度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这是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进度完成10%，马上要结算了，我是在做梦吗？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陆掌门，陈气就是死而复生的剑修，他不正是冥王之剑吗？是陆掌门击杀了 BOSS， 是他以一己之力让我们的主线剧情推进了。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冥王之剑不是死人复活拿着的剑吗？绝了！陆掌门竟然一己之力要带我们青州玩家起飞，绝了！等于人人白拿经验值，其他州岂不是要羡慕死了？这下我又能大火一波了。作为陆掌门的专业摄影师，我可真是不亏。录起来的感觉可真爽啊！以后还得靠欧皇老哥多拍陆掌门的视频啊！我们青州的世界主角抓拍就靠你了呀！10大热帖，10条都跟我有关。哼，这才是我天选之子应有的牌面。可惜结算还要等2天，只能先领点别的了。晋级任务已完成，是否结算奖励？比如这个橙级的晋级任务。根据系统评判，您此次任务的完成等级为 S 级，奖励240万点经验值。好家伙，光是经验值就给了240万，斩杀陈气都才100万而已。晋级任务完成等级 S， 是否领取隐藏奖励？老套路，橙级晋升任务总会有隐藏奖励，10级时的启灵券，20级时的复制券，30级时的建议升级券。那么40级会给什么呢？我现在只有本命神通星剑还是2级，莫非这次的隐藏奖励会给本命神通升级券？8、9不离10。既然如此，要白嫖就要怎么赚怎么来。我先把星剑升1级，
升级新剑需要400万经验值，是否升级？400万也不是很多，下一级就需要800万了。升级。朝歌的本命神通又突破了。这陆师叔的本命神通啊！陆师叔原来真的不是人啊！谁会在稳固境界的时候突破本命神通？这是叫稳固境界吗？谁稳固着稳固着，然后又突破的？蒋师叔，陆师叔这本命神通该是第几层啊？第3层。第3层吗？刚下山时，我还觉得自己能稳胜陆师叔，所以才敢去挑战他，甚至还在赌坊开了盘口。现如今，蒋师叔，你觉得我与现在的陆师叔究竟孰胜孰弱？你不动用那套秘法的话，可能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毕竟你是圣师弟子，天资高绝。若是寻常第4级，我会去掉可能2字。那如果我用秘法呢？浅浅，圣师应该也警告过你，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这套秘法是不可轻用的，以免遭到反噬。哎呀，知道了，我这不就是问问嘛。蒋师叔，陆师叔有没有什么底牌和秘法呀？就是到现在我都没有见过的，你悄悄告诉我一下呗。我不知道。啊！你们可是枕边人啊，你一点秘密都不知道的呀？什么枕边人？乱说什么？啊？你，他，你们，哎呀，不该说的不要说。朝歌在这方面从不强迫我，可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真的也在期待着那一天吗？原来星剑3阶之后是这种感觉。今后3境以下的神魂，本座一眼皆可秒杀。成级任务奖励是否领取？如果真如我所料的那般，奖励的是本命神通升级券，这一波就将近省下800万经验值。而且，若是星剑提升至4阶，那今后4境以下，本座一眼就可秒杀。哼，想想都觉得带感。本命神通升级券，仅限当前等级使用，是否使用？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只有4点剑道资质，所以本命神通星剑提升到4阶，就是我现在的极限。硬生生将双目灌注到我现在身体能承受的极限，竟然有一股强烈的刺痛感。好家伙，这常年修行的好处不就来了吗？终于结束了，我这双美目痛得好像要爆炸。还好是我这个天选之子，换做其他人肯定撑不下来。不过有点好奇，现在的我，全力使者能看到神魂的星剑，会看见些什么呢？试试。好强烈的神魂冲击！朝歌的本命神通，这么短时间又突破了1次。啊，好痛苦！陆师叔的本命神通好强！浅浅，稳住心神。不对劲，朝歌处事都有分寸，怎么会如此全然不顾他人的释放神通？那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啊，这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竟敢对本座出手？好烫！可恶，仗着手多了不起是吧？看看谁更多！不见了，
刚才那是什么东西？前世也未见过那种玩意儿，玩家论坛里更是听都没有听过。莫非跟我的本命神通星剑有关？突破的等级越高，我就会看见一些从未见过的东西。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可以确定它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也许天玄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游戏。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可以确定它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也许天玄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游戏。当初天玄界这款游戏出现，没有任何运营公司，没有广告，全靠玩家口耳相传，到最后火爆全球。但大火之下，好像根本没人知道它是哪儿来的。哼，我知道了，看来这个世界从一开始就是为我陆朝歌而诞生的，这就是属于我这个天选之子的世界。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该去迎接他们的崇拜目光了。至于那个大眼珠子，以后再遇上，扯下他几根触手研究一下就知道了。阁主，这东西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这不是您用来复活那陈气的？陈气死了？那陆朝歌当真是杀伐果断。如果他将陈气交给剑宗之人，到时候只要自己人从中斡旋，必然能让陈气脱身回归天道设下的道路。可他陆朝歌竟敢直接动手杀了剑宗宗主之徒，真是胆大包天。但陈气毕竟是剑宗宗主之徒，你陆朝歌杀了他，那就要承受来自剑宗宗主的怒火。等着吧，毁掉老夫代天直下的旗，可是要付出代价的。文琪，雨柔可曾给你答复？雨柔阁主已经传回消息，您要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了，就等您动身前往北周了。好，仔细盯着剑宗，有任何关于陆朝歌的结果，随时禀告我。是。哼，陆朝歌，这泼天大祸，你可要接好了。发生什么事了？9声钟响，这是召唤执事级以上的所有高层的号令。咱们剑宗多久没有发生这样的紧急召集了？到底发生什么了？如此紧急召集，这是发生何事了？我也不知，只听见紧急传召，便立马赶了过来。你起来。副宗主，副宗主，您坐了我的位置，你坐那儿去。啊，这，我说我是被逼的，你们信吗？哎呀，真是麻烦啊！不知道又是什么事儿。这种破会，师兄就不用来，那我凭什么非得来走走过场啊？姑且听听，反正应该与我等无关。也是。等散会后，要不要一起去墨门小住几天呢？我想去指导一下我的小东篱修行。那自然是好，既然要去，就不能空着手。按照朝歌的修行速度，应该再过小半年就3境大圆满了吧？那就给他准备颗破境丹吧。诸位，宗主到了。他平日喜怒不形于色，今日怎么脸色如此难看？林师弟，你来把情况说一遍吧。诸位，此剑乃是陈气之剑，而今日陈气死而复生。死而复生？此事怎么可能？秦师弟，你可不要说笑。哼，诸位别急，此事比你们想象的还要复杂。那陈气不仅死而复生，他还堕入了邪祟尸鬼之道。可他是怎么复活的？是魂玉。魂玉？又有魂玉出事了？那小子现在在哪儿啊？怎么就拿了把飞剑回来？陈气，陈
陈气已被斩首，被墨门陆朝歌斩首。秦师兄可不要胡言，那墨门陆朝歌不过初入3境，如何杀得了5境的陈气？春秋山执事蒋心言、圣女裴浅浅都在场，当时温河还有众多修行者，他们皆可作证。而且，宁师妹，你还错了一件事。据我在场弟子汇报，那陆朝歌在斩杀陈气时，他一步破了9境，直达3境巅峰。一步破9境，这个陆朝歌到底是何等天才？朝歌出息了呀！哎呀，不愧是我继承空的一剑之徒啊！还有没有？副宗主，您问的是？还有没有关于陆朝歌的事情？他是怎么斩杀陈气的啊？3境巅峰杀5境，这也不太实际吧？有，后来又有妖修出没，陆朝歌在独占妖修时，顺利跻身第4境。跻身第4境？等等，我确认一下，陆朝歌连破9境，踏入3境巅峰，与妖修激战跻身第4境，是在同一时刻吧？对。这小子出息呀！朝歌，你还真是越发了不得了呀！朝歌这等事迹已经超越了当初的师兄，也就是说，朝歌超越了师兄，而我又是朝歌的一剑之师，也就是说，我已经远远胜过师兄了。等这会开完，我立马告诉师兄。现在还不能走，毕竟咱们宗门有人要给我的一剑之徒使绊子呀。我倒要看看，我坐在这里，谁敢？诸位，先静一静。那陆朝歌在斩杀妖修之后，便已将陈气给控制住了。我抵达之时，他已斩去陈气一臂，那陈气满身伤痕，显然没有再战之力。糟了，那陈气与宗主之间的感情，不只是师徒之情，当年是宗主大人在山下亲自捡来的弃婴。这是谁家孩子？我也不知，被人丢弃在山中，被我捡了。你看，他眉目像不像你弟弟？确实有几分相似，不如就让他随我姓陈，如何？那自然是好。既然他是被遗弃的孩子，那就叫他陈气吧。陈气，气儿，你可要好好长大呀。陈气随的是宗主大人亡妻之姓，虽为师徒，实际亲如父子。今日若是无人替朝歌说话，墨门必然会遭受宗主的雷霆一击。毕竟墨门只是剑宗下手300宗门之一，还是下百门最不要紧的那类。秦师兄，按你所言，你到场时陈气只是重伤，还未身死。正是，陆朝歌就是在我即将抵达温河并出声制止的那一瞬间，斩杀了陈气。这分明就是对我剑宗不敬，当着执事长老的面杀我剑宗之人，这是好大的胆子！这小子的性子，毕竟那陈气与墨门其实有旧怨，他还记着那仇呢。不错，小子，越来越像我年轻那会儿了，一身傲骨，谁来也不低头。这分明就是没把我剑宗放在眼里。正是，若是置之不理，我剑宗颜面何在？这分明就是在挑战我剑宗权威。他陆朝歌算什么东西？好，你们尽管骂，你们的样子老夫都记下了。不行，不能让舆论彻底站到朝歌的对立面。秦师弟，陆朝歌后来可有与你说过什么？总不至于你与他2人相见都没有交流吧？说了。好一句当杀，当真是气魄万千。此子有我被修行之人的风范。那春秋山执事蒋心言和圣女裴浅浅也有意相助陆朝歌，所以我才未能将其抓捕回宗。怎么就掺杂了春秋山的人物？这事就变得更加麻烦了。不过这一事件
好像我剑宗才是邪魔外道一样。这……诸位，看来你们对整个事件有一定了解了，说说看吧，这事儿怎么处理合适？虽然陆朝歌在何种立场上都是正确，可他毕竟杀的是宗主之徒，这怎可随意发言？秦师弟，你是当事人，你怎么看？此事复杂，立场难判，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陆朝歌丝毫没有把我剑宗放在眼里。这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态度问题。朝歌，你让我在那么多人面前出丑，别以为我会就这么算了。你们呢？怎么看？秦师弟说得很对，其他暂且不论，藐视我剑宗之事，确实不能轻饶啊！那墨门陆朝歌胆大妄为，丝毫没有对自己身份的认知。既然藐视宗门，那就自当按照宗规论处。你们……好，看来我们已经达成一致意见了，那就对墨门陆朝歌进行宗规惩处。怎么没人问我这个副宗主的意见呀？啊，当我这个副宗主是死的吗？副宗主平日都是走个过场，今日怎么……平日他巴不得我们尽快达成意见一致，今日为何会替一个区区下百门的掌门出头？副宗主乃是剑宗除了剑尊以外的最强者，哪怕是宗主也要对其礼让一二。副宗主和宗主皆为四大神剑，同时又是除开剑尊以外剑宗地位最崇高的两人。若是这两人剑拔弩张，剑宗恐怕要有一场浩劫了。季师兄，既是紧急会议，你作为副宗主，自然所有人都要听一下你的意见。不过在此之前，不如师弟先抛砖引玉，听一下我的看法。讲。糊涂陈气，堕入邪祟尸鬼之道，我这个剑宗宗主难辞其咎。明日我会下一道罪己书。至于陈气之死，死有余辜，不只是他，包括他身后可能会涉及的同党与势力，皆该严惩不贷。宗主怎么是这个态度？不应该对那小小的墨门施以雷霆惩戒吗？这跟想象的师徒情深画面完全不一样了。秦师弟，你先前是说此事还涉及了紫月会妖修？是。那就展开对紫月会的第4次围剿吧。墨门掌门陆朝歌除魔卫道有功，按宗规进行嘉奖。季师兄，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意见要发表？或者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就这么办吧，我没意见。好，那就散会。宗主的背影似乎又苍老了一些。刚才多谢季师兄了。小梨子是我徒弟，朝歌是我一剑之徒，都是咱自己人，不用说谢字。我先不跟你聊了啊，朝歌一步破9境这事儿，我要赶紧去告诉师兄。季师兄还是个急性子，不过这次的事件虽然解决了，可我总觉得这围绕着朝歌卷起的风暴才刚刚开始。那就去墨门住一段时间吧，若是有风暴，宁姨就替你们挡下。师兄，快出来见本师弟！今日可是有大好事儿要给你宣布啊！师弟这般急匆匆，是有什么大好事？我的一剑之徒陆朝歌一步破9境，哎呀，比你当年还要强啊！哎呀，你的剑势被我的弟子远远超过了。那确实算是壮举，师弟收了位好弟子啊。就这？我
过朝歌还有更加让你震惊的事情。哼，师兄，你怎么不问问朝歌是怎么一步破9境的？说出来吓你一跳。对，师弟，你说了这么多话，口一定很干了吧？朝歌他以3境之身迎战死而复生的5境陈气，临阵突破，还当着秦泰那老小子的面剑斩堕入邪修的陈气呢。哦，快说来听听。终于被我的弟子给震慑住了吧？还在那儿跟我装呢。如何？我这弟子是不是撑得起一句惊为天人呐？唉，要下雨了。说人话。好。哇，陆师叔，你真不要再多花点时间稳过下境界吗？无妨。这股气息，朝歌境界确实很稳固。短短时间，竟然稳固到这般地步，举手投足都是4境之力，好扎实啊！嘿嘿嘿，既然陆师叔境界如此稳固，要不咱们现在就赶往北周？我已经开始期待老牌强者春秋山宗主大人和天赋异禀的陆师叔一起争夺蒋师叔的画面了。现在就回去？朝歌应该会介意我之前和宗主风言风语的传闻。去吧，我随你回宗。抓紧我的手很用力，在表达他的坚定吗？青州主线任务结算还要1-2天，这时间正好拿来赶路。而且我已经蹭上了北周的主线任务，我前世就是北周玩家，那北周的主线任务，我可熟得很呢。哦，蒋师叔，我跟你说哈，上次我去的那家店的店员可把我笑死了，他竟然推荐我用抗老的产品。我们修行者驻颜有术，那确实是在骗你花冤枉钱了。玩家的消息最是灵通，我砍了陈气，剑宗这时也应该有些反应了。哦，有了。这不是21世纪的粗鄙标题命名法吗？怎么现在22世纪了还有人用啊？仙气。原来如此，跟我预想的大致一样。今日午时，李随风将会发一道罪己书，他还亲自折断了陈气的佩剑，这算是坐实陈气剑宗弃徒的身份了，还要对我按照宗规奖励。我可是砍得他最疼爱的弟子，大人物真是有自己的大格局啊！没了，这就没了？奇怪，没有对剑宗内部的自查吗？以李随风和剑宗高层的本事，不可能不知道剑宗内部有问题吧？还是说，这种家丑之事，他们准备要在剑宗内部悄悄解决？算了，现在已经揪出了陈气，算是一个好的开端。这一次，青州会少死很多人。前世里，每个大洲主线 BOSS， 可都是杀戮滔天，青州也不例外。雪，您已离开青州，来到北周。天地异象，只有东和夏的大陆北端，北周。哇，北周，我回来了！真熟悉，当年我也是北周的一员，从青州机缘巧合千里跋涉来到北周，最后拜师蒋新年，成为锵锵出水的枪修玩家。如今也与当初相似，同样的北周，同样的女子相伴，唯一的区别就是孝心变了而已。陆师叔，陆师叔，北周可是我的地盘，我可以做你的导游哦，不收费的那种。你想怎么玩？是直接飞去春秋山呢，还是边游玩边去呢？那好，碰到我感兴趣的好去处，
便去看一看吧。好嘞，包在我身上。表面上游山玩水，实际上是去蹭主线任务。这计划当真是天衣无缝。前世作为北周玩家，我对北周的主线可算是相当的熟悉。第一阶段的 BOSS， 不知道有没有戏再碰上来。毕竟要是他成长起来，可也是和陈气一样70级的高级 BOSS。系统，打开北周主线任务界面。北周主线任务：邪魂涅槃。北周主线任务：邪魂涅槃。任务说明：寻找第一只复生的强大异兽，范围：北周境内。当前进度2.09%。2.09%，玩家们可真是尽力了。唉，既然要破北周的主线任务，那北周的反派组织应该是第一负责人。北周的反派组织与青州的紫月会近似，名为黄泉会。从实力上来说，黄泉会应该会弱于紫月会一些，但从理念上来说，黄泉会跟紫月会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东西。紫月会追求青帝心脏，追求极致的力量，而黄泉会则是希望灭世。那里面的人全部脑子都坏掉了，认为世界有问题就要造个新的。哎呀，啥家庭啊！世界说换就换，铺张浪费的令人啧舌。阁主脸色与心情都不怎么好，近期可是有什么烦心事吗？到地方了。此地四周什么也没有，塔主发现了什么？啊！塔主这是要做什么？难不成是想撞死在冰原之上？啊！原来是结界。雨柔，进来。是。这感觉好奇怪，好紧致的包裹感。这绝不是在冰原里。好冷，我4境实力应该感受不到寒冷才对，可为何这里面如此之冷？快运转灵力抵御寒气，若是入体，你必死无疑。塔主，我们还要在这里前行多久？到了。钻进那洞中去。是。那是。将我让你准备的东西都拿出来。塔主，你要我准备的东西都在这里面。好。接下来，老夫又要代天执旗了。魂玉是我与黄泉会交易所得，可那眼珠是什么？钻进去了。那是……塔主，那些异兽围过来了。别急，他在选，他在挑。这里便是北周第一峰北峰。陆师叔，这里的景色美吧？确实很美，漫天云海，一望无际。是吧？是吧？哎呀，我呢平时修行累了，最喜欢到这里来。风景很美，但更美的是即将结算的主线任务呀，近乎80%都来自于我的贡献。这样的贡献度，系统到底会给些什么呢？来了！青州主线任务第1环已结算，青州玩家通用奖励10万经验值。
陆长们万岁！太酷了，飞呀！太给力了吧！居然能摆成10万经验值，有大腿啊！切，通用奖励是全州玩家都有的平等奖励，参不参与都给，而且区10万经验值，本座现在已经看不上了。青州主线任务第1环已结算，贡献度奖励来了，这才是本座期待的东西。您对本轮青州主线任务贡献超凡，奖励经验值800万。800万经验值，就这？唉，看来第1环整个主线任务的经验值奖励也就1000万，第1环确实不咋给力。您对本轮青州主线任务贡献超凡，奖励8点随机属性点。等等，这是什么？随机属性点8点。奖励8点随机属性点。等等，这是什么？随机属性点8点。发了！我收回我刚才的话，第1环真是太给力了。拿来吧你，先抽5个。我的幸运值可是3.1415926，这数值，你不给我来点大机缘？强盗资质，我现在是个剑修，这有啥用？特别的地方派上用场？这狗系统不会在暗示什么吧？又是枪又是棍，这是在准备让我尽早破防？不错呀，2颗紫色，居然还是隐匿。黑庭的属性应该就是隐匿，直接10点拉满。这玩意儿在刺客高手手里可是真的好东西。还剩1颗，敢不敢来个橙色？体魄虽然也很重要，但是也没那么重要，毕竟我不是坦克。最后3个，我就不信这次还不出城。既然要赌，就干脆利落，有种就1个城也别出。啊，成的，终于出了。先开蓝色，哦，居然是2点神念，这简直完美契合我的本命神通星剑。即使其他都是垃圾，这2个神念就值回票价了。我这本命神通可是直接无视肉身，对灵魂发起斩击。神念变强，那我能斩的灵魂级别就越高。以我4境之躯，斩5境大修行者也。前方出现与北周主线任务邪魂涅槃相关线索。系统，你可算干了件好事儿。我好似感知到一丝死气与鬼气，我去前方探寻1、2，你们跟上即可。既然有白嫖信息，那就跟着系统走就行了。死气和鬼气，连我都没有感知到。啊！快！讲师说，咱们快跟上去！可恶，怎么跟在乡下被野狗追似的？说好过来手里落单的槟榔刷经验，怎么就惹上狂暴狼群了？完了，我的复活币就剩最后1枚了，要是有了就要杀好重来了。这真的狂暴了！啊，这影子从天上来的，好大的一把剑！这么大柄剑，真是遇上大剑修了。我以为就钱不够的靠直播大老虎了，今日我就是死也要直播。老铁们，小心心快刷起来！我马上给你们直播大剑修屠杀小巧槟榔。好帅的男人！其实我是个男人，我也觉得他好帅。等等，这脸怎么这么熟悉？啊，这不就是钱不够那小子直播的斩杀红名 BOSS 大佬吗？莫非今天终于轮到我二狗火一把了吗？铁子们，你们快看看这是谁？墨家掌门陆朝歌，他真的来北周了！槟榔群，正好用来试手。去。
不去啊！看上去如此唬人，经验值奖励却少得可怜。还是说，我现在赚取的经验值太多，影响了我的心态吗？元祖咆哮，原来是有 buff 在强化你们。那从现在这情况来看，北周主线的第一环 BOSS 上古异兽月眸雪狼王已经苏醒了。想当初我用高达50多级的号组了个50人的团，去刷当时已经彻底成长的雪狼王。本想着50个50级以上的玩家怎么也给他刷了，但结局却是团灭。当时我烧光了全部的复活币，那家伙完全长成之后确实强得离谱。直到那时已经突破6境的裴浅浅出现，在他的带领下，北周玩家才完成了这个第一阶段的 BOSS 剿灭。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裴浅浅的世界主角身份才算是正式得到了官方认证。得把那家伙揪出来。现在那雪狼王应该也跟陈气一个水平，50级出头，以我现在的实力可以干翻，那就速战速决。找到了，这些获益了狼王 buff 的兵狼们正在暴露那只狼王的位置。新建的另外用法就是看穿那异兽之间的神魂联系。哼，狼王，你跑不了了。既然找到了位置，那你们也就没有活下去的必要了。星斩灵魂，我只需要一眼，他们的神魂就已经死了。至于肉身倒下，只不过是惯性残留罢了。哼，被激怒了。聒噪！好险，差一点复活币又要交代了，明明只是一声咆哮而已。啊！地震了！啊！雪崩！不是地震，也不是雪崩，是槟榔。这么多槟榔，这数量恐怕已经超过500只了。这种数量的异兽，至少要组个100人团才有机会吧？啊，他怎么不害怕这种数量的怪物？也是，有青州名气第一响的路掌门在这里，我有什么好怕的？就算是死，那我也是和陆昭哥一起战死的。这可真是很难拒绝呀！2000经验一只，那这加起来也有100万经验值了，正好让我试一试加强后的水之力，看看实战能力。啊，时间静止了？不，只有雪花，只有雪花停下来了。这风吹得不错，不愧是我，那就去吧。这就是传说中的仙人呐！陆师叔对天地之力的掌控，简直真如花镜。如果是我的话，绝不可能只靠天地之力就做到这种程度。结束了，开胃菜。朝哥，你可是发现了什么古怪之处？这些槟榔不过是开胃小菜，还有道大菜在后头。那盘大菜就在那风雪之中。走，随我去看看。太震撼了！这陆昭哥真人比论坛上还要夸张。是啊，哪怕是死，今天这个直播我也得播完。人生能有几回播？此时不播，更待何时？陆昭哥真的来北周了，一眼秒杀无数槟榔，是真的。主线任务进度又涨了0.2%，爽啊！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都能成。陆掌门冲冲冲！以一己之力拉动我们北周的发展吧！
蠢的玩家还在逛论坛看直播，而聪明的已经赶向冰原了。天玄，链接，链接成功，这么多人都来了。我去，你号不是卖了吗？我又高价买回来了，为了陆掌门，值得。抓紧去找陆掌门，今天他干掉的那些野怪，漏点汤出来，我们都能吃个撑。还是我北周妹子给力，陆掌门是我北周的女婿，那也算是我们北周人。对，没错。冲啊！变化完成了，这就是月谋雪狼王。可他怎么一动不动？他需要鲜血唤醒。鲜血？奴婢好像没有准备。你准备了，在你的身体里。你准备了，在你的身体里。原来是要用我的。怎么给他？把你的手按在他的第3只眼上。这第3只眼还能吸血的吗？如果我不照他说的做，恐怕会被当场杀死，抽干血液。只能照做了。不好，这样吸下去，我会被吸干的。完了，我完了。回来。走，这步棋已经布好了，剩下的交给他自己。谢塔主。水之力，这是陆朝歌的气息，又是他！不行，不能将雪狼王留在这里，否则一定会被他毁掉。塔主在怕什么？回去，我们要带走雪狼王。那种恐怖的家伙，我们真的能轻松带走吗？你也出，安分一点。塔主，外面的人要进来了。有一股气息，本座很熟悉，有人藏在这里。是他的声音。走。想走？青言，你看清楚刚才那2个人了吗？只看清了1人，一个女人，失血严重，腿部还受了重伤。还有别的信息吗？我觉得那女人有些眼熟，可我现在却想不起来。那就够了，迟早我们会再遇上他们的。背后操纵整个大局之人，只要挖出他的信息就足够。至于杀不杀他，还得看那家伙值不值得。月谋雪狼王，传闻出生便有4境修行者实力的恐怖上古异兽。出生就有4境，合着我努力修行这么多年，才到他出生的程度，莫名有点生气啊！这种顶级上古异兽，只要吞噬足够，未来成长为7境乃至8境皆有可能。传闻古时曾有一只8境月谋雪狼王，以一己之力毁掉了一座大宗门。可是这种怪物不是早就灭绝了吗？这里怎么会还有？他是月谋雪狼王没错，但也不完全是。融合异兽，此兽体内拥有魂玉与月谋雪狼王2种力量，正在消化，实力不断增强。这家伙是只融合异兽，体内存着2股力量，实力增长得非常快。朝哥、浅浅，你们退后，我来。我有些疑惑，也许能在他身上找到答案。朝哥，那你小心。既然是只融合异兽，那这只异兽原本应是一只槟狼，那只原本的狼魂。果然，它正在被吞噬。既然你还没有完全吞噬融合，那现在就是诛杀你的最好时机。在这冰雪中，本座要画下第1笔了。多谢塔主，我
我还从未见过塔主这般模样，如此的慌乱、紧张和恐惧。是因为那个剑修吗？可一位年轻的剑修，凭什么让塔主退避三舍，连照面都不敢？我先前屏蔽天机，他们定然没有看清我的样子，但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没来得及屏蔽住雨柔。若是被那春秋山女子见到了雨柔的面目，既然不确定，那就卜一卦。陆朝歌我算不透，但你，我可还是能算出的，就如同上次占卜他的死亡画面一样。苍天大人，请您给我一些提示。塔主这是在占卜吗？不管看多少次，都是玄妙的力量。怎么会？怎么回事？算不出，竟然算不出！屏蔽天机，他也被屏蔽了天机。不应该，第5境或是第6境的他，都不可能拥有与天道对抗的力量。是他，还是别的原因？到底发生了什么？那青色莲花足以对抗天道的强大力量。也许不能这样下去了，否则老夫100年布局将功亏一篑。我不能输，这盘棋我也不能输。塔主现在的样子好恐怖。这些高级 NPC 就是好啊，直接御剑飞行，我连个人影都见不到。虽然我没播到陆朝歌，但直播间人气却还在猛涨。这就是火起来的感觉吗？陆朝歌，陆朝歌，你到底在哪里？快点出来！什么情况？地震了！哦，是超级 BOSS， 是陆朝歌，是他换成灰我都认得。来了，直播间人气还在起飞，明天的头条就是我。老铁们快看 ，BOSS 放技能了！老铁们不好了，这么多根大柱子，陆掌门恐怕扛不住。进！666啊！控制冰雪，很遗憾，我比你更懂天地之力。去。陆朝歌这么猛，我再靠近一点，应该也不会有事的吧？怎么回事？我的身体不听我的灵魂指挥了。陆朝歌在看我，他在阻止我向前。摄影机就好好做个摄影机，再往前来，本座可是会烦躁的。我不是不想动，我被陆朝歌定住了。几息的功夫又升级了，再拖拉下去只会对我不利。控制风雪，我才是风雪的王！哟，这家伙还不服气，还想在控制冰雪上跟我一较高下。既然如此的话，那就干脆让你看看我跟你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这就是水之力启灵者的含金量。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风雪攻击不到他？即使是上古第8境修行者也做不到。这也太离谱了吧！就像是每片雪花都有了自己的意识一般。要杀了他！不允许有人类比我更能操纵风雪！你吼个头啊吼！还在升级，有魂玉在他体内，会自动给他补血升级，砍了也白砍。得像对付尘气那样，找出魂玉的位置，让我看看
你到底把魂玉藏在哪里了？没有魂玉，怎么会？从斩杀那些小狼开始，就不断耗费蓝量，现在终于见底了。陆师叔从刚才就一直在战斗，现在又跟雪狼王僵持，体内灵力恐怕……但这种小问题，怎么可能难得倒我？看来是我想多了哈。临阵突破这种事，陆师叔干得最顺手了。啊，天黑了，刚才还是傍晚。啊，那月亮怎么有点奇怪的样子？啊，好奇怪的感觉。原来邪魂复苏是这个意思。邪魂复苏与冥王之剑不同，他们最大的倚仗果然是神魂方面。也是春秋山8境的宗主，在我神魂冲击下也会动作迟缓，受死吧，小子！又是操控兵曲，又是神魂冲击，你确实很强了。但是你这些对老子没用。怎么回事？他为什么？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我的神魂，快松开他！星剑，附着。本座今日就要以星斩月。好痛！太痛了！快住手！为什么？为什么？我曾经明明可以靠这招操控人类，与他们同族厮杀，为何在他身上就不行？他到底是谁呀？差不多了。原来魂玉被藏在了那只眼睛后面，只要拿下它，这家伙就再也蹦跶不了了。你这个混账！本王要杀了你！你这个混账！本王要杀了你！不好，那家伙想要拖延时间，一旦他踏入5境，我就没法单刷了。而且魂玉还在帮他治疗神魂的伤势，再拖下去，被秒的将是我。只要撬出魂玉，其他的都好办，那就舍弃防御吧。赵哥！魂玉，我的魂玉！不好意思，想拿回去，可没那么容易了。给我，给我！这玩意儿果然有瘾啊！既然魂玉已经到手，那么接下来就该彻底解决你这个北周主线 BOSS 了。那么，斩妖开始。陆师叔呢？我怎么也看不见他在哪儿啊？在空中。啊，空中！果然，隐匿这个属性是真的好用。我那大徒儿以后肯定会成为忍者之神的吧？这些东西我可太熟了，不知死活。魂玉，给我！陆师叔动静闹得太大，有前辈们过来了。过来，也只能当个观众，谁都不能打扰朝歌。哼，
让我也来帮忙。我和蒋师叔一起镇住众多大修士，我俩可真强啊！是蒋执事，春秋山的蒋执事。蒋执事突破6境了，不过是谁在和异兽交战啊？好可怕的剑修！喂，你没看见我也在吗？哦，圣女也在呀！你们快看那边，那交手之人那长相，还有黑色的长剑，以及这非比寻常的实力。这位道友，我想到了一个人。道友，我与你所想的怕是一致。那个传说中的人，竟然来北周了！哼，这完全是没把我放在眼里的态度啊！可恨！刚才那一剑又让我空蓝了，不过也无所谓，反正现在的经验都是刷小狼得来的。灵阵突破，那些传闻都是真的啊！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呐！我现在43级，但是我还是能感觉到，我挥不出超越10年前的那一剑，但是距离那一剑，我也越来越近了。初来乍到，这一剑便当是我给北周的见面礼。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看不见，我也看不见，这一剑好强啊！血停了。这真的是第4境该有的实力吗？我现在还做不到血停，只是我把血都引向了我那一剑之中，作为特效用光了。一会儿血还会再下来，不过它确实是死透了。还来，不知死活！那东西又来了。消失了，不知道星岩他们看见没有？算了，迟早都会弄明白的。有特殊物品掉落。哟，爆宝物了！原来是那颗特别的眼球，好东西。刚才那颗束缚神魂的月亮，应该就是所谓的月影。如果那狼能召唤60级的月影，我刚才就嘎了。很显然他做不到。这一趟下山收获2枚魂玉，1颗召唤60级的保命法宝，不错。黑婷吸了这2颗，会突破到什么境界呢？要是黑婷破个5境，那我墨门岂不是时隔多年，终于又要出位大剑修了？黑婷啊，黑婷，你真是拥有一个超好超棒的师傅，令人羡慕呀！赵哥，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受了点轻伤，但并无大碍。那就好。陆师叔，你是怪物吧？你一定是什么上古时期的大能转世，对不对？也许真是，我可是来自22世纪的都市好青年，兼职富2代，外加开车小圣手，也算是大能吧。胡言，哪有那么多转世？哎呀，我就是开个玩笑，没想到陆师叔也会当真呢。另外，陆师叔现在可算是真的扬名北周了哟。陆掌门在看我这边。胡说，明明是在看我。闻名不如见面，这张脸完全符合我对仙人的想象。一见赵哥误中伤啊！机操物6，人在北周，刚下青州，只砍异兽助兴。哎，忽然想起前世的文案模板，真是应景。可是，为什么这么大的动静，却没有发现北周黄泉会的影子？此前斩陈器时，紫月会都在附近埋伏了妖修，有点不对劲。莫非那时候逃走的2个人就是黄泉会？那群家伙，莫非在策划着什么？走吧，去春秋山。想也想不明白，
不如等他们自己露出马脚再说。好像又有什么事情给忘记了，但是又想不起来。陆掌门什么时候来给我解开定身法啊？混蛋！你们要做什么？你们不要过来啊！对了，星言，刚才我在斩杀那只雪狼王时，你们可有看见什么奇怪的事物？奇怪的事物？我眼里陆师叔就很奇怪。赵哥，你看见了什么吗？要告诉星言吗？那东西有可能即使是星言的境界也无法应对。没，只是担心暗中有没有黄泉会的窥视，还是先不告诉他吧。先看看斩杀了这只雪狼王之后，北周的主线任务进展到哪一步了。1阶段 BOSS 怎么也该突破10%了吧。先看看斩杀了这只雪狼王之后，北周的主线任务进展到哪一步了。1阶段 BOSS 怎么也该突破10%了吧。斩杀完这群雪狼和雪狼王之后，可挪用的经验值变成了1500万之多，不错不错。但是进度5.3%，我刚宰了小 boss， 这合理吗？当初斩陈器、冥王之剑的进度可是一跃到了12.9%，是因为陈器的作用比月谋雪狼王更大、更重要吗？还是说这一次我还忽略了什么？莫非北周的主线还跟那东西有关？可我在青州也见过他。等等，我在青州见过，现在北周也见到了，这难道说，难不成他一路都在跟着我？哼，看来我这天选之子是彻底坐实了。等我星剑到了5层，你这眼珠就洗干净脖子，成为我的经验值吧。周哥啊，我想起那个冰原上远遁的女子是何人了，她叫雨柔，乃是天机塔的第12位塔主之一。你确定？天机塔？难不成他们也是背后势力之一？确定。那次去天机塔，我应该是与门内的何师姐一同前去的，而接待我们的正是那位雨柔塔主。哦，讲师叔的何师姐，就是我们春秋山的何莲长老啦。何莲长老，前世我拜师春秋山，曾跟他有过几面之缘。那家伙修炼春秋山功法后，被放大的欲望是控制欲。人说穷凶极恶，但这位长老恰恰相反，富有还极恶。天机塔塔主雨柔，如果真是他的话，另外一人是谁？事件似乎要变得棘手了。哎，话说，我听闻天机塔的12位塔主之上，好像还有一位神秘的阁主。是的，天机塔成立已有1000年，但每一任阁主都很神秘，几乎没人见过这个隐藏在暗处的人物。但每一任天机塔的阁主都有着共同的称号，大家都称其为天机散人。那当时是有2个身影，第2个身影会是天机散人吗？哎呦，好可惜啊！我差点就能看见那个隐藏的神秘人物了。传闻天机塔12位塔主都是各色美人，那统帅他们的阁主，说不定也是个大美人，还是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诱人气质的那种。不管第2人是谁，天机塔也许一直都是背后隐藏着的势力，迟早得和他们正面对上。天机，到时候不知是他参透天机的散人厉害，还是我这个天选之子厉害。哼，我在担心个什么劲啊？谁更厉害，那还用说？那雪狼王也太强大了，服用过阁主的丹药，竟然也没法完全治愈。现在的我真是虚弱之极，什么也干不了了。雨柔，在，给老夫一滴你的精血。我这般虚弱，还要再抽取精血？快！是。
还是不行，还是不行！我算不透，我连那蒋心妍的命运竟然都无法看透了。看来雨柔肯定暴露了。妻子只要去掉了伪装，就会变成弃子。你随老夫来。是。到了。可主，你的脸可能被看见了，看见了，棋子就成了弃子。雨柔确实是颗好用的棋子，不愧是老夫亲手培养的人。天机塔已经成立1000年了，这1000年中，老夫培养了这么多人，你在老夫心中是能排进前5的，可惜了。回去吧，陆朝歌，你给我的这种被动的感觉，老夫快几百年没感受过了。老夫很讨厌这种感觉。不愧是我的手艺，即使如此平平无奇的一条鱼，也香得像那啥一样。不过，抓鱼的浅浅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工具人呐。哦，好姑娘，这么快就开始宣传本作了？好你个于月，还敢怀疑我了是吧？可以可以，陆师叔没白喂你好吃的呀，小钱钱。这种时候还隐藏身份，已经来不及了。不出意外，群里3个早就识破你的真身了，小钱钱。不过这波吹嘘，你陆师叔很满意。不过就不知道于月会怎么想了。朝歌师兄竟然已经突破了4境3重天，此等破境速度，即将追上我的境界了。不行不行，我绝不能再这样懒散下去了，是时候去一趟剑域了。好香啊！蒋师叔可真有福了，陆师叔这样的男人，果然是个女人就会为他着迷呀。干得不错，浅浅，在世界主角群聊里起到了巨大的宣传小喇叭的作用。陆师叔怎么突然夸我？好奇怪啊！莫非朝歌师叔是在夸我提出天机塔问题的事儿？陆师叔、蒋师叔，我们要不要一起去一趟天机塔，杀那雨柔塔主一个措手不及？稍等一下，我先喝口汤。太香了！既然咱们现在已经锁定了天机塔的雨柔，咱们现在就去把她逮住，顺藤摸瓜，找出背后更大的黑手。你们说可不可行啊？我这一番推导简直天衣无缝，堪称推导界奇才，推导界宗师啊！陆师叔，快夸我，快夸我！我怎样都可以，我听他的。不妥。啊，不妥？到底哪里不妥了？我觉得非常好啊。但是陆师叔这么平静的态度，似乎其中有深意。可问题是，我一丁点深意也没理解出来。可我现在要是出声询问，我推导界宗师的面子往哪儿搁啊？
鲁师叔肯定还会觉得我愚笨。这可不行。如此也好啊，镇定，镇定，不管懂不懂，只要镇定，别人就会默认我懂啦。裴浅浅这类的世界主角还是太年轻了，只会忙，偶尔会有奇效，但这次天机阁雨柔的事情上，我感觉忙反而会坏事。毕竟雨柔最多算根鱼线，而大鱼要顺着这根线才有机会捉到啊。墨界内的调味料要用光了，找个小城买点。下面不远处正好就有座小城，看，这就是北周的小城，只要有人就会有烟火气。哇，真热闹啊！这一瓶跟这一瓶有什么区别啊？为什么这一瓶就要贵2文呢？看上去完全是一模一样啊！真不知道陆师叔到底在挑些什么东西。你听说了吗？最近又有妖修出没了，而且还杀了位大人物。真的假的？谁死了？天机塔的雨柔塔主，听说都变成了干尸了。好端端的一位美人儿，就这样香消玉殒了。天机塔还出了高额悬赏呢。你们怎么看？那一日，雨柔身负重伤，而且看起来失血过多。我想，会不会她也是被妖修挟持，然后拿她进行了献祭？会不会其实她也是个受害者啊？是吗？受害者？前世剧情线里，连四周几大圣地中都有内鬼，那这天机塔又是扮演的什么角色？天机塔没问题，说出去鬼都不信了。最重要的是，那天机散人到底是个什么人物？穿越至今，我一面都还未见过此人，前世所有的攻略里也没有他的任何线索，当真是神秘可怕。陆师叔，关于此事，等回到春秋山后，不如我汇报给宗门吧。浅浅，你先只讲给圣师，看圣师如何定夺。春秋山里也不干净呢，浅浅，你还是太浅了。陆师叔说的有理，师尊是一定可以相信的，但是其他人不能。另外，陆师叔，师尊肯定会很喜欢你的。这是什么脑回路？跳跃的这么快的吗？心妍怎么也这副表情？等等，我想起来了，前世在论坛里刷到过，春秋山圣师被功法放大的欲望是……师尊可喜欢长得好看的人啦，尤其是陆师叔这么好看的人。没错，圣师被放大的欲望是色欲。第8境的枪修，春秋山第1强者，当世4大至强者之一，同时还是当世最强的老色鬼。你也不用担心，圣师的好色只是喜欢美丽的事物，另外会希望将美追求到极致，不会做出什么特别出格的事情的。对，但是师尊的毛病就是看见美的事物就会忍不住。忍不住什么？忍不住让美的事物美到极致。例如讲师叔，师尊就会想让他换上各种各样的裙子。以心妍的身材配上各式各样的裙子，还得了？闭嘴！这有什么呀？我都习惯了。师尊不也会让我穿上各种各样的裙子吗？裴浅浅也会被换上各种裙子，这种得吸多少粉啊？这不迷死一波夜店小王子？一个字：渣。男人的脑子怎么能老是被这些东西占据？要想些大事，比如……完了，脑子他有自己的想法。周哥，那我明白了，圣师只是爱好美的事物而已。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理解就好。我当然理解，圣师等于美妆博主加穿搭博主而已。我突然想起来，心妍不爱穿裙子，但那次她穿了裙子。心妍，其实
你穿裙子很美。论坛中确实有不少爆料雨柔死亡的帖子，从死相判断，这种被吸干的死法确实只有妖修做得出来。毕竟除了妖修，没有人能吸得这么干。这时候的天机塔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可真相当真是如此吗？进，怎么不进来？赵哥，他把我的话放心上了。这样的裙子，即使是前世的多年乡愁，也从未见他穿过。是不是有点奇怪？来，坐。很漂亮，特别好看。裙子果然不方便。做你自己就好了，穿什么我都喜欢。但今日的确眼前一亮。赵哥，你是不是心中有很多想做的事？他与妖修、魂域之间产生的交集太多了，而且有时候他会走神。那个时候，我总觉得他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我害怕他哪一天真的消失在这个世界。我的确有很多想做与要做之事，但……赵哥，你不必跟我说太多的，你不必讲去做你要做的事，但我会永远站在你身边。这次前往墨门，我会遇上陆朝歌吗？那我可保不准，我那一剑之徒的行踪我都不知道。不过，师兄啊，宗主这次倒是大方，没想到奖励了那小子一块试剑石。试剑石可以让门下弟子打磨自己的剑招、剑气，对于门派的作用是很大的。宗主此次确实出手大方，毕竟一块试剑石可以用上百年，倒是辛苦宗主了。陈气死而复生，又与他情同父子，如今又死了，他恐怕心中已有了心结。可即使这样，他还是向墨门赠出这枚上百门前50才有资格拥有的试剑石。他背负的东西不比我少。如果此次还是见不到陆朝歌，师兄，你会失望吗？见不到吗？我的剑士与他互为知己，我的女儿也曾在墨门小住，甚至在洛前辈那儿，我还见到了墨门弟子杨树，当真是缘妙不可言。不会，因为我们总会见面的。师兄这意思，他期待的是与陆朝歌在剑道的顶峰相见呐。可气！为什么我总是差师兄一丝呢？永远都差那么一丝！哎呀，气煞我也呀！等到了墨门，你记得好好指点一下小梨子，不可私藏，对待他要像对待于越与南威一般。我对小梨子也是好奇的紧，既是师弟的弟子，那么与我的弟子也是一样的。我又说错话了吗？师弟好像又不开心了。哎呀，那飞快点儿，老是这么温吞吞的。哎，来了来了。这护山大阵倒是有几分意思。这护山大阵乃是我2个徒儿一起联手所造，小梨子主导阵法成型，不让人入侵，而遮蔽阵法的奇诡云雾则是朝歌的手笔。原来如此，看来师弟2位弟子都是人中龙凤。于越这小子就不懂阵法之道了吧？是极，于越自是不懂的，在此道不如小梨子多矣。找到了，咱们可以进山了。师弟，以你的实力要入阵进山，绝对可以不让这些晚辈察觉，为何还……小梨子最是谨慎，不爱被人吓。你跟紧点儿，把气息放出来一点，别让小梨子无所察觉啊！师弟对他这位弟子真是疼爱有加。师傅，今日我的剑术精进的如何？完了，小秋彻底完了！怎么这么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哥哥的怪病会传染！有人指令牌进山了！
我还没说完呢。哥哥回来了。小梨子，我来看你了。见过师傅和前辈。师傅这次带来的前辈，不会是那位他经常提到的师兄吧？是导弹爷爷。短胳膊短腿。导弹爷爷好玩，但是玩久了小球会生气。我回去了。往哪儿跑啊？今天要陪爷爷玩呢。如何？我这弟子不赖吧？哎，这小姑娘，师弟的弟子果然不错。小小墨门竟有一龙一凤，皆为大才。称呼师傅为师弟，那岂不就是？这位啊，就是我不怎么跟你提起的，你的那位师伯。明明经常提起的。东篱见过剑尊师伯，屹立于剑道之巅的剑尊大人，居然来我小小墨门了，这也太张扬了。师傅这么懂事。这，我又是哪儿得罪了我的乖徒儿吗？哦，他就是剑尊。你真的是剑尊？这孩子的资质，放在剑宗也算是佼佼者了。哼，我家小秋。哼，我家小秋。小秋，不得无礼，过来。无妨，这孩子倒是灵气十足，将来成就不可限量。那我能比你还厉害吗？你为什么想比我更厉害呢？因为掌门师伯说了，自他握剑起，他便明白自己将是剑道魁首，天下第一。而我小秋要成为像掌门师伯一样厉害的人。地方在哪里？我要钻进去，再也不出来了。哥哥真是的，为什么总要在小孩子面前说胡话呀？像不像？像。自我握剑起，我将是剑道魁首，天下第一。真的太像了。我等便是为剑道而生。是啊，与我们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刚才乖徒儿生我气了，肯定是在气那件事，还不拿出来见面礼呢？我找下。师弟明明没有提前打过招呼呀。师父常说师尊在他面前啥也不是，没想到居然是真的。我要拿些什么东西出来，才不会挨师弟的骂？给多了，超过师弟给的要挨骂；给少了，师弟不高兴也要挨骂。你不是有个生死人吗？拿出来。好。东篱师侄，拿着。师弟能直接说出指定礼物，真是太好了，不用挨师弟的骂了。东篱谢过师伯。又是生死人，这下我有2个了。这次再分给哥哥，他总不会再拒绝了吧？他要是再拒绝，我就生气。小梨子，不请我和你师伯进去坐坐啊？失礼了，师父师伯，这边请。墨门大殿豪迈，先祖非凡，难怪能出这对兄妹。是吗？草率了。墨门早已没落，仅靠着我徒儿和朝哥自己支撑。不到20岁的门派长老，20岁的门派掌门，你在何处见过呀？哎呀，这俩孩子一路走来，比你我想象的要更加艰难。宝剑锋从魔力出，陆氏兄妹都不错。师弟，你的衣钵后继有人了。还用你说？师父师伯，我去给你们泡茶。哎呀，你坐，不用你泡。你不是最爱泡茶吗？一个人也能喝2个时辰，你自己泡。师父，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那位可是剑尊哎，剑尊爷爷真的会听导弹爷爷的话吗？小梨子不必客气，我自己来便好。剑尊大人真的自己去泡茶了，剑尊爷爷真的听了导弹爷爷的话了。剑尊师伯，您坐下，我来吧。
师弟，喝茶。不是说剑尊爷爷才是天下第一吗？怎么好像捣蛋爷爷更厉害呢？今日不必拘礼，让外面的弟子们也都进来吧。大家都进来吧。见过剑尊大人。这墨门弟子当真一个比一个古怪。师伯，那是黑婷，我哥哥唯一的弟子。这是骆冰，是我的大弟子。这位是莫东方，也是我的弟子。你的气运有些古怪。真不愧是剑尊大人，居然一眼就看透了我的气运。你的气运怎么有点古怪？掌门师伯也说过同样的话，而且我的运气确实是时好时坏。坏的时候随时有生命危险，好的时候又仿佛我是天之骄子。你气运加深，却未能吸纳，所以导致有时候还会遭气运反噬。自古以来，身负大气运者少之又少，没想到在墨门居然见着了一个。气运，我怎么看不出来？师弟若是修为更进一步，想必是能看见的。所以你是在笑话我修为低？不敢，不敢。来，师弟喝茶，喝茶。那你既能看见气运，可有解决之法呀？让他免去反噬。要是有解决之法，以后我就不用再走霉运了。解决之法倒也有，但是没必要。说人话。解决之法便是将他身上的气运剥离出一部分，然后散于天地之间，身上气运不再过重，自然便不会有反噬了。但没必要，无需多久，你自身便可容纳这股气运了。原来我时好时坏的运气，居然是因为我身负大气运。还好哥哥不在这里，要不然……你当然身负大气运，不然怎么会遇上我这位天选之子？呵呵。你这说的无需多久，到底是多久？能不能给个准话？这没有定数，或许明日，或许几年，或许更久。看来气运是否能够被我容纳，还得看我自己了。看来你也有不知道的事情啊。这是自然，这世上的事哪有人全知全能的？那你再看看那个女娃，她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啊？我资质弱于小丘，但比莫师弟要高。可如今莫师弟身负大气运，那墨门就属我最普通了。出身卑微，资质寻常，除了有些姿色以外，实在是没有什么特别了。无需紧张，我问你，你可记得你生于何地？我和哥哥在风月楼将骆冰赎出来，但现在回忆起伤心事，就从没有问过他这个问题。骆冰到底是哪人，连我们也不知道，记不得了。自我有印象起，我便是在枣梨县的风月楼，被老妈妈亲自教导培养，然后于13岁那年遇到了豪掷千金，买下我的公子。既然父母将我卖与风月楼，又何必去念想他们？反正我现在又有了新的家，有了重视我的家人们。这样，你若有机会的话，可以找个时日，前往一趟潞州的白鹿林，或许在那里有什么在等着你。哎呀，又来哑谜。此事事关我一位故友的秘密，而且我也只是猜测，所以无法明说。故友，潞州，还有这种事啊？潞州白鹿林，天玄界4大洲之一的潞州，从未去过的地方。你是？他是陆昭哥唯一的亲传弟子，叫黑婷。黑婷，你怎么？此子黑气滔天，而且此子4境修为明显偏高，他所有的一切都匹配不上4境修为，唯独境界破了4境。而且我记得小梨子介绍过他，可我却一时没有想起来，还靠师弟提醒。这股如此微弱的存在感，
也不寻常，当真有几分古怪。你且过来，闭眼，静心。这位青州第一的前辈，会看出我影子里的秘密吗？会知道我吸收魂玉的事情吗？会不会牵连师傅？可以了。结束了。看样子，似乎没有发现魂玉的秘密。你的体质很怪，而且我方才用旺气术发现你身上黑气弥天。黑气弥天是什么？气运吗？可以吃吗？哥哥曾说黑庭被人说魔根深重，难不成今日要被剑尊师伯看破？黑庭师兄是个好人，绝不是黑气弥天的坏人。剑尊师伯，他会对黑庭做些什么呢？茶没了，好，给你满上。旺气术，旺气术，年轻的时候就叫你别醉心于这个没什么用的东西。一眼看去，那人都是五颜六色的。我问你，紫气、红气还有黑气这些玩意儿是个什么意思？你自己又说不出来个所以然来，也就看着好看呗，是这么个意思吗？没什么，没什么。黑气弥天便黑气弥天，这只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气机，谁也说不上来。哎呀，喝茶喝茶。还好剑尊师伯不会做什么。哎呀，忙你们的去吧，不用陪我们这两个老头子了。小梨子，你留下即可，等会儿让他指点你一二。他教徒弟虽然不如我，但好歹也是剑尊，你多听听没坏处。师父又在大言不惭了。春秋山，明日就能到了。一想到春秋山，就想起了许多前世的事情，比如春秋山其实是个以女性为主的门派，师姐们个个又美又强，简直就是人间天堂。毕竟春秋山的开派祖师便是位女子，而历代圣师也皆为女子。但这里的女子，人人都因功法特殊，又有着怪癖。那虽然不能展开细说，但是春秋山的变态真的很多。不过春秋山功法不知为何更适合女性，又在极北之地，门下弟子并不多。要是像剑宗一样人丁兴旺，那得了，北周到处都是变态。陆师叔，春秋山马上就要到了，要见到蒋师叔的亲友们啦。陆师叔，你紧不紧张啊？蒋师叔在宗内可是最有名的几朵冰花之一，而摘到这朵冰川之花的青州年轻剑修，嘿嘿，大家都在期待着你到底是什么模样呢？我知道了。啊，这么平静的吗？啊，不对啊，蒋师叔为何反而这么紧张啊？不会有事的。啊，蒋师叔被吃得死死的了呀！这就是春秋山吧？啊，已经到了。陆师叔稍等，我来打开护山大阵，先带你进去。不必，我来是客，既为客，礼还是要做到的。莫门路朝歌，前来拜山。莫门路朝歌，前来拜山。啊，是与蒋师叔一起回来的吧？陆朝歌，青州莫门那个陆朝歌啊！曾经追求过蒋师叔的宗主会跟他发生什么呢？啊！誓言，宗主要是知道，你可没好果子吃。莫门路朝歌，前来拜山。莫门路朝歌，前来拜山。终于来了吗？东篱谢剑尊师伯指点。果真如师弟所言，小梨子悟性极佳，一点就通。也不看看是谁的徒弟。扪心自问，剑尊师伯在指点人这方面的确比师父厉害呢。每次讲解总是能浅显易懂，却又让人醍醐灌顶。今日收获真是极大。这就是剑道之巅的师尊吗？
要是让师父知道我此刻想法，恐怕会气到晕厥，而且很有可能要和剑尊师伯大战300回合。小梨子，我等此次前来，还带来了剑宗对你哥哥的奖励之物。陆朝歌诛邪除恶，斩杀叛教弟子陈器，剑宗宗主特此奖励墨门一座试剑石。剑宗宗门奖给我墨门的，哥哥斩杀的陈器，是剑宗宗主至亲之徒。若是寻常人，不仅不会有奖赏，恐怕还要遭到剑宗雷霆报复。这试剑石，恐怕师父和师伯还有宁姨，都在背后出了大力。东篱谢过师父与师伯。此事我全然不知，都是你师父在处理，终于有机会捧下师弟了。这师兄偶尔还是会做点好事嘛。小梨子，你师父我也并未徇私，是你哥哥朝歌自己行事爽利，而且道心坚毅。这小子下山之后，应该没回过墨门吧？一点儿不着家。那有些事儿你肯定还不知晓。你知不知道他当初杀陈器时说了句什么？说了什么？其实我知道，但是我还想听。他说：“问心无愧，杀便杀了。”对味儿，太对味儿了！不愧是哥哥。能感受到陆朝歌的豪气，但毕竟所杀是我剑宗真传弟子，弟子们如此不像样，我等更应惭愧才是。对了，小梨子，杨树可曾给你飞剑传书过？师伯可是见过杨树？他下山后就没了消息，我偶尔还会有几分担心。我前些日子去拜访洛河山洛前辈，于他的小院内见到了杨树。洛前辈已视其为传承者，想必会对他悉心教导。洛河山，4大神剑之一，4人中辈分最高的洛河山，杨树成了他的继承人。什么？洛前辈收了杨树做弟子？这个什么杨树是小梨子的徒弟，小梨子又是我的徒弟，而洛前辈是杨树的师傅，那我岂不是？师弟，洛前辈并未收他为徒，只是将他作为亲孙子般看待。杨树也是称洛前辈为爷爷，并非师傅。没劲，没劲！哎呀，真没劲啊，没劲啊！杨树竟然有这等机缘，这……墨门这个剑宗下属宗门的下百门，或许要不了几年，便会在整个青州大放异彩了吧？真好，江山代有才人出，这正是这个世界的魅力。而且，曾经摧毁整个上古世界的风，仿佛正在席卷重来，我有预感。墨门虽是下百门，茶确实不错。师父师伯都在此，小梨子可不会拿差的东西糊弄。不过我倒是好奇，以师弟洒脱的性子，怎么会想在墨门留住几日？自然是因为你这阵子老是愁眉不展啊。师兄近来似乎思绪繁多，我当你师弟这么多年，一眼便看出了。这世上没有比我更了解你的人，说说吧。前些日子我心有所感，便下山了一趟。然后呢？没有什么然后。那你就别想那么多了，一天到晚就你忧国忧民，想这想那的，好像天底下就你一个人有脑子似的。吾辈剑修有问题，那就出剑。一件解决不掉，那就2件。哼！谢师弟教诲。这茶也喝了，话也说了，我要去静修了。迟早有一天，我会重新超越你，到时候我就一剑摆平这世间所有不公。
那我就等着那天的到来吧。今夜月色这么好，不出去散散步就可惜了。这股气息，这坟内难道是那位存在？若真是那位存在，不可用神识侵扰，不可不敬。前辈，可否出来一见？难不成刚才那一丝感觉是幻觉？坟内并不是那位前辈，不可能。若是幻觉，也不可能如此确定是那位前辈。而且，如果这坟内当真是那位前辈，墨门中的某一人便是那……今日我一定要见到这坟内的前辈。前辈，可否出来一见？若是第3次请求前辈仍不肯见，那便是无缘。前辈，晚辈来自剑宗无名峰黑竹林一脉，可否请前辈出来一见？我没有猜错，竟真在墨门，真是墨门。可为何会是墨门？传闻竟然是真的，世上竟真有人生的这般好看。果然是盛名之下无虚事，当真是一见朝歌误终身。不止长得好看，气度也很好呢。你看他多淡然啊！天哪，终于见到陆朝歌本哥了！哇，真人比视频还帅啊！原来这就是让蒋师妹都神魂颠倒的男子。这副皮囊倒是真挑不出任何毛病。陈师兄，你说宗主现在正在想些什么？这我哪知？宗主可是出了名的重女轻男，对待师妹如沐春风，对待师弟铁拳无敌。你嚼嚼舌头根子，最多被弹下额头，而我要是敢乱说话，会被一枪挑飞的吧？谢师妹，就由你去迎一下这位陆掌门吧。是，宗主。苦差事落在你脑袋上喽！笑什么笑？程师兄，不如随师妹一起去吧。师妹，我可以拒绝吗？你可以试试。陆师叔，那是咱们春秋山的长老谢师叔和程师叔。春秋山很给我面子呀，我不过是区剑宗附属宗门下百门的掌门，居然出动2位长老来迎接。陆掌门，当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这位剑修确实不凡，近看与远看都这么好看，当真有种画中仙般的感觉。不过，为何这外来的陆朝歌如此信心淡然，回宗的蒋师妹却反而一股子局促紧张的感觉？谢长老，程长老，看来这个男人长相、气度、心性都不赖啊。这样的男人真是连嫉妒都生不起来。我们也不要在这聊了，陆掌门，请随我来。这是我春秋山的岐山，山景在天下也是一绝。那边是新人弟子住所，还有那边，那是我春秋山有名的奇峰，名叫……二位师叔，我们怎么还不去大殿啊？这是要在宗门里绕多久啊？你以为我不想直接带去大殿吗？可问题是，宗主还没有传音可以去大殿啊。本座怎么就是找不出一身比那陆朝歌更好看的衣服来？本座喜欢穿黑衣，那陆朝歌也喜欢穿黑衣，都是黑袍，怎就没他穿的好看？哼，区一件衣服罢了，何须在意？你看那边，那是我们春秋山的，那是春秋山女弟子如厕之所，你大肆介绍个鬼啊！哎呀，没办法呀，就近的岐山秀峰全给你说了一遍了，再拖下去你不嫌烦，我都腻了。宗主到底在干什么呀？完全不考虑我们这些迎接者的处境啊，真的很尴尬呀。带他去大殿。是宗主的传音。陆掌门，灵山奇秀已经游览的差不多了，不如先随我们去大殿小坐吧。好。走，快去大殿！故地重游，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只不过那时候我跟师父不是现在这般关系罢了。
这春秋山的山也太高了吧！我以后要是能飞了，绝对不爬这山一步。接着走，想拜师春秋山，这点心性可不够。谁说我走不动了？我不仅走得动，我还走得比谁都快。傻小子，当初自己的窘样，如今还历历在目。还好，星爷没有记忆，不然我得尬死。朝哥在看我，他是在暗示我不用担心吗？可是我还是很紧张。陆掌门，大殿到了。春秋山大殿，前世身为喽啰玩家的我，一步未曾踏入这只有高层才能进入的大殿。不愧是北周第一大宗的大殿，墨门大殿跟他完全比不了。不过我前世虽然没有进去过，但我却是来过这里的。曾经的我在这里看过大门，当过保安。在场每一个人都是大修行者，任何一个人走出去都是震惊一方的人物。这就是春秋山的底蕴。来了来了！哇，你们快看！终于见到他了。欣然害羞了，害羞了！我还是第一次见欣然这副模样，好有趣啊！这就是遇上如意郎君后高冷仙子的模样吗？也太有意思了！荆州年轻一代第一人，当真风华绝代，如此容颜又年轻有为，难怪蒋师妹会倾心于他。这般场面却不怯场，此子不凡。看来宗主还没到，他也喜欢大佬总是最后出场那套吗？陆掌门，请坐。嘿嘿，要加油哦！啊，陆师叔做客座，那蒋师叔会怎么选呢？是回到自己的执事位置上，还是跟随陆师叔一起做客座呢？要是陪同陆师叔一起做客座的话，身为情敌的宗主大人的表情，我可是好期待了呢！嘿嘿嘿嘿。不过这么多同门在此，蒋师叔那么害羞，肯定不会和陆师叔一起坐在客座上的。蒋师妹会选择坐在哪儿呢？若是以春秋山执事的身份做了客座，那可就宣示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想法了。这么多人，你要是不好意思，就回你的位置上去吧，我可以的。你坐哪，我就坐哪。哇，这是神仙眷侣啊，令人羡慕，当真令人羡慕。哎呀，我春秋山多性情中人，今日一见，逊色他人多矣。大庭广众，不知礼义廉耻，不知那小子用了什么迷魂汤，竟然沾了我春秋山高冷冰滑的心。见过宗主。哎，宗主也是神俊不凡呐，可奈何长相就输陆师叔一丝丝，矮了半个头而已。春秋山宗主恒殷是四大宗门里的4位宗主中行事最霸道的一位。陆掌门可是初次来我北周？宗主的声音还是这样低沉磁性，太好听了。光听声音的话，简直与陆掌门不分伯仲。听宗主的声音，简直是一种享受。的确是第一次来，上辈子来的不算，这辈子确实是第一次。初至北周，便为我北周除掉了一只月眸雪狼王，看来浅浅输在你手里，输得不远。啊！宗主师叔真是的，聊客套话就聊，拿我的败绩说是干嘛？当初是浅浅压制修为，否则以我第3境的实力，那时候定不是浅浅的对手。还是陆师叔好。可当初你是3境，一日便破10境，
如今已是4境3重天了吧？没错。什么？还有这等事情？哦，这可比宗主乃至圣师年轻时都要夸张了呀！以陆掌门的天资，浅浅无论如何也是比不上的。哎呀，宗主师叔好讨厌呐！不过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来了，有关蒋师妹的事情。宗主还是按捺不住了。情敌相见，分外眼红。终于上正题了，我等了好久了。要问星颜的事情吗？哼，尽管问。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本座已于今夜设下薄宴，不知陆掌门有无忌口？这算哪门子要紧事啊！啊，白期待了喂！说好的情敌相见，贴身肉搏呢？并无忌口。这宗主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那就好，那你们先聊着，本座有事先行一步。啊，这就走了？我好不容易遇上10句话的呀，就这？恭送宗主。宗主在看我，你注意到了吗？我看见了，看来今夜之宴才是春秋山真正的欢迎礼。恭喜二位结为道侣，不知道二位是如何相识呢？蒋师妹可是有名的高龄之花，陆道友可真有本事啊！而且除开宗主，似乎还有好些人对我摘走星颜这朵冰花很不满呢。前辈，没想到真的是你。什么？你刚刚在说什么？前辈，我说没想到真的是您。啊？你认得我？我们在哪儿见过吗？我自然是未曾见过前辈的，我也不知前辈的具体身份，我只是能分辨出前辈的气息。你都不认识我，怎么分辨我的气息？晚辈正要说此事，我黑竹林一脉与前辈有着一个约定，从开派祖师开始的一个约定。啊？什么约定？你的开派祖师认得我吗？这个晚辈不知。根据祖师遗言，若是在将来有机会遇到前辈，要把前辈寄存在我黑竹林的一样东西还给前辈。啊，约定，东西，遗言，开派祖师，脑袋好昏。前辈，也许您看见此物，便会回想起来。前辈可认得此物？不认得。你知道里面装的什么吗？此物是师祖传下，而师祖遗训便是：历代继任者若能打开木盒，那么木盒内的东西便可归其所有。从祖师至今已有万年，这万年间我黑竹林一脉无人可开此禁制。你们保存了万年，现在要送给我吗？你们保存了万年，现在要送给我吗？若打不开，我黑竹林一脉便要一直传承下去，替人保管。而此物上的气息与与前辈的气息一模一样。确实有种熟悉的感觉，尤其是这潦草的字迹，总是让我好像要想起个人，但仔细想又想不起来。不过你既然要还给我，那我就收下吧，谢谢你。前辈，在还给你之前，不知晚辈可否最后试一次，看看能不能揭开符纸？可以的。多谢前辈。1万多年，众多祖师前辈无一人能开此物，此物与我黑竹林早已没有保护之感，反而成了一道执念。这张揭不开的符纸，困顿了我黑竹林万年，今日便是最后一次了。此次过后，这执念便解脱了，我黑竹林一脉将不再受此禁制。今日我黑竹林一脉已解心头禁制，
既如此，那便无需再接了。晚辈谢前辈首肯，现物归原主。那我拿走啦。这里面放的是什么呢？里面是什么呢？怎么回事？前辈的气息突然变得剧烈。这到底是怎么了？坟墓中的前辈有一股强大的灵力在颤动。来了，不只是灵力波动，他这是要……若是让这等恐怖的灵力肆意波动，整个墨门丹青山都将消失，不能放任。谢谢你。举手之劳而已，前辈无需这般客气。看到他后，我想起了一些事情，将此物交托给你之人，可是叫做陆离。陆离曾经与陆朝歌与蒋新言在剑宗试炼时，万年桃树妖曾提起过，他是青帝在上古浩劫后收的最后一位弟子。但除了这个身份以外，他还是……正是，陆离正是我黑竹林一脉开山祖师。没错，他不仅是青帝关门弟子，还是初代剑尊。陆离，我好像想起来了。前辈为何又没有动静了？我要沉睡一会儿。还有，谢谢你。好，那晚辈先告辞了。又记起来了一点点事情呢。嘿，我就说我一点也不笨。你不是他留给我的，是他留给他的。可他不在家呢，我们一起等他回来呗。来，一同举杯，让我等欢迎陆掌门。欢迎陆掌门。真欢迎还是假欢迎呢？哟，陆掌门，既然是位掌门，不知门下有多少弟子？这年头不好啊，什么山鸡野鸡都能拉进个窝棚，自称掌门了。找打！你看上座，你们宗主可都没发话呢。宗主没表态，那这场宴席就是来给我下马威的。那咱们走，不吃了。那可不行，毕竟还不知道谁给谁下马威呢。送上来想被打脸，那我就成全你喽。怎么不回答？难道被我说中了？陆掌门也不过是个皮囊生的不错的野鸡。我这次的发言可不是轻易就能化解的。你要说你墨门人多，哪里比得过我春秋山吗？而且还会得罪在场春秋山的其他高层。而你要是不说，那就等于是承认自己是只野鸡了。哼，说与不说，我今日都要让你知道，夺走心言是不可饶恕的。能在此地饮酒，阁下应该是春秋山高层吧？身居高位，满嘴野鸡，是不是有失身份呢？有何失身份的？野鸡就是野鸡，成不了凤凰。那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宗门人多就是凤凰，人少就是山鸡？据我所知，春秋山全宗上下人数不过剑宗的一半，难不成青州剑宗是凤凰，北州春秋山是山鸡？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那难道是故意刁难我？以名满天下的4大宗之一的长老身份，刁难我青州剑宗下属宗门的一个小小掌门？这要是传出去，恐怕春秋山的脸会被丢尽的吧？我不是，不对，宗主，快帮我说句话呀！不行，宗主根本不看我，我要被当作弃子了。陆掌门，
你且饶了他吧。我春秋山功法影响心绪，此番之事也非他本意。老身乃新言的师叔，他师父走得早，我等便自认个长辈。我且叫你朝歌，可好？啊，那自然好。这3人前世我见过，是春秋山辈分最高的3位太上长老，不问世事，但辈分却在宗主之上。他们就等于是新言的娘家人了。都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这小子，可是摘走了我春秋山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小花哟！不过，新言师傅虽然走得早，但我们可得给新言把关。你该不会嫌我们这几个老东西烦吧？怎会如此？这是应该的。原来这也是考验的一部分。那好，今日罢了，明日我们3个老东西可就要给你出点难题了。3位，好，不知道几位师伯能不能先给点提示呢？那怎么可以呢？他甚至还有心情聊天，我白担心了。新言是我的小刁难，放马过来。陆师叔、蒋师叔，我也要去见师尊了，再见。去吧，裴浅浅的师尊是圣师，今日未见圣师，多少还是有点遗憾。那咱们也走吧。不过这点遗憾，可以从我家新言这里补个大满贯。好，我送你去客院。客院？我们既是道侣，哪有你回家休息，我去客院的道理啊？你住处在哪儿？我得去看看。他害羞的样子就足够值回票了。哎呀，一个能扛能打，还能吃软饭，还如此可爱的娘子，打着灯笼都没处找呀。不过逗她也有限度，差不多就得了，不能真让她为难。随我来。我这是怕你今夜遇到什么麻烦，你不要想太多。看来今夜要有好事发生了。这里就是我的居所。真熟悉，还是前世的模样。只不过前世我和他是师徒，一枪一式，满身是汗。而现在我们却是道侣。等等，就算到了这儿，以我现在的水平，根本破不了他的防啊！看什么呢？看看你生活过的地方，是否与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那一样吗？一模一样。又说胡话，哪可能想成一模一样的？好家伙，这不就是我前世住的那间吗？那你今日早点休息吧。分房睡啊？分房睡可以，但不能现在就走。今日我偏要在这弟子房内欺负师傅。师尊，我回来了！还知道回来啊？师尊，是不是灵石又花光了？哎呀，什么呀！我是因为想念师尊啦。我包过那么多师叔师姐，甚至还有蒋师叔，但味道最好闻的还得是师尊呢。听出来了，的确是没灵石了。哎呀，先别说灵石啦，师尊，今天的春秋山很热闹呢，你怎么也不出山看看？是吗？哎，我就知道您呀，对除了美的东西以外，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是，山内山外，美多而不精，入得了我眼的，咱们山里不多。可我要是告诉你，陆师叔来春秋山了呢？陆师叔？你哪个陆师叔？就是陆朝歌啦。陆朝歌，青州这些年的后起之秀，我想起来了。可你为何要叫他师叔？
因为蒋心妍蒋师叔和他是道侣关系啦。啊，此言当真？果然，只有每到蒋师叔那样入了师尊法眼，他才会表情有所变化。当然是真的，师尊，我跟你讲啊，陆师叔在天玄界名气很大的，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剑道方面一马当先，还有其他的原因呢。有一句话在青州流传甚广，但我不知道师尊有没有听到过。什么话？一剑朝歌，误终身。是吗？所有的江湖传言不过是以讹传讹的夸大其词罢了。到我这身份，什么英才，什么俊杰没见过啊？您居然不信啊？这样吧，您看一眼，您就用天眼术看他一眼，只用一眼，你绝对会明白的。若是这一眼不足以惊艳我，你这个月的零食我可就扣下了。虽然我很喜欢钱，但是这次我肯定不会输。陆师叔的颜值，绝对能够惊艳师尊的。画面要出现了，师尊的天眼术，无论在哪儿，只要能够追踪灵气痕迹，就能够实现任何时候的查探，非常好用。哎呀，蒋师叔，陆师叔，你们，你们怎么能？这世间竟有如此美之物，不可！即使是绝美之物，这也是他二人的隐私，我怎么差点陷入痴迷？不能再看了。可刚才那画面也太美了，美得令我窒息。师尊，你醒醒！师尊，你刚才怎么啦？浅浅，你先前说的对。什么说的对？哪句对？今天就在我这房中睡吧，虽不能破防，但美人相拥也是好事。明日还有3位太上长老要考验你，你怎就这般不放在心上？我心就那么点大，已经装了你，哪还装得下这点小事？你就会油嘴滑舌。既然你胸有成竹，那就早些歇息吧。如果是为了你的话，不管哪样的刀山火海，又如何呢？那黑笛被隐居在墨门的前辈收回，是机缘巧合，还是命中注定？那黑笛，我是见过的。这便是咱们这一脉的祖师，快拜见祖师。拜见祖师。师尊，那是谁啊？为何画像还在我们祖师上面？他嘛，他的身份确实比咱们祖师还要高啊。比祖师还要高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人物呢？不行，你们哪一个不是大修行者？居然想下场欺负一个4境的年轻人，还有没有点脸了？他得到了蒋师妹的芳心，难道这点考验都不值得他付出一下吗？是啊，我等又不是蛮不讲理之人，长辈们可不要太偏袒那陆朝歌了。那我们就来说道，你们都出了些什么馊主意吧。先说你，徐灵玉，身为长老，竟然提出要和陆朝歌单挑，以你6境实力去打压一个4境年轻人，你上百岁的年纪，难道就不知羞？再说你，张处之，身为执事，竟然提出要和陆朝歌掰手腕的考验，你那是想掰手腕吗？你分明是想借着掰手腕的名头，以自身境界碾压掰断他的手腕吧？是。还有你，赵志奇，身为我春秋山不多的剑修，竟然要和陆朝歌论剑，
你可是开启了玉的大修行者，你那是想和人论剑吗？还要我拆穿你吗？如果不是公平公正的考验，那就没有再提的必要了，否则只是丢了我春秋山的脸。那就让陆朝歌上春秋台吧。宗主，你怎么来了？见过宗主。春秋台上，人人都会被压制到同一境界，而且那也是我春秋山解决一切争议的地方。我觉得此处正是合适。3场比试，有3人上场的资格。3位长辈，你们放心吧，本座不会亲自上台。现在的陆朝歌还不够资格。宗主提议正是合适。春秋台是解决我春秋山一切争议的地方，本座可以好好教训一下那小子了。如此甚好，甚好啊！这哪里是什么公平，分明就是想要找陆朝歌的茬。春秋台上虽然会压制境界，但大修行者不论是经验、领悟之物，还是战斗技巧，都远胜如今只有4境的陆朝歌。可我春秋山功法会放大人欲，若是一味压制干预，恐怕会走火入魔。唉，恒音这孩子，终究还是逃不过一个情字啊！心妍，我到底哪一点不如他？我春秋山乃是当世4大宗门之一，圣师与宗主更是当世最强的修行者。诸位师弟师妹，可要好好修行，我春秋山的未来就在你们身上了。那年我拜入春秋山，少年意气，天赋异禀，而那次是我第一次见你。你如同山巅雪花那般绝美、冰冷，不可接近。胜者恒音。哇，恒音师弟果然不会输的。恒音师兄好棒，我来说不定是宗主的接班人呢。恒音师兄看看我。可你却看都未看我一眼。于是我更加拼命的修行，更加拼命的努力，更加拼命的让自己站上更高的地方。我那时候想着，只要更强更闪耀，终有一日你会为我回头，你终会像其他师妹师姐那般注意到我。但是你没有，我更加愤怒了。我要一直冲到春秋山的最高，我要成为新人弟子中的第一，我要让你无法忽视我的存在。直到那位师姐站在了我的对面，因为她的存在，我知道我无法站在新人的巅峰了，我也没法让你哪怕多看我一眼了。要来一口吗？可在我最低谷、最痛苦的时候，你又出现在我的生命中了。我可以吗？如果你不想喝，可以还给我。好奇怪的味道。这是我最喜欢的春眠，味道确实跟寻常的酒不一样。我要走了，你继续做吧。等等，蒋师妹，怎么？你为何要送我酒喝？不为何，我只为快活行事。只为快活行事？蒋师妹原来是这样洒脱的人。要问出口吗？可现在问会不会太急了？可不问的话，不是永远都不知道他的心意吗？要问，恒音，你怎么能退缩？你可是恒音，无所不能的恒音。那个是什么？蒋师妹，有话就说，别吞吞吐吐的。蒋师妹喜欢我吗？不喜欢。没别的事，我就先走了。那蒋师妹喜欢哪种类型的男人？这倒是个好问题，我也不知道。但是如果这个世上存在那样一个人的话，在见到他的那一刻，也许我就会知道了。所以，你现在遇上了，对吗？可是我不高兴，哪怕挂着大欺小的名头。
我也不想放过他，因为我不高兴。师姐，这下你听见了吧？你也要管陆朝歌的事情吗？跟了我半天了，还不现身？出来，我知道你在。既然不出来，那我就走了。你怎么动不动就急躁？是因为蒋师妹带着她的道侣回山，对你造成了伤害吗？你心里清楚，如果你也是来劝我，我觉得大可不必。我不会亲自下场和陆朝歌动手，因为他不配。我还未劝你，你倒先给我安上了名头。我其实觉得让他上春秋台，倒的确是个不错的建议。毕竟咱们山里都是至情至性之人，既然无法讲理，那就打呗。可师姐，你从不关心外物，如今为何对一个外人如此上心？是因为他是蒋师妹的道侣吗？是，也不是。那师姐是见过他的模样了吧？正是，春秋山上下皆知我好色，他的美已经近乎合道了，你师姐我把持不住的。难道就因为他好看，你就要插手此事？就因为他好看？对啊，因为他好看。可你要明白，他是蒋师妹的道侣。那又如何呢？美好的事物欣赏即可，又不是非得占为己有。那还费什么口舌？走吧。那咱们可说好了，明日有我一份。哼，这下有我一份了。天亮了，睡着的样子也这样迷人。你想捏就捏。今日我肯定会遇到一些麻烦。你在担心吗？区麻烦，本座自当势如破竹。二位可算出来了，昨夜可睡得还好？那自然很好。说吧，昨夜那3位长辈讨论出对我的考验了吗？边走边说。昨夜众位前辈已经商讨好了对你的考验，那便是春秋台。春秋台，合适吗？春秋台？那我可太熟了呀！春秋台，春秋山一切争端都可以用上春秋台的方式解决，懂的都懂。玩游戏，那仇家结起来可是一串一串连绵不绝。我当年在上面常年跟人掐架，有时候一天得上去几趟，简直就是驾轻就熟。在春秋台上，境界将会被强行压制成相同，所以有时候等级太低，灵力耗干了，就只能上手贴身肉搏了。我也知道不合适啊，全宗长老只是一个6境以下的都没有，从任何方面来看，这就是典型的以大欺小。可是高层已经决定了，我觉得不合适，那有用吗？我觉得很合适，劳烦谢长老前锋带路了。好好好，陆掌门、蒋师妹，请跟我来。禀告宗主，陆掌门已带到。陆朝歌，就让本座看看，夺走心言爱意的你，到底有几斤几两？春秋山宗主，这里最想上台的，就是你吧？慈心太上长老，开始吧。好，我春秋山人杰地灵，英才辈出，如今墨门陆氏与我春秋山蒋氏结成道侣，可喜可贺。但想举我春秋山明珠，须得过我春秋山春秋台之考验，故设下今日之考验。本次考验须得自选3人，不争生死，只论输赢。但比试出手难以顾及，所以双方皆需慎重对待，不可使用阴招、损招、邪招，不可以死相逼，不可……
这还要念多久？慈心师叔功法放大了他的口舌欲，所以喜欢发言。再耐心等等。故本轮关于陆朝歌的3场比试，现正式开始。有劳前辈了，接下来就交给我吧。太啰嗦了呀！这要是真干架，人都死完了，发言还没说完。好，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您快走吧，小心些啊！刚才慈心前辈巴拉巴拉说一大堆，总结下来就一句话：一共比3场，想上场的都出列，然后对手我来挑。第1场，挑谁呢？心妍在看着我，那这第1场，得挑个能轻松拿捏的对手。诸位，不知哪几位想下场与我切磋？我也来，小生也参与一下。哦，赵志奇。陆朝歌，你杀了本座的月眸雪狼王，那可是属于本座的上古异兽，你真是好大的胆子！你若是选中本座，那就让你血债血偿。就你了。我？哼，这可是你自己找死，怪不得我。陆掌门，能成为你的对手，真是有幸。老套，反派老是这种翩翩公子形象。不过，好在选他没有心理负担，在场都是心妍的自家人，打谁脸都不好，但打他就没事。反正他以后要死，毕竟死人不记仇。他又是反派，不用给他脸，说不定现在砍他几剑，也许还有北周主线的贡献度和经验值，所以他不就是最好的选择吗？陆掌门也是剑修，我也是剑修，不知是青州的剑力，还是我北周的剑快。赵某当下的修为乃是第6境8重天，请宗主为我施加禁制，将我的修为封印至与陆掌门相同的第4境3重天。好。境界已现，开始。陆掌门，小心了。系统侦测他的剑意等级。赵志奇，剑意等级4级。剑意4层，那跟我一样。此子4境，竟然与我一样是剑意4层，古今怪事，从未听过有人4境而剑意4层。看来要战胜他，只靠剑意是不行的，得用那一招。我的引气诀和生生慢都是提升绝佳的功法，而且我这一手无限暴击的普通攻击，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不对劲，他的剑比起刚才好像沉重了1倍。我已经将自身剑技催化到最强了，竟然也只能勉强击中他的剑招，完全没有反攻的机会。赵志奇师兄居然陷入下风了。赵志奇师兄可是实打实的6境8重天，战斗技巧和经验都应该远胜陆朝歌才对。不对，你们仔细感受，那陆朝歌的剑意也是4层。什么？他区4境，剑意也是4层？6境之后，每个修行者会觉醒远超5境的力量，而那个力量是朝歌你现在绝对无法拥有的东西，那就是玉。6境与5境最大的区别便是这个，一旦发动，朝歌你可千万要小心。陆掌门，在下可要认真了。哦，终于要动用4境之上的能力了吗？赵某借剑一用。我的剑，我的剑好像有了自己的想法。啊，他又飞走了？不会吧？难道真有这么帅的？剑来！来了，赵志奇的剑玉，朝歌，你可要小心！居然用上了玉，这赵志奇
当真是不怕被魏天欺小的名头。哼，只要能赢，手段不重要。这次也许是赵志奇要胜了，可这种赢法，当真是丢我春秋山的脸面。剑来，就你也配？靠着灵气丝线强行拖来别人的本命飞剑，这算哪门子的剑来？真正的取剑为自己所用，应当是他们在期待着你使用它们。比如这样，我就能感受到这片天地的水，他们正在期待着我的御使。这是天地之力，能操控冰雪，难不成是水之力？你们孤陋寡闻了。传闻中，陆掌门便是觉醒水之力的第一人，得到了9层天道敕令。那我便借血一用。这是什么？水之力！这些血剑肯定是陆朝歌的水之力，这气势完全不弱于当初那云雾之剑横斩冰原。快录像！你不是要唬人吗？那就唬波大的。那就看看是你的血线厉害，还是我的飞剑更胜一筹。去！这一招我没有留手，这数百枚飞剑若是飞歪了，走偏了，不小心插中你陆朝歌的心脏，那也是你应得的。去。这一招到底是谁胜了？朝歌，竟然是平手！赵师弟这一招不如这陆朝歌。志奇终究落了个下乘，他射来的灵剑都是抢夺胁迫，而陆朝歌的冰雪之剑是他对天地之力细微操控至极的能力。他的水之力很是神妙，比浅浅平日里动用的雷电之力要高明得多。宗主，这可是拿我和陆师叔在做对比。我是晚辈，陆师叔是长辈，陆师叔还不是人，是怪物，是妖孽，和他放在一起做对比，不是在抬举我吗？宗主，这可是拿我和陆师叔在做对比。我是晚辈，陆师叔是长辈，陆师叔还不是人，是怪物，是妖孽，和他放在一起做对比，不是在抬举我吗？是，陆师叔可厉害了呢。平决？不可能！我的剑域可不是你这种脆弱的雪花。你陆朝歌什么档次？敢跟我拼决？区区剑宗下属300宗门垫底的末门掌门罢了。这些灵剑还能再替我拆遣？去！三流掌门连和我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不好，他料定朝歌动有天地之力，要损耗大量灵力，而他操控他人飞剑，可以无限次的进攻，而且朝歌肯定不会损坏这些被强行射来的春秋山修士的飞剑们。他抓住了这个要害，朝歌，你该怎么办？以他4境的实力，应该无法再施展刚才那种冰雪成剑的招数吧？赵志奇会抓住这个破绽，这一击，陆朝歌该怎么应对？这些飞剑还是我春秋山门人的本命飞剑，不能摧毁，否则会得罪整个春秋山门人。所以，你要怎么破局？这种剑域真是个好东西，用别人的剑来办自己的事，搞坏了还不赔，让我来兜底。你赵志奇不去搞房地产，真是可惜了呀。这是什么意思？收剑入鞘，难不成他要认输？是了，面对着漫天飞剑，以他的灵力，肯定无法再次使用刚才的招数。终究还是输在了境界太低上了。不，他不会认输的。即便要认输，他也只会被人占着击败，绝不会认输的。既然你要玩花的，那我就先捉了。断！飞剑投了，发生什么了？难不成陆朝歌断掉的是赵师兄的玉？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我的玉怎么不管用了？陆朝歌做了什么？难不成是神魂类手段？
春秋山进阶体修，他若是会神魂类手段，那当真是天克我春秋山呐！恭喜各位长老，你们还真猜对了。当初朝歌师叔进阶这个本命天赋时，我可也被冲击了好久呢。朝歌，你果然有办法。此前还以为蒋师妹是被人骗了，如今看来，这样的少年英才，这样的模样，打着灯笼也难找啊！真是太羡慕蒋师妹了。她到底是去哪儿碰上如此优秀的如意郎君啊？不错，看来在剑道上，陆朝歌已经远胜志奇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玉怎么会被破解？啊！血！我怎么流血了？因为你的玉被破解，神魂受创了。如果还不能理解，我可以帮你。是神魂，他竟然斩伤了我的神魂！混账！你输了，你有100剑又何妨？我一人1剑，足矣。陆朝歌胜了。我的飞剑回来了，是我的飞剑，我的也回来了。可惜不能进去围观啊。承让，承让，陆朝歌，你给我等着！看来门下弟子对于咱们这位陆掌门很是好奇呢。越来越多的人在春秋台外面聚集了。那就将禁制解除，让门下弟子们进来。哎呦！哎呀！别急，别急，怎么禁制给解除了？这意思是允许我们围观了？太好了，再也不用在门外偷听了。让弟子进来，这要是输了，我们这些做长老、做师傅的颜面往哪儿搁？宗主这是要让我们跟陆朝歌拼死相搏了。哎呀，别急，我要被挤爆了！哎，讨厌，不准挤我前面，只能挤后面。哎，开始了，开始了！论坛上现在估计要开盘口了。第2场谁会上？原本还觉得没观众，现在观众不就来了？不知道这里面藏了多少玩家，有多少台人形摄像机，本座的声望又要呈几何级增长了。一下子进来这么多人，要与朝歌比试的长老们，接下来定会都出死力。毕竟，谁也不想在自己的弟子面前丢脸。恒英师兄，你非要做绝吗？蒋师妹在看我，好像有点生气。哼，她生气，我还生气呢。一句招呼也不打，就带个外人回来，说是自己道侣，这谁能接受？陆掌门，可需调休片刻？我这有一颗蓝心丸，可助你恢复灵力。谢师叔厚爱，朝歌暂时用不到，毕竟赵志奇师兄并未对我造成多大的麻烦。切，好好好，这么当众羞辱我是吧？等我找到机会，我一定要宰了你啊！赵师兄，愿赌服输。若是你要对我朝歌做出下三滥之事，我不介意到时候再和赵师兄上春秋台。蒋师妹说笑了，差点忘了，这小子有蒋心妍撑腰，这女人惹不得。她是唯一一个以武境之身就能跻身执事职位的怪物，更何况她现在已经破了6境。好，既然如此，那朝歌，你便再挑新的对手吧。好，那我就挑一下我的下一位对手。赵志奇在我们中也是实力中上，看到陆朝歌的本事，好像再强几分，他也能轻松拿下。这么多弟子看着，我这老脸还要不要了？无趣，这么多人，一个抬头的都没有，除了那个女人，但她现在还不是时候。而且，在场的所有人里，最想登台的根本不在这里，他才是真正最想登台的男人。哼。陆朝歌的眼神，他们俩还在笑。宗主，难不成？不会吧，不会吧！我的天，
陆朝歌他怎么敢的呀？朝歌，你想要干什么？那可是8境巅峰。莫门陆朝歌，请春秋山宗主恒英赐教。见礼啊！检修的见礼是求拜的意思。宗主会接下这场比试吗？不会的吧？陆掌门真是狂上了天。啊！好，本座接了。宗主接了！8境对4境，这怎么可能赢啊？你应该知道，你无法战胜我，即使现在我压制在和你相同的境界。我当然知道，但这里我最想和你一战。你可知道，除了4大宗门像圣师一般的存在以外，没有人是我的对手，即使是你的一剑之师季长空。那又如何？换个说法，本座天下第5。那又如何？那又如何？史诗级经典名场面，这是陆朝歌，是货真价实的，仿都仿不出。帅呀，帅就完事儿了。朝歌太冲动了，宗主可是8境巅峰。他在笑，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他是在用这种方式为我们的关系彻底证明。春秋山对我有好感之人不少，但能为我与宗主站上春秋台的，只有他陆朝歌一人。蒋师妹的心，终究是被他摘去了，但他敢正面挑战我这点，确实非凡。多少人连直视我的目光都做不到。也许，蒋师妹，她现在已经知道她喜欢的是哪种男人了。在见到他的那一刻，也许我就会知道了。陆朝歌，你我差距太大，只要你能接我3招，便算你赢。3招，前世游戏只开放到60级，但60级的数值可以说一击就能把40级给碾死。毕竟60级无论是剑意、招式、领域，都是碾压40级的存在。不出意外的话，这恒英是想结结实实地揍我一顿。我是不是说多了？毕竟我是8境，要是我3招没把他打死，以后传出去，岂不是会让天下人觉得我很弱？但是我又想打他，抢走了我的蒋师妹，不打一顿我过不去自己这一关。宗主居然要对4境的陆朝歌出3招，这是要往死里打呀！一下给陆朝歌打死了还好说，要是3招没打死，以后我春秋山的名望该怎么办？要是没打死，我春秋山就是给小小莫门做了嫁衣啊！无论结果如何，此战之后，莫门将声名鹊起。3招扛得住吗？扛不住也能看见80级的技能。闭嘴！这简直不要我家陆朝歌肯定能扛住的。好，3招。好，给你1炷香的时间调息，让你用完美的状态来迎战本座，有种，我喜欢。不必了，10息即可。你在说笑？好了，他破境了，连破7境，这还是人？你一直都在刻意的压制修为，连破7境，这如果不是压制境界，根本不可能做到。对，攒经验不花，也算压制境界，没毛病。难怪，你的根基很扎实，是我平生所见最为扎实之人。5境之下，你举世无敌。直播间的老铁们，你听见了吗？陆朝歌5境之下，举世无敌！家人们，听见了吗？陆掌门举世无敌呀！水友们，你们没有听错，没有听错，陆朝歌天下第一，春秋山宗主亲口认证。老铁们说他们自己已经听见了，叫我闭嘴，别打扰他们观战。我这边更惨，他们说我是个盲僧，是龙的传人了。兄弟，你算好的，我这边的水友全部在举报我的直播间，他们说我网络诈骗。能得到春秋山宗主的认可，是我的荣幸。出招吧，你会知道，我要当的天下第一，不只是5境之下，而是整个天玄。